为顶级海王，我竟重生到一只终极舔狗身上。初恋女友为了富二代将他抛弃，青梅竹马视他为耻辱，冰山校花对他不屑一顾。这一切都需要魂穿的我来替他逆袭。第一步就是把颜值蓄意圆满，成为无数少女心中的国民老公。而此刻迷迷糊糊的我，整被一群大学生打扮的男男女女围在操场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就是啊，还敢觊觎校花，我看他像个笑话。苏宁脸色好难看诶，能不难看吗？被班里倒数第一喜欢上，是我就要上去给他一巴掌，让他好好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心疼校花1秒。眼前那冷艳美女正神情冷漠高傲的看着我，见到这情形让我有点懵。我本是下过一个普普通通的男海王，啊呸，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大学生，由于拒绝了一个女痴汉的告白，情囊死，一睁眼就成了现在这样。喂，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啊？聋了吗？操！你小子撒泡尿照照自己，校花是你这种人能觊觎的吗？还敢写那种恶心的话，真是不要脸啊！你敢这样看着我？你小子是不是皮痒了？黄毛挥了挥拳头，正准备给我一个教训，谁知却被我一把掀翻在地。我操，什么鬼？阿辉被小超这废物放倒了，长胆子了，连辉哥都敢打。他不是今天被丢脸丢得狠了，也长了脾气。哎呀，狗急了还跳墙呢，小超这种终极舔狗不更是了？癞蛤蟆、舔狗，老子谈过的女神比你们吃过的饭都多。当我一垂眼看到自己那一身土到极致的行头，才意识到什么。他们说的应该不是过去那个世界的小超，难道我穿越了？这么狗血的事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吧？就在我分神思考的时候，苏宁带着身边几个姐妹走了过来。你够了，小超！我告诉你，就算这世界上的男人都灭绝了，我也不会喜欢你。他嗓音轻了，看我的眼神仿佛就是在看垃圾。说罢，他便带着一群人扬长而去。耻辱啊！被万千美女追着跑的我，何时受到过这种待遇？宿主小超你好，系统077竭诚为您服务，拒绝当舔狗，幸福千万家。你是谁？什么系统？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吗？是的，通过系统的力量让你重生到了这具身体里。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接收记忆吧，剩下的我待会儿再给你解释。好。随着一阵小小的眩晕，我脑子里忽然涌现出无数记忆。原主和我一样叫小超，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今年上大2，是学校有名的废物舔狗，一舔青梅竹马下秋纸。正所谓从小舔到大，竹马有意而青梅无情。等上了大学的他找了一个绿茶男友，更是变本加厉。原主彻底沦为了他们的跑腿小弟，妥妥的大虐。2舔初恋女友楚涵，这个初恋女友自然也是小超费劲舔来的。殊不知拜金女从不公开恋情，只把他当做打工赚钱满足虚荣心的工具。到大2找到富二代，就把他一脚踹了。3舔高冷校花苏宁，这次是纯暗舔。他知道校花不是自己高攀得起，只能默默地关注着他，偷偷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从没想过要得到些什么，甚至有一次还救了他的命，却不敢说出口。他把一切都写在日记本，却被偷看他日记的同桌宣扬了出去，这才有了刚才那一幕。这也太惨了吧！所以你要替他完成心愿，让这3个女人悔不当初，颠覆原主的舔狗人生，完成逆袭。为此，我可以给你提供帮助，只要你能获得身边异性的好感度，系统就会提供相应的金钱和属性点。最低心动点可以兑换1000元。属性点1，清新人数代表有人对你心动点已满，100点为满值。当宿主等级提高后，系统商城会自动开启。宿主理解了吗？理解了。不过如果我的颜值发生变化，周围的人不会觉得奇怪吗？宿主颜值增加后，在他们的记忆里，你的相貌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不会让人察觉到。那就好，以我的能力，岂不是能靠着系统走上人生巅峰了？看完面板，了解了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后，正好下午放月假，我便往打工的地方赶去。曼姐，我放假了。小超来了，先吃点东西。一听见这声音，我身上便泛起一阵酥麻之意。检测到 B 级可攻略人物。你说的 B 级人物指的是曼姐吗？是的。这个 B 级是什么意思？攻略人物难道还分等级的吗？别的不多 BB， 请看面板。如果让一个3S 级的女生爱上我，那我岂不是成了千万富翁吗？3S 级别的女神宿主在到达50级之前很难遇到，攻略难度也要大上许多。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奋斗呀。我思索了一下原主和尤曼的相处日常，有了一个决定。此时尤曼忙活完，从厨房走了出来。到了吃饭的时间，小超最近在学校怎么样？我都挺好的，尤姐。才刚上大2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呀，太瘦了点，在学校肯定没好好吃饭，懒，吃块肉。谢谢尤姐。跟我还客气什么？对了，待会要是来客人了，你先招待吧，后半夜我怕你身体吃不消。那怎么能行？曼姐，你一个人上那么晚的班，我不放心。你别担心我，我没事的。要是端几盘菜都不行，那我毕业上班了，不也是废物一个？尤曼被我逗笑了，成熟女性的魅力扑面而来，宛如一汪春水，
让我脸不由得一红。那好，那就一起下班吧。后半夜没什么人的话，你就在店里写作业吧，应该也不怎么忙的。好的，我吃好了。曼姐，你慢慢吃，我先去后厨洗碗了。不等尤曼有所反应，我就开始利落的收拾碗筷。尤曼看了看自己这双略显粗糙的手，或许小超是担心我伤手吧，真是个好孩子呢。有一个纯粹关心他的人，真是一种久违的温暖。尤曼心动值+1，财富值+5000，属性点+5。我听到系统的播报后，眼中闪过笑意。尤曼这样的女人最需要的无非就是关心和在意，这第一步就让我走对了。不过现在她还是只把我当成弟弟看待，看来要做点什么让她改变看法，才能大幅度提高心动值啊。宿主打算把属性加在哪里？先不急，把碗洗完后，小超你过来，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谢谢曼姐，我想出去几分钟可以吗？很快就回来。你去吧，客人都还没来呢，6点前回来就可以了。尤曼不是个挑剔的老板，对我也没有什么要管束的意思。我出了店里之后就直奔药店，买了支最贵的护手霜，去商场给尤曼买了一条裙子和一双鞋和一个大型洗碗机，刚好把系统奖励的钱基本都花光。宿主要花这么多钱吗？也不打算给自己买点东西改造一下形象再说。对尤曼来说，我是什么样子她都不会对我有偏见，所以我这时候改造自己也没有意义。这些钱我迟早能挣回来，为什么不先对她好？一是为了报答她，二是为了感动她，她的心动值1+，这些钱轻轻松松就回来了。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投资。我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后厨。这是什么？小超怎么这么重？曼姐，下个月你生日我还在学校，万一到时候碰上满课就来不及给你买礼物，这些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尤曼怔了怔，没想到我居然记得他的生日。小超，你的钱哪来的？我发给你的工资你都给我买了礼物了吗？如果是这样，你去把这些退了吧。你的心意姐姐都知道，但是钱不能乱花啊。曼姐，你放心吧，你发的工资我都存着呢，这是我前几天在学校建网站挣来的。没想到我们小超这么出息了，那礼物我收下了，但是以后不许买了，有了钱自己好好存着，大学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曼姐不看看我给你买的礼物吗？尤曼打开袋子，衣服和鞋子倒是其次，那只护手霜静静地躺在那里，让他不禁眼眶一红。尤曼心动值+10，财富值+5万，属性点+50。我这双手就是干粗活的，还买什么护手霜呢？曼姐，你千万别这么说，刚才我搬进厨房的就是洗碗机，以后你也不用自己洗碗了。好好涂着护手霜，以后手就不会痛了。曼姐，你也是女人，当然需要精心呵护。只是我现在还没本事，也做不了更多的事。等我以后挣了大钱，就给你开个更大的店，你就安安心心做老板娘吧。小超，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用对我这么……曼姐，我对你做的一切事都是出自真心的，并不只因为感激你。在我眼里，你是个很好的女人，我这辈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好的人。你不要拒绝我的心意好吗？那你现在有赚钱的门路了，以后还会在我这里打工吗？我把脸凑近。那曼姐希望我留下吗？尤曼不由得脸一红。我当然是希望你可以留下的。我垂下眼笑了笑，温柔地吹了吹尤曼白皙的手。曼姐说希望我留下，那就留下。尤曼看向少年，心忽然砰砰跳了起来。我不会喜欢上他了吧？可是我的年龄怎么配得上他？那就好，那我先去忙了。小超你先休息会儿吧。尤曼心动值+10，财富值+5万，属性点+50。看来我的一番付出是有。下班后，走在回家路上，我再次查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面板。现在是时候把属性点加上去了。在路边找了块镜子，看着脸长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自己，我万分感慨。如今有了系统，要是颜值点加满，那心动值不是手到擒来。50属性值加到颜值上，剩下的全都加在智商上吧。我明白，想要有迷死人的气质，只有颜值是不够的。系统，这个智商属性值增加后主要会有哪些改变？一目十行，记忆力超群，只要看一遍就能记下所有内容，理解文字的能力更快，计算能力也更快，在学习的各方面都会有所提升。等能力值满了，将直接成为无敌学霸。现在系统的面板再次发生了改变。由于宿主属性点消费超过100，获得一次抽奖机会。请问宿主选择哪个属性方面的技能奖励？智商。恭喜宿主抽中技能过目不忘，气艺超群。我笑了笑，再次看向玻璃中映出的自己，取下眼镜，撩起刘海，镜子里的我帅得十分突出。卧槽，不愧是系统啊，这改变也太大了吧，甚至连视力都恢复了，这颜值已经堪比明星了吧。欣赏了一番颜值过后，我双手插兜，好心情地吹着口哨，继续往前走去。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检测到 B 级可攻略人物。在哪啊？这大半夜的哪有人？左边巷子进去拐角处。好，知道。拐过弯后，我果然看到了一个女生，被几个混混模样的男人围着。救命！救命！这大晚上的你就别费力气了，谁会来救你啊？乖乖跟哥几个好好玩玩吧，小妞。放开他！
宿主，你的武力值只有30，你确定要上去硬刚吗？我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报警等警察来。原主没有武力值，但是我前世可是学过跆拳道的，打几个小流氓暂时不在话下。就你这小白脸还想英雄救美啊？哥哥，我劝你别来坏我好事，到时候下手没个轻重把你打死了，可怪不了我。我丢了眼镜和撩起阻挡视线的刘海，眼前的美女清春可爱，处处可怜。救我！卧槽，这貂毛晒得让我好不爽！兄弟们上！一转眼，众小混混全部被我轻松掀翻。刚才不是还说要打死我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实力。乔西仿佛看见了电影里的英雄，心跳加速起来。好帅！乔西心动值加20，财富值加10万，属性点加100。英雄救美的桥段，哪个美少女又能抵挡呢？你还好吧，小妹妹？我没事，谢谢你，大哥哥。还能走路吗？乔西到现在浑身还是软的，女孩显然吓得不轻。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背你吧。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去。就在这时，乔西突然面露痛苦之色。你怎么了？我的药。你还有力气吗？我喂你吧。说罢，我便拿出药，亲手喂到他嘴里。海王真经第一式，用极致的颜值敲开心房，用不过分的温柔深入人心。谢谢你啊，大哥哥。我叫乔西，你呢？我叫小超，小事而已，不用这么客气。真的好帅啦，而且又是这么温柔和绅士。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也不安全，我送你回家吧。这会不会太麻烦你啦？反正我现在回去也睡不着，没关系的。说完，我有些失落的垂下眼。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吗？海王真经第二式，遇见你就有好心情，你的情绪由我拿捏。原本今天心情是不太好的，反倒遇见你让我心情好了很多。因为我心情好了很多嘛。对啊，觉得小西很可爱，很多不好的情绪都慢慢散了。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一声超哥哥。今天如果不是你救了我，我只怕就要死在那里了。超哥哥，真的很谢谢你。我们边走边聊，慢慢熟悉起来。原来超哥哥是我的学长呢，那我们算是朋友了吗？当然，这样算的话，小西是我在学校交到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朋友。乔西好感度加1。到了，我家就在这个小区。别墅区啊，没想到乔西家这么有钱，再往里送会显得我没见过世面，贪图钱财。那我就不送你进去了，到家了给我说一声好吗？我和乔西互换了联系方式，乔西心情很好，哼着小曲往家走去。看乔西的朋友圈，这是个爱好艺术的大小姐，改天就去看看艺术展和音乐会去。我按照原主的记忆找到了租的房子。超哥哥，我到家了，刚才一个人散了会儿步，你呢？我没有立马回消息，先是晾了他一会儿。海王真经第三式，吊着你并非我本意，保持神秘感，越陷越深。是睡觉了吗？刚才忘了和你说散步的事啦。刚才太累了，不小心睡着了。你到家就好了，早点休息吧，晚安。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总会雨过天晴的。晚安呀，超哥哥。我依然没回复这条信息。是睡觉了吗？那就不打扰超哥哥了。他睡前习惯性地刷了一下朋友圈，没想到就看到了我今晚更新了一条内容。遇见集市上上签，这是说的和我相遇吗？果然被我算对了，乔西果然吃这套。楚涵也点赞了，这是什么意思？看我放下他了，又想来钓我。我嘲讽般的笑了笑，我才不会像原主一样屁颠屁颠的去解释。这舔狗我点赞了，还不赶紧过来解释？不对啊，难道这小子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不可能啊！小超，你这就谈新对象了？你未免移情别恋太快了吧？呵，是不是早就背着我认识新女人了？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渣男！想 PUA 我？呵呵，怎么只许你找富二代，不许我找白富美？既然分手了，就桥归桥，路归路，没事别联系我，我怕小西看到了不高兴。看到这条消息的楚涵，肺都要气炸了。小西是，他是拜金，喜欢有钱男人，可是看到我找了白富美，这比拿了他还难受。小超他凭什么？小西是谁？你是不是故意刺激我呢？开什么玩笑？就你这样的也能找白富美，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什么？居然把我删了？小超他怎么敢的？什么东西？舔了老娘几年，居然刚分手就找到了下家。为什么小超要这样对我？楚涵心动值加6。过防了吧，迟早有一天让你跪下来求我。刺激完楚涵后，我就带着好心情入睡了。明天是该好好改造一下自己的形象。第二天一早，我先是去理了个发，把刘海剪短，一下就成了妥妥的男神。从理发店出来之后，去商场又买了几身新衣服。衣服上身的那一刻，我仿佛化身好感度磁铁。好帅啊！是不是哪个刚出道的男爱豆啊？有点想要。
但是不敢上去，他的眼神好冷漠呐。我也不敢，怕被拒绝。家人们谁懂啊？刚才看到一个好帅的帅哥，不知道是不是怀搭的，有人认识吗？此刻我并不知道，我已经在学校贴吧有了白衬衫男神的称号。快餐店里，尤曼今天精心打扮了自己，至于为什么这样，只有她自己清楚。曼姐，你在吗？小超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尤曼因为昨天的事依然有些害羞，小心翼翼抬眼看我，顿时愣住了。面前的这个帅哥居然是小超。曼姐，你怎么了？小超，是我，怎么我剪了个头发，曼姐就不认识我了？只是有些惊讶，小超居然长得这么好看，曼姐现实里都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看的人，刚才我是不是表现的有些奇怪了？尤曼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脸颊，低着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曼姐今天真漂亮。我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说什么漂不漂亮？小超别拿我开玩笑，我要去备菜了。说完他转身就走，我从背后拉住了他。曼姐，今天好像是我第一次见你涂口红。昨天无意间找到了很久没用的口红，就想试试。曼姐，你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吗？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不是，曼姐以前看我的时候眼神没有这样，柔得像春水。尤曼心乱如麻，有些挣扎，但他还是勇敢了一次。小超，你看出来了是吗？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对你产生想法，可是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想得到你的目光，想被你温柔的注视着，想被你抱在怀里安慰。可能是太久没有被信这样关心了。你看我真的，我现在有些乱，你就当我在胡言乱语吧。尤曼有点语无伦次，这时我从后面拉住了他的手。曼姐，无论你是30岁还是18岁都没有关系，你只是你，多少岁的你都很好。只是我在想，如果我能在你18岁的时候认识你就好了，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你更年轻漂亮，而是如果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你，我就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就不会过这样的生活，不用吃这么多的苦。每次看着你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厨房里洗碗，我都觉得很心疼。小超，女人扑到了我怀里，泣不成声。才2天啊，尤曼的好感度就到了90，这少年可不得了。今天是淮海大学开学的日子，开学仪式在上午10点开始，我错过了8点半开始的班会。小超呢？怎么没来？小超不是一直坐你旁边吗？他怎么没来？我不知道啊，我又不和他一起的。张武本来就是全班最讨厌原主的人，此刻自然不会说我的好话。待会就是开学仪式了，要是他没来害得班里扣分，看我怎么收拾他。说罢，辅导员气冲冲的走了。他哪敢来呀？上周做了那么丢脸的事，要是我也没脸来了。怕被校花的追求者打吧？辉哥说要收拾他的，可能是怂了，不敢来。可怜苏宁啊，被这样的老鼠屎沾上，以后看到那个人都会反胃吧？够了，别把我和他放在一起提，烦不烦你们？从小就是天之骄女的学霸苏宁，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求上进的学渣。整天小超，你能不能彻底消失？开学仪式快开始了，宁宁，我们走吧。开学仪式办得很大，校长千叮咛万嘱咐，这一次的开学仪式谁都不能缺席。家长电话竟然是空号，也找不到住址，他是个孤儿吗？对，等着被院长骂吧。过来点到的是学生会的成员。你们市传3班怎么少了一个人？同学，是这样，我们班有个学生他……老师，我刚才上厕所去了。我突然从后面走了出来。这谁？大一新生啦！卧槽，好帅啊，比许林学长还帅！我的妈呀，萍萍，你快看，谁啊？怎么以前没见过？这不是贴吧里那个很火的白衬衫男神吗？就是他。我们班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见过啊？卧槽，他怎么从我们班后排走出来了？刘伟松了一口气，点头道：对，本来就是要和你说，我们班有个学生去上厕所了。那学生会的人点头走了。在昨天得到了更多的好感度以后，我毫不犹豫地将属性点加到了颜值上。现在的我帅到陆哥的都要停下来多看两眼。95的颜值点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哪个班的？小超的朋友让你来帮忙点名的吗？他人去哪了？老师，我是小超啊，你不认识我了？你说你是小超？是啊，老师，我剪头发了，所以你没有认出来吗？确实脸型比较像小超，不过过去被刘海和眼镜遮盖的脸庞，竟然能这么惊世骇俗的吗？这都能原地出道当明星了吧？你先下去站好，学习班会的事等会再说。我走到位置上，收获了各种嫉妒和痴迷的目光。你谁呀？走错班了吧？哎呀，张武，你怎么和人家说话的呢？人家爱站哪就站哪，你管那么多呢？反正小超又不来，你让人家站会儿怎么了？就是别这么小心眼。帅哥，你是哪个班？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同学，你是转校生吗？我是小超啊，你们不认识我了？空气忽然安静下来，随即便是一片笑声。开什么玩笑？帅哥，你真幽默。小超怎么可能长成你这样？快别开玩笑了。小超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躲着呢。就是啊，你是不是不想和我们说哪个班的？别这么小气啦。好讨厌啊，身边这个男人。
女生们叽叽喳喳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她们发现我的脸竟然越来越熟悉。卧槽，这是小超啊！那个下巴好像确实就是他平时上半张脸都看不见的。我的天，这个世界太疯狂，小超竟是白衬衫男神。我要晕了，我之前把他骂的可难听了。我也是，感觉他看我们的眼神像是在看小丑。卑微的人类啊，果然都是颜控。喂，你真是小超啊？怎么和你同桌这么久，才几天就认不出我来了？张武不可置信的后退一步，他这种废物怎么配得上这种颜值？张武的妒恨快满溢出来，而我只是嘲讽和不屑的看着他。你那是什么眼神？你敢看不起我？怎么，你之前做出那样卑鄙的事，让我被那么多人嘲讽？你这样的小人，我还得对你和颜悦色吗？卑鄙！我读了你的日记就是卑鄙，难道不是你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更卑鄙吗？偷看别人日记还大声宣读，不是卑鄙小人是什么呢？说实在的，你这是侵犯隐私权，我没告你都算好的了。然而旁边的观众却一改前几天的姿态，反过来议论起张武来。对呀，张武这样的人也挺可怕的，偷看别人的秘密还要大声念出来，以后还是离他远一点吧。其实小超之前也只是默默暗恋，没有对苏宁造成什么影响，反倒是张武这样做，把小超和苏宁都架到火上烤，真过分。要我说，谁还没喜欢过校花呢？我还追过校花呢，人家只是默默暗恋也没什么吧。可是小超也不是癞蛤蟆啊，这颜值哪里是癞蛤蟆了？比张武帅 N 多倍好吧。小超这人以前的做法可以说是舔狗，也可以说是深情。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讨厌。宁宁，你快看，他们都说贴吧里很火的那个白衬衫就是小超啊！我的天哪，这怎么可能呢？是就是吧？就算他长得帅也改变不了他成绩倒数常年挂科是个废物的事实。她是个慕强的女生，比起帅气的脸，实力才是关键。面对这种学渣，她的态度不可能有丝毫改变。白衬衫男神的信息迅速在贴吧上传，夏秋芷满眼都是不可置信。我还在下面求过联系方式的帅哥，是我讨厌的那个舔狗竹马小超。球球，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在看什么呢？艺术系有个超级帅的帅哥，大家都在说呢，你没听到吗？见到屏幕里那张帅气的脸，王轩也不免愣了愣。竟然比我还帅，难道球球有点喜欢那个男的？球球怎么不说话？你也想去看那个帅哥？不是，我只是打算待会去找一下超哥哥。原来是去找小超那个舔狗，估计是去找他要钱，或者想让他帮忙买什么吧。王轩放下心来，也就没有再多问。与此同时，贴吧里的白衬衫就是小超。那晚小超说自己泡到了白富美，看来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在钱和貌之间，楚寒第一次犹豫了。只要能给他带来虚荣的东西，他都想要。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不想跟他和好这件事。在他的眼里，我依然是那只摇尾乞怜的狗。在想什么？没什么呀，只是在想中午要去吃什么。楚寒立马就换上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就像原主在他面前展示出的一样。最后，祝愿大家能在淮海大学度过人生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谢谢大家。开学仪式结束了，我身边围了不少人，有不少都是来要联系方式的。抱歉啊，几位同学，我不用社交软件的，有什么事可以来班里找我。高冷男神的形象让这些女生不仅不会生气，反倒会更喜欢我。我扒开人群挤了出来，夏秋芷瞄准时机拦住了我的去路。超哥哥，果然不出所料，这3个人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我这个颜控青梅，是阿芷啊，找我有事吗？我阳光的微笑直接让他的心跳漏了一拍。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超哥哥，我们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回去看院长了。上次我叫你回去的时候，你好像跟我说你很忙，没有空一起回。还有啊，你不是说在学校里要装作不认识才好吗？你现在找我说话被别人看到了，不害怕吗？夏秋芷脸色一白，倏然抬眼。这真的还是那个温柔体贴喜欢了我10年的小超吗？超哥哥，你怎么了？是不是我上次不让你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你生气了？到现在，夏秋芷也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以为只是某件事让我生气了。阿芷，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想通了很多事。既然你不喜欢我总是烦你，以后我就不打扰你的生活了。超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好朋友啊。他不想失去这个唯一出身和他相同的舔狗。好朋友在学校里要装作不认识吗？好朋友会连你的生日会都进不去吗？好朋友会被人当作狗一样呼来喝去吗？阿芷，如果说从前我对你是有些执迷不悟，那现在我就是看清了你，也看清了我自己。在你眼里，我什么也不是，甚至不如一条狗。超哥哥，我没有那个意思，你知道的，我就是脾气不好，偶尔喜欢捉弄一下你。我……夏秋芷手足无措，根本找不到一个解释的理由。阿芷，别解释了，你该抓住的人也不是我，有些事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吧，有事发信息说吧，我先走了。女孩愣愣地站在原地，就那样看着我的背影消失在镜头。夏秋芷心动值加10，悔恨值加10。听到系统的播报后，我倒是毫不意外。
即将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吗？呵呵，我又调出了4组的面板查看。什么？我现在有700多万了！我去，属性点7000多是哪来的？心动点数怎么会有6000多？系统你没有给我播报过啊？都是你的贴吧和路人女粉贡献的，他们都是 C 级的普通人，所以我就没有播报。那我要是成了明星，岂不是就是逆天的存在了？宿主，当明星是把双刃剑，除了 B 级以上被攻略人物，其他人物的心动值，如果你有什么黑料是会下跌的。原来如此，看来以后出名了该低调还是要低调些啊。宿主，这些属性点将是你在系统商城购买东西的基础货币，所以这些也并不算太多。没事，那我先花一点吧，把这些属性点满，应该也不需要花费多少。好的，宿主。随着所有属性的升级，我感觉我的精力和力气明显上升。武力值纵横天下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宿主只要搭配商城里任何一本武功秘籍，就能达到无人能敌的状态。现在我的智力和财富也达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高度。系统，这些钱怎么来的？我是不是得想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我一个孤儿出身的人突然暴富却无法解释来源，岂不是会让人起疑心？是的，银行那边系统可以搞定，但是对于你身边的人，你要自己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边想边来到教室外，辅导员刘伟站在教室门口，神色阴沉。徐老师，你看看上次考试的成绩，我们班又输给了1班2班，挂科的一大半。再这样下去，我们3班以后能有几个能保研的？奖学金名额都申请不到几个。我也没办法啊，小刘，咱们这是艺术系，艺术生那么多，这高数本来就是弱项。这高数实在是太重要了。最新的那个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咱们不是也得争取一下名额吗？小刘啊，这高数建模赛可没那么简单，全校就那几个名额，数学系的都不够分。咱们班不是也有几个数学很好的吗？你不要对艺术生有偏见，再努力想想办法吧，徐老师。我尽力而为，快上课了，小刘你先走吧。刘伟知道许聪就是在和他打太极，转身要走的时候，正好又看到了我。怎么感觉才过了几10分钟，这会儿看他已经帅得不像真人了？足足待了10几秒，他才反应过来，想到了早上的事。你帮会怎么没来？做什么去了？没看到我发的通知吗？老师，之前我没有和你说过，其实我是孤儿。还真让我说中了，他竟然真是孤儿。就在昨天，我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今天早上没来是因为我搬家去了。下次有事记得和我请假，不能再这样不打招呼就缺勤，知道了吗？知道了，老师。我一进班就又收获了一波火热的目光，而我却泰然自若地回到自己的位置。被一群女生围着的滋味很爽吧？是你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吧？张武极度的嘴脸使人发笑，是很爽，可惜你体会不到。眼看着不能再嘲讽我，他选择打击我另一个痛你点。不要以为长得帅就能改变你在苏宁心里的地位，他这样的女生可不是看脸的。就你这垫底的成绩，下次考试只怕又是倒数啊！那就不劳你操心了，管好你自己。上次期末考试，咱们专业的成绩不太理想啊，排在学校倒数。我老头子都是快退休的年纪了，别让我最后带你们1年还得丢次大脸。许聪并没有太多责怪之意，说白了就是对于这些艺术生来说，并没有抱任何期待。好了，同学们，先进行一个小测，和这次数模竞赛的名额有关系。有没有同学愿意到黑板上来做的？我直接批改，待会儿用来做讲解，好看看你们的问题在哪。班里几个成绩冒尖的同学纷纷举起了手，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苏宁。许聪点了5个人上去后，在教室走了半圈，发现我一点没动。你一道题都没做，是不想读书了吗？老师，这些题太简单了，我不想做。我的回答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那你现在上去把答案算出来。我拿着试卷走上了讲台，旁边的苏宁写完答案后冷冷看了我一眼。我开始认真写了起来。虽然是装学霸，但是也好帅啊！就他那智商，以后也就去当个几线明星小白脸，让富婆包养。在嘲讽声中，我不到10分钟就写完了这几道题。你乱写，我要罚你多写3张试卷的。老师，我没有乱写，是认真算出来的答案。我淡定地朝许聪笑了笑，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10分钟算出1张数学试卷，他也好意思吹这么大的牛？他以为他是谁呀？所有人都等着我被打脸。许聪也凑近看了看，好像真不是乱写的。他是不是照着我们的写的？肯定是啊，只有2、3个答案和我们的不一样。以为改了2个，我们就不笑他了。这和作弊有什么区别啊？直接看别人答案。这些学霸都鄙视地看着我。我来对一下你们的答案。前4个都错了多多少少2到3个选择题或大题。接下来看看小超的，全对。不可能吧？连苏宁都错了2个呢，他怎么可能全对啊？他以前数学在班里是倒数的啊。老许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他是不是从哪里偷来的答案？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不可能啊，最后一道大题又不是选择题，怎么可能碰运气？你是不是提前从哪得知了答案，让别人帮你算了？是我自己算出来的，不懂的下课了，你可以问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心思，
以为这样我就会多看你几眼，做梦。老师，你看他们都说我作弊，那接下来我来把我的解题思路写下来吧。好的。我拿起粉笔，开始在台上快速写下解题过程。一旁的许聪眼前一亮，不错，这思路很清晰，比我教的那个方法要简单一点。今天我们就以小超同学的答案为标准答案讲解试卷，大家看看自己的对错如何。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这一幕，一个常年成绩倒数的人，怎么会突然进步这么大？我也不信小超能有这么厉害。班里不少人对我产生了质疑。刚好我手里还有另一套试卷，大家今天就在课堂上做完吧。我会盯着你的，别想搞小动作。我勾唇笑了笑，像是看小丑一般看了他一眼。这张试卷我依旧只用了10分钟就写完了，第一个交了卷。这小子搞什么？10分钟才能算几道题吧？瞎写的吧？分数出来就好笑了。许聪开始批改我的试卷，几分钟后，他的眼神变得玩味起来。这小超到底是怎么回事？10分钟算出来的试卷，竟然又全对。小超啊，我有点好奇，以你的水平，以前为什么会考成那样？小超的水平？什么水平？听老师这话，貌似小超是个隐藏的数学学霸。老师，事出有因，我不好解释。能把这些都写了吗？明天给我，如果还是今天的水平，视传专业的数模竞赛名额给你。许聪这话就让下面的尖子生炸开了锅。老师，这不公平。就是啊，凭什么让小超去？要么就让我们一起考一次，决出胜负。那你们先把这张试卷写完，下节课看看你们的分数再说。这关乎着建模比赛20万的奖金，大家不可能让步。宁宁，你说小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都感觉他和之前的小超不是一个人了。谁知道他怎么样都和我无关。听说小超以前是孤儿，前几天才找回了自己的父母，会不会和这个有关？孤儿？你从哪听说的？今天他自己和辅导员说的啊，被我不小心听到了。他没来参加班会，就是搬家去了。真的假的？可是就算他是孤儿，也不至于突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吧？难道他以前都是在隐藏自己的实力？你们想啊，他长得那么帅，以前为什么非要用那丑刘海遮住这张帅脸？毕竟女人都是看脸的，他要是早就露出这张脸，还至于被我们宁宁这么嫌弃？哼，在你们眼里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吗？不要用你的眼光来揣测我。哎呀，我就是打个比方嘛，反正他要是以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绝对比以前好多了，你说对不对？而且你不觉得小超的气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吗？这倒是。所以呢，他以前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倾向于他以前是在隐藏自己的实力。那他的改变是因为他父母找到了他？其实也有一种可能，在豪门世家里很常见。要么他是不能见人的私生子，怕被发现，或者怕过于优秀引来家族的不满，所以只能尽量装作废物。要么他的父母身份特殊，为了保护他，危机解除又来找回他。难怪小超之前说事出有因，不好解释。那他对宁宁的喜欢是真是假呢？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我又不会喜欢他。如果是假的，那我觉得你们很像言情小说里的男女主，小超露出真实强势的一面，回归豪门接手家族企业，妥妥的大男主，和你们当户对，长得还帅，这不是天作之合是什么？如果是真的，那我更感动了。一个默默无闻多年的人，只能将对你的爱写进日记里，活得如此艰辛，而你就是他唯一的救赎。行了行了，让你少看点言情小说还不听，整天脑子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以后你混不下去就去写小说吧，别浪费了你这丰富的想象力。我在睡梦中隐约听到了系统的声音。系统，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恭喜你宿主苏宁的悔恨值加了10。为什么？难道就因为刚才那场考试，发现我不是个废物，就后悔之前那样对我了？这个需要宿主自行探索。我万万想不到，这只是这些女生脑洞大开吧，而这些脑洞正好给了我身上发生这么大变化一个合理解释。试卷已经批改完了，3个班只有小超1个满分。我又一次装杯，成功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这次的数模竞赛名额已经定好了，咱们试传就小超去，有意见的下课去办公室找我，其他的不说了。下课后，徐老师，您说的是真的？小超2次高数考试都满分，代表是传系参加比赛，说不定还能考全校第1参加省赛。刘伟整个人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当然，我亲自判的试卷，小超这孩子改变很大。难道他的变化和刚才他说的找到亲生父母有关系？下午上语文课时，刘伟怀着期待的心情迈进了教室。上个学期学的古代汉语还记得吧？我抽查一下，找几个同学来背。卧槽，什么鬼啊？上个学期的还要背？老刘吃火药了，今天看谁不顺眼呢？这是。小超，你来背一下。我淡定地站了起来，开启了过目不忘技能，在刘伟期待的目光下，十分流利地背完3篇文章，没有一点错误。小超，你来前面再背一下第8章，还有这篇的翻译。我宛如化身复读机，连停顿都没有的背了。逆天啊！小超这是被谁夺舍了？还是背着咱们挑灯夜读了？
感觉不像。语文你说挑灯夜读还行，数学呢？那怎么解释？当我背课文的时候，苏宁的视线就已经被死死吸引了。她好像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一别样的魅力，闪闪发光。苏宁心动值加3，苏宁悔恨值加10。听到了系统播报，我微微一笑。看来苏宁坚冰一样的内心终于被我攻破了一丝防线啊！在阳光的映衬下，我给了苏宁一个阳光自信的微笑，四目相对，这让她更加脸红心跳起来。苏宁心动值加5。高冷校花，呵呵，拿捏你只是时间问题。下课铃声打响，小超，一起去开黑吗？晚上一起吃饭吧，食堂或者后街都行。正好我也有几个题目想请教一下你。我请你撸串吧，咱们一起去小吃间。班里几个学习不错的男生对我纷纷发出邀请。好啊，一起去吧。食堂里，小超啊，之前我们对你有偏见，说过一些不好听的话，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是啊，不好意思，今天我请你吃饭吧，就当是道歉了，可以吗？还有你的学习为什么一下变这么逆天了？可能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吧。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我们真的想知道，你就发善心分享一下呗。你非要说的话，那就是天赋加努力吧。那你以前是不是偷偷隐藏实力了，故意考得很差的那种？我沉默了几秒，两人面面相觑。难道班里的猜测是真的？他以前就是故意要做一个低调的废材。此刻我还不知道，苏宁闺蜜张丽丽早已把她那离谱的猜测发到了学霸小群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晚上和徐宇他们出来吃夜宵，不知道是贴吧热度效应，还是我真的变成了美女磁铁，竟又偶遇到了苏宁三人组。小超，好像第一次看你和徐宇他们吃饭啊。确实是。今天你可是一鸣惊人啊，以后要叫你超学霸了。不至于，随便考的而已，可能是运气好吧。就在这时，一个打扮时尚靓丽的女生也来到了这里。好啊你，徐宇，偷偷和小超吃饭不告诉我是吧？小超，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辐射一班的汪艺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的名字？我当然听说过这个全院出了名的绿茶，号称帅哥收割机。不好意思，没有听说过你。苏宁心动值加10。意外收获啊，看来苏宁很讨厌这个女生啊。我可是宁宁的好朋友，你想追宁宁可得先过我这关哦。我没有中了她的计，默不作声。哎呀，没想到小超这么高冷，和你说句话这么难，果然呀，男神就是不一样。徐宇，你说是不是？徐宇尴尬极了，赶紧转移话题。哎呀，说点别的吧，你不是说想要小超的联系方式吗？现在人就在这，你自己要吧。那就看小超愿不愿意给我一个联系方式了呀，应该不会这么狠心的吧？而这一次我没有拒绝。好啊，那你过来扫我吧。汪艺兴一下子高兴起来，小跑着来到我身边，我把手机递给他，而苏宁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我就是要苏宁开始明白，现在的小超已非从前，有无数的女生排着队的想加我，而我并不是非苏宁。韩姐，你看那角落里坐着的是不是你过去的舔狗小超啊？韩姐都有高少爷了，自然看不上他那种穷小子了。不远处，楚涵也和自己朋友一起在吃饭。没想到他长得那么帅，韩姐有没有后悔呀？不喜欢的话可以让给我吗？韩姐可不可以把他联系方式推给我呀？一想到我把他微信拉黑，楚涵就一股无名火。我怎么会加一个舔狗的联系方式？你们想要就自己去找他吧。哎，听说他很难追啊，不然我早就去要了。不过他怎么和苏宁那几个搅在一起了？他可是出了名的高冷女神。他身边那个女生好像是汪艺兴。哼，果然是那个死绿茶，之前抢了我男友，看样子小超要被他玩死了。也许他只是过去说句话，未必就是看上小超了吧？毕竟小超这种人，虽然脸变帅了，本质还是个舔狗。那可悲的虚荣心让楚涵很怕我变得越来越好。韩姐，你眼光高嘛，但你不知道现在他在贴吧的人气有多高。据说他今天高数测验全满分，而且要代表视传系参加数学建模比赛呢。这怎么可能？我还知道一个更离谱的传言，视传几个班的都在猜小超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以前故意隐藏实力，好像他背后的身份很不得了。他一个孤儿哪来的什么身份？视传不愧是广告人，想象力真丰富。他呀，就是因为他以前是孤儿啊，听说他已经找到亲生父母了，他的变化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们尽情脑补一下。如果他们的猜测是真的，那小超很可能是个富二代，他不仅不是废材，还是个学霸，那他以前对我做的那些只是演戏。楚涵直接起身就想去问个清楚，但是又怕被太多人看到传到高文浩耳朵里，他陷入了两难。楚涵悔恨值加20，心动值加20。我愣了愣，四下张望，果然看到楚涵。这个现实的女人，看到我现在众星捧月就后悔了吗？系统，我想知道对于要复仇的那几个女人，得到她们的心动值能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他们没有等级之分，但是他们单独贡献的心动值叫红币，可以在系统商店兑换很多好特殊的好东西。我的系统商城已经开启了吗？
是的，就在刚才，你已经升到10级了。正当我在看系统商城时，手机响了，是夏秋芷的信息，我并没有理会。能不能让我也加一下啊？扫吧。苏宁似乎有点不悦，真随便。宁宁你也加一个呀。苏宁也想加，但是想到之前对我做过的事，怕被打脸，又犹豫了起来。看样子苏同学是很不想加我微信了，毕竟你说过，就算世界上的男人死光了，都不会喜欢我这种人的。宁宁怎么能说这种话啊？有点过分了吧？苏宁脸色涨红，有些不知该如何解释。不过我也不在意了，往事如烟，我不是喜欢勉强的人，过去的就过去了。苏同学也不用担心我会纠缠你，毕竟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表明心意。苏宁脸色一白，紧紧地攥着衣角，忽然感觉心里酸酸涩涩。苏宁悔恨值加10，心动值加10。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又给了他一个大雷。如果早知道你会这样对我，或许那一次我不会救你。苏宁倏然抬眼，眼中满是不敢置信。那次送我去医院的人是你。快到休息时间了，我就先走了，你们慢慢聊。等等，我们单独谈谈可以吗？小超。苏宁的语气中不自觉地带上了恳切，周围的人都诧异地看着这一幕，苏宁的爱慕者们心碎了一地。楚寒悔恨值加10，心动值加10。我的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苏大校花竟然追着你的舔狗跑啊，韩姐。楚寒心里有些不爽，小超以前可是自己的舔狗，苏宁是漂亮，但她那性子有几个男的受得了？她身份绝对不一般，不然身份不凡的苏大小姐怎么会在大庭广众做这种事？让他承认自己眼瞎而错过了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脑子一热，他直接起身冲到了我面前。小超，我有话跟你说。卧槽，怎么又来了一个美女？那是谁啊？设计系的楚寒啊，他不是攀上富二代了吗？据说小超以前是他的舔狗啊，这是怎么回事？两女争一男，这瓜也太精彩了。有事吗？小超，我想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看着楚寒可怜兮兮的看着我，苏宁皱起眉头。都出来说吧，我不想在贴吧里出名。我带着众女离开了吃饭的地方。我和苏宁有事要聊，你们有什么事之后在微信里和我说吧。好呀，那我先走了，有时间一起出来喝奶茶呀，拜拜。楚寒心里酸的不行，都把人家拉黑了，还好意思谈微信联系。等另外2个女生都离开以后，我带着苏宁往小树林走去。这里凉快，就在这说吧，怕耽误你的时间。苏同学，我嘲讽的话又让他脸色一白。我想知道，那天真的是你救了我吗？苏宁开始紧张起来，这个答案似乎对他很重要。是我救了你，当时你倒在路边，我背着你去的是医院，缴费单我都还留着。真的是他救了我。苏宁悔恨值加40，心动值加20。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又能怎么样呢？我从未想过要将这件事告诉你，我想着只要默默的为你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就好了。除了那一次，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我将那些默默付出的事都替原主一一说了出来。暗恋是最傻的行为，是暗恋者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就算你付出的再多，对方不知道也是一场空。听完这些后，苏宁的愧疚快满溢出来。我这是恩将仇报，把对我这么好的人伤害的这么深吗？苏宁悔恨值加10，心动值加10。如果不是我的日记被念了出来，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生活吧。对于让你陷入舆论中心这件事，我感到很抱歉，对不起。但是我也庆幸，如果不是这件事，我还陷在这种自我感动中无法自拔。幸好我已经走出来了，今后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也不会再去打扰你的生活。苏宁慌乱了起来，他忍不住向前一步，抓住了我的衣袖，但眼中依然有着几分倔强。所以让你低头说一句道歉的话，就有那么难吗？对于苏宁来说，自然是很难。从小被万千宠爱的生活环境，让她这个高傲的大小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道歉。但是此刻她依然低下了她高傲的头颅。对不起，小超，之前是我太过分了，我不该对你说出那样的话，也不该动手打你，希望你接受我的道歉。你眼眶怎么红了？我没有，是今天风太大了。我微微俯下身，用手敲了敲他的额头。这么要强的性子，以后可怎么好呢？我温柔笑容，仿佛是融化他这块万年寒冰的水。苏宁心动值加10。所以苏同学，你到底是希望我离你越远越好呢，还是有别的想法？你说的别的想法是指什么？这不是要看你了吗？那我们从朋友做起可以吗？我还没有答应接受你的道歉呢。那你怎么才能接受我的道歉？我也不知道，毕竟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让我轻易原谅你，我的心又做不到。我知道了，让我好好想想吧，我会尽力弥补你的。恋爱白痴的苏大校花已经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我的圈套。好了，既然事情说清楚了，那就明天见吧。好。而我回到宿舍后，就开始处理池塘的鱼儿们发的信息。超哥哥，我今天在贴吧里刷到你了，原来你在学校里这么有名啊！哥哥，晚上出来喝奶茶嘛，我请你呀。你和苏宁是怎么回事啊？超哥哥，现在好多人议论你，要不要出来散散心？我先是回了一下乔西和夏秋芷的信息，
贴吧里很多造谣我的，小七不要相信那些话啊。不用了，阿芷，我怕王轩知道了你和我见面会生气。然后我果断答应了汪一新的邀请，明天下课后来教室外面等我。而我这么做无非是想刺激一下苏宁而已。这时候我重新通过好友申请的楚涵又发来了信息，什么时候有时间单独谈谈？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就这样结束。超哥哥，你是有男朋友的人，我们单独见面不合适，要么就带上你对象一起吧。我考虑一下。对不起，你知道的，文浩这个人喜欢吃醋，我怕他针对你。这个绿茶还想把之前那样对我的锅甩给高文浩。这时夏秋芷又回了信息，他不会生气的，如果生气了，那就是他不讲道理。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难道见面还要看别人脸色吗？呵呵，过去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王轩反而成了别人了，我呸！那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再说吧，这几天的约已经满了。言外之意，约我的人太多了，妹妹你得靠后。夏秋芷悔恨值加10，心动值加10。听到系统播报后，我开心的入睡了。第二天，我一走进教室，就再次吸引了班里同学的目光。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昨天我豪门一少的身份和3女争一男的八卦。我并没有过度在。下课后，直接来到辅导员办公室。伴走动。是的，老师。让你家长给我打电话。我花钱请了声优，模仿贵妇人的声音，冒充我妈妈，自然一切都很顺利。心动值现在给我积攒的资产已经有800万了，继续住宿舍有点不方便泡妹，买一套180万的房不过分吧？下午第一节课上课之前，我打开了买房 app， 在上面逛得认真。旁边的张武嫉妒的眼都红了。你看房子干嘛？买得起吗？就看。我买不起，我爸妈买得起。少装逼了，有这个实力，你以前至于过成那样吗？我直接给他一个白眼，懒得搭理他。张武冷哼一声，直接去贴吧里犯贱。他用一个匿名小号开始发帖，疯狂造谣我，说我装富二代、考试作弊等等。但很快就被更多喷他小人嘴脸的骂声淹没，使得张武眼都红了。小超是给你们钱了，还是给你们洗脑了？一个个像邪教一样这么替他说话。哎呦，男神没有给我们钱，但是我们就是喜欢他的脸。你很嫉妒吧？肯定是小超身边的人，不然不至于破防成这样。你女神是喜欢小超其中的一个，不然怎么这副嘴脸啊？我们没有替谁说话，是你毫无证据就上来泼脏水，作为路人我都看不下去了。张武一气之下把帖子删了，而我没让他等多久，很快就打了他的脸。英语课，我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直接震惊英语老师。素描课，我画的鸟栩栩如生，堪比教科书。中外美术史课，我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贴吧里之前黑我的那些人脸都被打肿。下午那个说小超作弊的小丑呢？出来道歉。英语口语也能用来牙作弊是吧？有人住到小超嗓子里替他读的课文是吧？素描课是有人在他体内装了机器操控他画出来的吧？美术史一定也是有人在他脑子里插入了芯片，才能让他这么了解历史吧？你怎么不说他是机器人或者仿生人呢？就离谱，删帖破防的你就像个智障，你知道吗？小超都懒得搭理这些小丑，人家淡定的很。让小超想想他有没有得罪谁，或者有没有人平时对他敌意就很大的。找个懂黑客技术的，直接找出他的 IP 地址就行。看到这里的张害怕，只能装死。之后便急匆匆的注销了小号。下课铃声打响，最后一节课结束。汪一星站在视传班的门外，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苏宁自然也看到，脸色一沉，把小超的微信推给我。哎呀，终于肯加了。我是找他有事，别瞎猜。哦，这样呀，好的呢，我知道了。我们宁宁绝对不是想和小超说话了。给不给？给，女神发话了，我哪能不给？另一边，我一走出教室，汪一星就立刻笑盈盈的凑了过来。我来的不算晚吧，哥哥？还好，你想请我去哪里喝奶茶？哥哥怎么只在乎奶茶啊？都不看看我吗？你想让我看你什么？看哪里？就看我啊！哥哥不觉得我漂亮吗？哥哥好高冷啊，可不可以多笑笑呀？我觉得你笑起来更帅。好。我俩很快就到了一个奶茶店。你平时喜欢喝什么奶茶呀？我都行，你看着点吧。那我给你点杯珍珠奶茶吧。峰哥，要2杯珍珠奶茶，大杯加冰。点完单以后，汪一星拉着我坐到了角落里。今天的穿衣打扮很特别。汪一星撑着下巴靠在桌上，眼睛开始朝着我放电。是我想穿给哥哥看的衣服。要不还是把外套穿一下吧。哥哥不敢看我啊。你的衣服领口有点低。反正只有你一个人看得到，这角落里又没有人。这不是我该看的。这小超还是个正人君子，哈哈，我更有兴趣了。他放下奶茶吸管，坐到了我身边。哥哥，帮我把奶茶打开。我将吸管插进杯口，递给他。好喝耶，哥哥不尝尝吗？说着就把吸管放到了我嘴里，气氛变得暧昧迷离起来。哥哥以前谈过几个女朋友？就一个。那是他把你培养的这么吸引人？汪一星媚眼如丝的看着我。你在别的男人面前也是这样主动吗？
当然不，那些男的怎么配？哥哥，我可是只对你一个人这么主动过。我觉得有感情的主动才是不廉价的。那你喜欢我吗？汪一心的眼神中写满了期待。谈这些为时过早了吧？我们才见过2次，你觉得这样的喜欢有意义吗？你希望我喜欢你的皮囊？喜欢皮囊不行吗？那不也是我的皮囊啊？那你喜欢的也只是我这张脸吧？一开始的确是，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帅还这么高冷的。现在呢？现在是你这个人，你和那些男人都不一样，皮囊下面有趣的灵魂更让人心动。我笑了笑，拉起女孩。去哪呀，哥哥？看在你这么诚实的份上，送你一个小礼物。什么呀？什么礼物？我们打车来到淮海最大的商场，汪一心被惊呆了。这是 K11，哥哥要带我去这里面买礼物。走吧，进去看看。难道他真的像传言说的那样是个超级富二代？哥哥打算给我买什么？你今天的唇色我很喜欢，就买口红吧，你选一支喜欢的吧。我自己选啊，选多贵的都行。前面就是口红柜台，去挑吧。汪一心眼前一亮，前面的柜台全都是女人梦寐以求的口红品牌。汪一心只有一支前任送她的香奈儿口红，她都不舍得用，现在她有点想要一支一样的。哥哥你看，我觉得这个牌子的口红挺不错的，要不然我们去看看这个。我大步走向香奈儿的柜台。你好，我们想看看口红。香奈儿的柜姐看了看我们年轻的脸和穿着打扮，皱了皱眉。你喜欢什么色号的？看看吧。汪一心拿出自己的那支香奈儿递给柜姐。你好，我想要这个色号的，还有吗？女人看了一眼，立刻就刻薄地笑了起来。看打扮，你们应该还是大学生吧？是的，姐姐。同学，你手里拿的好像是只假货，确定色号是真实的吗？什么假货？这不可能啊！汪一心尴尬地看着手中的那只口，怎么也不敢相信。你这上面顶部图案收边不流畅无层次，我们正品的图案收边是流畅有层次的。正品扣紧时内层不突出，假货扣紧时内层突出。妹妹啊，你这绝对是假货，还是最次的那一种。听着柜姐略带嘲讽的语气，汪一心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该死的吴尽，居然敢送假货给我，让我在小超面前这么丢脸！你等着。你朋友送的？我也没想到他会给我送假货，他还是个富二代呢。现在的富二代是真是假可不好说呢。学生还是别来这种地方了，不是你们消费的地方。你这是什么意思？觉得我们买不起？正品可比假货贵啊，同学。你一个月生活费才多少？留着吃饭吧。这个柜姐简直把势利2个字写在了脸上。有多贵？比你站在这1个月贵吗？我这话损的柜姐脸上有点挂不住。要不然你们出去左转，那边有几家平价美妆店比较适合你们。我们是高端品牌，不适合你们。香奈儿是高端货，但你不是哦。服务员阿姨，被你接待了以后，香奈儿好像也变得廉价了。算了，我们还是去隔壁的 CL 买吧。人气的鼻子都歪了。服务员？你敢骂我是服务员？笑死人了！就你们俩这用假货的穷酸样，还想买 CL？别搞笑了。汪一心想骂他，被我拦住。我没多说废话，直接带着他来到 CL 的柜台。先生小姐晚上好，欢迎光临 CL， 请问想挑选什么类型的商品？这个柜姐很明显情商高了，不是一个档次。我们只看看不买可以吗？她怕我买不起，又不想马上离开，让旁边香奈儿的柜姐看不起。可以的，小姐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色号呢？我可以为你推荐。汪一心试了几个色号，有一个她很喜欢，但是很贵，没有奢望我给她买。喜欢这个颜色吗？我们去其他柜台找个平替吧，CL 挺贵的。就买这支了，刷卡支付。好的，先生。哥哥，这个牌子的口红很贵的，1800哎。难道你不想气一气隔壁的女人吗？想是想，但是1000多的口红，我用起来都觉得像是在涂金子。放心吧，这点钱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说不定里面还都是你自己好感度贡献的呢。以后交朋友擦亮眼睛吧，送假货的人可不值得你交。其实是我前任送的，他也是个富二代，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抠门。那只能说还好你分手了，这种人是不是真的富二代难说。是啊，估计不少女生都被他骗了，这种人渣，我明天就把那支假的口红都到他脸上。客人，您的口红已经打包好了，里面有赠送的小样和试用装，祝您生活愉快。谢谢姐姐，那我们走了。不客气的，很高兴为您服务。我带着汪一心路过香奈儿的柜台。尴尬，我涂 CL 好看吗？好看，比一些廉价货漂亮多了。之前嘲讽我们的女人气得脸色涨红，却又说不出难听的话来。要看看我们这里的新口红吗？其实颜色也好看的，适合这位小姐。看到我们这么有钱，这柜员瞬间变了脸。不用了，太廉价的东西我们星星不用。走了星星，别沾上晦气。阿姨应该年纪不大吧？怎么脸上皱纹这么多？是不是香奈儿的护肤品不行啊？不如去隔壁买点护肤品吧。啊，差点忘了阿姨的工资可能买不起。Sorry。刺激完那个目中无人的柜姐以后，汪一心心情大好的和我一起出了商场。哥哥，晚上我请你吃饭吧，让你破费了真不好意思。不用了，我晚上还有事，
下次吧。哥哥要去干嘛？不会是见别的漂亮妹妹吧？汪一心有点不舍，和房产销售约好了看房子，你自己看记录。紫金湾，你要买房？约定时间快到了，我就不送你回家了。好，那哥哥再见。汪一心踮起脚，对着我的侧脸，献上一个香吻。既然涂了我送的口红，你可就不能给别人亲了，不然哥哥会不高兴的。我开玩笑道。好的。在这场暧昧的拉扯中，我成功拿捏了这个小绿茶。好了，好感度收获满满，去买房。当拜金前女友得知我要买房，悔得肠子都要青了，急着约了富二代男友要上门给我打脸。西餐厅里，楚涵和高文浩边吃着牛排边聊天。浩哥哥，你有没有听说关于小超的事啊？听说汪一心请他喝了杯奶茶，他就给他买了萝卜丁。怎么，你也被这小子迷惑了？觉得他是个有钱的公子哥，后悔跟我在一起了？当然不是啊，我只是很好奇而已。要不然我们去看看热闹吧。如果他是假的，我们也好戳穿他。去哪看热闹？紫金湾呀，不是说他要在那里买房吗？我们就看看他到底拿不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如果拿不出，不就是装出来的有钱吗？好啊，那就一起去看看。刚好我在那里有认识的熟人。高文浩和楚涵来到紫金湾，一位漂亮的女销售正在给我介绍楼盘。所以您比较喜欢有落地窗的是吗？楼层不用太高。那我比较推荐您买这一套。高文浩和楚涵径直走了过来。哟，好巧，这不是小超吗？你也来看房子？不太巧，看不出我正在忙吗？忙什么？忙着装杯。文浩，别这样说话。超哥哥是要买房子吗？文浩家是做房地产的，可以给你一点推荐呀。不用，我已经看好了，不劳烦你们。高文浩看了看我选好的户型。你要买这里的房？你一个孤儿有那么多钱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家是做房地产的，不是做检察官的吧？我就是不希望那么多人被你蒙骗而已。不是你自己嫉妒我？我会嫉妒你？你别搞笑了吧。实际上他嫉妒的都要发狂了，谁不想成为全校男神，被万千美女追捧呢？说实在的，兄弟，你要是实在闲得无聊，就去把学校后山的地离了，我真的没空搭理你。你，呵呵，我现在就在贴吧里开直播，我倒要看看这房子，你今天买不买得下来？高文浩恶狠狠地盯着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了贴吧直播。没多久就有人点了进来。今天呢，我来紫金湾看房，你们说巧不巧？我刚好就碰到了我们学校赫赫有名的白衬衫男神小超，他说他也要买房，我这不就给大家开直播看看热闹吗？你知道你这样做是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吗？别这么小气啊！怎么，学校里的妹子拍你就乐意，被男的拍就不乐意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有瓜吃？这标题就是想搞事啊！不是说小超好像是豪门少爷吗？为什么说他装杯？就是为了戳破他的真面目吧？那么多妹子把他吹到天上去，总得让我们看看实力吧？人家有什么义务告诉你们？又不是他自己说的，他什么话都没说过吧？宣传成这样，他也不出来辟谣，不就是故意的喽？有毒吧你们！还没开播多久，弹幕就吵了起来。既然你也是来买房的，那不如今天我们一人买一套吧，谁不买谁是狗。我只是说我来看看，又没说我要买。看来高少家里没什么实力啊，连我一个孤儿都比不过。你买就买，不过的你先买，你买了我就买。他笃定我没有钱买，这样丢脸的只会是我一人。我点点头，二话不说，直接掏出自己的卡给销售。就要刚才说的那套，刷卡就好。好的先生，我这就去准备购房合同。麻烦了。高文浩看到以后顿感不妙，这卡是你自己的吗？不会是贷款吧？还是报富婆来的？毕竟你这张脸确实很讨女人喜欢。我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卡，一句话都不想和他说。装什么装？待会卡里没钱就丢脸了。不一会儿，销售就拿了合同出来。先生，您先看看合同，哪里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好，谢谢。我麻利的签了字，并且刷卡付款，一气呵成。发票上面赫然写着消费金额183万元。楚涵悔恨值加40，心动值加20。一旁的楚涵早已傻了眼，他后悔，悔得肠子都青了。那可是180万的房子啊！小超说买就买，要不是自己执意要分手，跟高文浩在一起，今天这房子说不定就是买给他的了。先生，这是您的发票，后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随时沟通。这是房子的钥匙，请您收好。谢谢。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美女，你先等等。先生还有什么事吗？我的这位同学也要买房子，你给他也介绍介绍吧。现在轮到你了，高文浩，不知道你准备了多少钱来买房呢？来紫金湾的话，最少是带了100万来的吧？我3句话直接给高文浩干崩溃了。100万？他从哪拿出100万？超过1万他都得跟他妈妈写申请。我今天只是来看看而已。笑死，怂了吧？拿不出那么多钱还装什么啊？我看这直播标题改成你自己比较合适。逼着小超买了房子，自己却不买，人是否？谁不买谁是狗。今天我就住在这里了。高文浩，你不买我就看不起你了。他都快吓死了吧？那可是100万啊，谁能随随便便掏出100万来？高文浩不是富二代吗？
富二代不代表家里的钱随便他花啊。看着全是嘲讽他自己的弹幕，他有种搬石头砸脚、进退两难的感觉。我打个电话取钱，楚涵，把你手机给我一下。高文浩把直播的手机交给了楚涵，自己则是去了角落里打电话。妈，是我想买个房子。你有病，你才大二买什么房子？再说你爸不是给你买了一套吗？我不要他买的，我就想自己买一套。你有钱你就自己买，别找我，我没钱给你。妈，别这么小气。我同学听到消息说这里的房子会涨，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我们提前买了就等于是做投资啊。哪里的？紫金湾。行，我这几天让秘书看一下再说。挂了，正忙呢。哎，别，妈，别等了，就今天买吧。你这么着急到底是要做什么？不说实话，我现在就挂了。我和同学打了个赌，输了就要买一套紫金湾的房。高母直接被气笑了。打赌输了买一套房，我看你真是被家里惯坏了，迟早被你气出高血压来。我现在没空理你，挂了。喂，妈，别挂啊！高文浩气得想砸手机，眼看着要不到钱，他现在是骑虎难下。我妈说她现在在忙，没时间给我打钱，但是房子还是会买的。我扑哧笑出声来。你笑什么？我说了会买就是会买。都多大年纪了，还一口一个我妈，实在不行我借钱给你买。高文浩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光天化日之下扇了一巴掌。看着弹幕已经把他俩死得体无完肤。此时的楚涵也确实觉得丢脸，他把手机塞给高文浩，气冲冲的走了。用不着，再说了，谁知道你的钱怎么来的？你一个大学生，父母也不可能给你这么多零花钱吧？怎么说不过我就造谣？你这副嘴脸真是丑陋的令人发笑。楚涵跟你在一起，估计也没捞到什么好。时间不早了，我没工夫和你耗下去，先走了。看着我离去的背影，高文浩死死捏住了拳头。今日之辱，今后我一定会报。从紫金湾出来以后，我想起了夏秋芷，吊着他一整天了。夏秋芷的消息发了一条又一条，我就是没有说话。他从未有这样狼狈的时候，从前都是我发消息逗他开心，为他做这做那的。如今风水轮流转，他也有今天了。坐在回快餐店的出租车上，我云淡风轻的回了一句：知道了，到时候叫我就好。消息一发过去，夏秋芷就是秒回：一定要对我这么冷淡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很疼我的，超哥哥，我们不要这样下去好不好？我们两个最好还是保持距离吧，我怕王轩生气，到时候弄得你们吵架，倒是我的不是了。你都知道了。看到他朋友圈了，因为我吵架没必要，你们俩好好的吧，我是真心祝福你们，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不就是上茶艺吗？搞得好像谁不会似的。他有什么资格生气啊？我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他要是生气就是他的问题。一个男的那么不大度，这样两个人在一起也走不了多远。这女人双标的程度惊掉了我的眼睛。那你有时间把他约出来，我们三个好好谈一谈。其实我心里还是把他当兄弟的，夹在你们中间我也很为难。好，那周末我们看完院长就一起吃个饭。好，你先和他约好吧，只怕他未必乐意和我一起吃饭。如果他觉得勉强的话，就算了。我这句话就是故意给王轩埋下隐患，只要王轩有一点不高兴的迹象，夏秋芷就会对他不管。夏秋芷立马给王轩打过去电话。周末我和超哥哥先一起去孤儿院看看院长，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吃个饭吧。煞费苦心，好不容易用茶艺一点点迷恋了这对青梅竹马，但是好像最近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这让王轩很不爽。一起吃饭是你的意思还是小超的意思？是超哥哥的意思呀，他不想破坏我和你之间的感情，所以说想和你谈谈。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有他的存在，我们俩之间就永远有一道裂缝？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想？超哥哥说了，他一直都是祝福我们的呀，从我们在一起开始，他就一直对你很好，你为什么总是要去把他想得那么坏呢？他对我好还不是因为你吗？他对你的喜欢有多深你不知道吗？一直留着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我一个还不够，就是需要小超时不时的对你嘘寒问暖是吧？你就那么缺男人？听到王轩这话，夏秋芷先是愣了愣，随即便红了眼眶，眼泪一颗一颗砸了下来。从和你在一起开始，我身边除了小超就没有其他异性朋友了，你是希望我为了你丢弃所有朋友吗？谁都可以，就是小超不行。他是我10多年的朋友，在我最艰难的那段时光里，都是他陪着我一起走过的。你看，你总是有很多理由，反正就是不愿意和他疏远。我不想再听你们之间有多少故事了。我对他的态度已经很坏了，你到底为什么还是那么介意他的存在？王轩是苦不能言，随即放缓了语气。算了，吃饭就吃饭吧，是该跟他好好谈谈了。那你到时候不要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超哥哥本来就……够了，我去见他就已经是低头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凶啊？你以前都不这样的。是你说的话太过分了，完全没有考虑到我这个做男朋友的心情。过分！夏秋芷不解，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过去对他的百依百顺和王轩的气急败坏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他迷茫。算了，我不想和你吵，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丢下这句话，王轩就挂断了电话。
夏秋芷呆呆地看着夜空，忽然想起从前和我一起在孤儿院看星星的时候。超哥哥，你许的什么愿望啊？我希望阿芷公主永远开心。回忆忽然涌现，夏秋芷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如今她终于尝到了后悔的滋味。夏秋芷悔恨值加30，心动值加20。正在回微信消息的我挑了挑眉，看样子是和王轩吵架了呀，不然怎么好端端的增加悔恨值了呢？我讽刺的笑了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同学，目的地到了，醒醒！好的，谢谢师傅。我下了车，看着店里模模糊糊的女人身影，还在忙碌着，感觉真让人心疼。欢迎光，小超。尤曼停下手里的活，眼中迸发出惊喜之色。曼姐，我来帮你擦吧。不用不用，你坐着就好，我都擦的差不多了。你先坐一下，我去洗个手，给你倒杯水。这么晚出来，你们学校不查寝吗？没事，我办走读了。之前你不是想办，老师没同意吗？曼姐，其实有一件事我要向你坦白。听到坦白2个字，她忍不住紧张起来。你说。其实我找到父母了，还继承了一笔巨额家产。你确定吗？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这种事情还是要谨慎一点好。放心吧，曼姐，是真的。能办走读也是我妈妈给班主任打了电话。我是看着你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你一个人那么辛苦，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姐姐真为你高兴，以后我们小超就不是孤身一人了，也是有爸爸妈妈疼的孩子了。对于尤曼而言，我继承了多少家产都不那么重要，她是高兴我有了父母。曼姐，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高兴的，所以这件事我只和你一个人说了。的确是，你一个学生有了太多钱还是危险，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曼姐，我给你开家店吧。给我。我觉得你可以把店开到市中心去，开在这里人流量没有那么好，有些可惜了。小超，我知道你想对我好，但是我不是那块料子，就开着这家小店就挺好的。尤曼并不想让我给她花太多钱。曼姐，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那些钱对我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如果你担心自己管理不过来的话，我给你多招几个人吧，你只要偶尔有时间去店里看看就可以了。我不想以后每次回来都看到你累得直不起腰的样子，我会心疼。尤曼见我这样为她考虑，心中十分感动。尤曼心动值加2。系统，曼姐的心动值多少了？92了，也许她会成为第一个满值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人100%的心动值会是什么样的。尤曼看你的样子就是……我看过去，被爱意包围的曼姐果然更明艳动人了。小超，你让我明白了一句话。什么话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就是这样的人。曼姐觉得你以后一定是有大出息的人。不管我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曼姐都是曼姐，我也只是我。有些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因为早已经刻在了心底。有时候缘分就是如此妙不可言。夏秋只用他的坏脾气将原主推得越来越远，而他却遇上了对他伸出援手的伙伴。半晌过后，尝尝，这是我家乡很有名的阳春面。我尝了尝，赞不绝口。好吃，曼姐真厉害，顶级厨娘非你莫属。我边吃饭边和尤曼聊着天，不知不觉时间就到10点了。怎么这么快就10点了？感觉才和你待了没多久。你明天还要上学，早点睡觉吧。今天就聊到这里。你待会儿还是要回那边吗？曼姐让我去哪我就去哪。尤曼听到这话显得很紧张，脸涨得通红，不停地摆弄衣服的下摆。你别让我说呀，你自己想去哪就去哪，我不会说什么的。哎呀，我有点困了，也不是很想再走路，要不然曼姐发善心收留我一晚。3带1，大你要不起。王炸。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神采奕奕，而此时宛如一汪春水的尤曼却垂下眼，神情黯淡地看着我。小超，有些话我还是想和你说明白。你说吧。虽然我们已经这样了，但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吗？我喜不喜欢你，小超难道看不出来吗？尤曼苦涩地笑了笑。既然喜欢我，那为什么说不想和我在一起呢？我们之间差距太大，年龄、背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是配不上你的。可是我不这么想。我知道的，你还年轻，现在想不明白很正常。在尤曼的心里，如此优秀的小超，以后肯定是会遇到更好的女孩子，而他不应该耽误。但是曼姐，小超，不用再说了，关于这个话题，你现在很难想明白的。如果你大学毕业了还是坚持现在的想法，那我再考虑。我想了想，理解了他。那好，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第一个想起的人还是我。当然，好了，快点出门吧，不然你上学真的要迟到了。我们2人一起出门，吃了早餐后才分别。这时系统提示才响起，小超宿主尤曼的心动值已经满100了。我愣了愣，没想到居然这么快。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眼，的确是。由于宿主已经成功攻略一位女神，系统奖励1份大礼包，是否打开大礼包？是。
恭喜宿主获得技能1级医术。具体是什么技能啊？系统你解释一下。根据系统的解释，医术顾名思义就是治病救人，但是由于现在只有1级，所以只能治疗一些比较简单的小病，且治疗时间和次数有限。后面随着等级的提高，医术也会越来越厉害。最厉害的医术等级可以达到把将死之人从鬼门关拉回。我倒吸一口凉气，这妥妥的逆天金手指啊！那要怎么才能升级？清新人数每上升1位，等级便增加1级。看来这个清新人数还挺重要的，抽出来的礼包也都是很有用的技能。想着想着，我踩着点来到了教室，一坐到座位上，我就发现课桌上放着一杯豆浆和几个包子。这是哪来的好心的田螺姑娘啊？一大早的给我送早餐还不留名。我看向苏宁所在的方向。果然，女孩正悄悄在观察我的反应。苏宁有心想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过错，这可是城西一家老字号的蟹黄包，要排4、5个小时的队，而且4个就要138元。我笑了笑，给苏宁发去了一条信息：谢谢了，包子很好吃。少女一如既往的傲娇，没有承认这些是自己做的，但却每天坚持这种奇怪的道歉方式。好吧，有点像原主过去暗恋她时做的一样。不能装杯和泡妹的日子飞快而过。周五最后一节课结束，我刚踏出教室，迎面就看到楚涵就从楼梯口红着眼朝我冲了过来。小超，求你帮帮我，只要你能帮我了。楚涵哭得梨花带雨，看得出来，这不是他平时演戏那种楚楚可怜的假哭，是真实的情绪。有什么事好好说，算了，先出去吧，别在学校里拉拉扯扯的。楚涵抹了抹眼泪，跟在我身后一起走出了校门。我带着楚涵在一个小吃摊面前停下。老板，要2份鸡蛋灌饼。好嘞，一共18。同学，我付了钱，接过老板递来的鸡蛋灌饼，拿着。超哥哥，我不饿。楚涵哪还有什么心思吃饭？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吧。楚涵看着狼狈至极，但仍然咬牙说了出来。我知道我这样求你是很不要脸，但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妈妈今天在厂里晕倒了，送到医院发现得了肺癌，要准备10万左右的费用用于后续的手术和治疗。楚涵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让他突然拿出10万，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没有去找高文浩吗？去了，他没有答应帮我。楚涵有点难以启齿，回想起高文浩的一番话。你怎么不去找你的超哥哥呢？他可是一口气买下了一套180万的房子，这点小钱不会没有吧？他的冷血让楚涵对这个富二代彻底死了心。他这时候才明白，和有钱人恋爱并不能改变他的阶级，只能让自己活得更卑微。在哪家医院？听到我丝毫没有犹豫的话，楚涵心中的懊悔和自责快要将他淹没了。楚涵悔恨值加20，心动值加20。再瞬移。我在路边拦下一辆车，两人一起去往市。在车上，我再次把那个鸡蛋灌饼递给他，吃吧，不然待会你妈妈看到你这虚弱的样子又要担心。获得原主记忆的我，清晰的记得楚涵的母亲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一直以为我和楚涵是朋友，给她送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带一份。单凭这份善意，我也无法袖手旁观，更何况还要得到楚涵的悔恨值。对不起，我以前不该那样对你。这句抱歉是真心实意的，可惜原主已经听不到了。这是你最爱吃的一家鸡蛋灌饼，我以为带你吃了这个你会心情好点。楚涵悔恨值加10。楚涵再次泪崩，他只是知道有一家鸡蛋灌饼很好吃，每次小超都给他买，没想到就是刚才那家。擦擦吧，我会帮你的，别哭了。楚涵握着我的手，就那样死死的握着，随后想起了以前对原主的种种，忍不住扇了自己一巴掌。你这是做什么？我对不起你，我以前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不该那样对你。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你毕竟是我的初恋，我不会对你妈妈见死不救，你不用这样。超哥哥，我知道错了，求你跟我和好吧，我现在才知道谁是值得我爱的人，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楚涵，我们已经不可能了。我的这句话宛如刀子刺进了楚涵的心中，在他爱上我的时候，少年早已不在原地等他，他颤抖着睫毛，泪珠大颗大颗的砸在我手上。再给我一次机会，一次好吗？我真的已经悔改了。有些东西是无法挽回的，希望你能明白，破镜无法重圆。楚涵凄惨的松开了我的手，抱头痛哭起来，可是我却没有再安慰他。车子缓缓在医院门口停下。到了，下车吧，别哭了，你想让你妈妈看到你这个样子吗？楚涵愣了愣，这才擦干眼泪，深吸几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现在妈妈还在病床上等着我，等解决了这一切，我再去挽回超哥哥。病床上躺着的女人瘦弱苍白，听见脚步声，她抬头看去。妈，我来了。没事，别哭，别哭。妈，你别担心，医生说只要做手术，好好接受化疗是能好得了的。楚云苦涩的笑，家里哪来的钱治病呢？这位是帅气的我，仿佛贵公子，让他恍惚了一下。妈，这是小超啊，你还请他吃过饭呢。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着实让楚云吃了一惊。小超变化大到阿姨没有认出来，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的，阿姨。妈，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已经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了。谁？就是小超啊。钱的事不用担心，我和韩寒是好朋友，这个钱我可以借给你们。你家人知道吗？孩子，这可是笔大钱啊。知道的，您放心吧。楚云感动的不知如何是好，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钱我会打到你的卡里，晚上还有事，我先走了。快去送送人家。楚寒把我送到医院大门口打车。真的很谢谢你，小超，这个钱我会努力还给你的，连同以前亏欠你的那些。你才大二，不用急，毕业挣钱了再说吧，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明明我对你那么坏，你为什么还帮我？也许是你妈妈做的饭菜很好吃，让我曾经感受过温暖。是啊，原来小超比自己更可怜，自己虽然是单亲家庭，但好在从小还有妈妈关爱，而我却那样对他。我知道你现在无法原谅我，但是我会努力改变自己的，直到你愿意再给我机会。你的改变应该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我。难道经过这次事情以后，你还没有明白吗？靠别人是靠不住的。楚寒愣了愣，目光变得从容坚定起来。你说的对，我的改变应该先是为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你改变了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我，他今后的路将会是多么的灰暗。车子来了，有事再打我电话吧。谢谢你，超哥哥。我点点头，上车离开了医院。宿主，楚寒的悔恨值已经满了，你获得了一个稀有奖励。稀有奖励，我兴奋起来，好像游戏通关了一个 boss 等待奖励的那种兴奋。是的，宿主，3个任务人物，每完成一个就会有一个稀有奖励给到宿主。打开看看是什么。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文娱之光。文娱之光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你能一眼看出哪些电影、电视剧、剧本和小说会爆火，只要是和文娱沾边的都可以。还有这种技能，那我要是开个公司专门投资这些电影和电视剧什么的，那岂不是一辈子衣食无忧了？按道理来说，是的。我再次打开面板确认，居然真的有。那我注册个公司，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再指着心动支给的财富了，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指日可待？回到紫金湾的新家，走到楼下没多久，我看到乔西发来的消息。乔西一直都很关注我的动态。是啊，要不要来我的新家玩？我记得你家离我这里不远吧？乔西有些高兴的睁大眼，超哥哥居然邀请他去新家。好呀，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超哥哥。我现在刚好出来买点东西，我去你小区楼下等你吧。好呀，我这就出来。乔西选好了衣服，正要出门，客厅却响起一个中年男人严肃的声音：这么晚了去哪？作为豪门幼女的乔西几乎没有自由，处处都要被古板的父亲和哥哥姐姐管束。我有个朋友今天搬了新家，邀请我去玩。二姐乔宇挑了挑眉，有些嘲讽的说道：你还有朋友？你哪来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乔西眼神暗淡下来，好像在姐姐的眼里，自己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人愿意跟她做朋友了。是最近新交的朋友，姐姐，下次我介绍他给你认识。大哥乔岩是懒得和乔西说话的，作为唯一继承人的他，完全无视了这个病秧子小妹。西西啊，你别是大半夜的和男人出去鬼混吧？姐姐，我只是去一个朋友家里而已。乔正国一听到男人2个字，眼神立马就犀利起来了。男的还是女的？是男生，大爸。你才多大？怎么能大晚上的一个人出去见男人？我们只是朋友，大爸，他不是那种人。乔瑜勾了勾唇，目的达到了，玩心机手段，乔西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小西，爸爸也是为你好。这人就是奔着咱家钱来的，目的不单纯，你就别出去了。乔西张了张口想继续解释，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是那个男的打电话来了吧？手机给我。乔西有些抗拒的后退一步，依旧被乔瑜一把抢过了手机。小西，我到你小区门口了，但是一直没有等到你的消息，是有什么事耽搁了吗？他不会出去了，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妹妹。妹妹，看来是乔西的姐姐，是小西的姐姐吗？我想你误会了，我误会什么？你大晚上的约我妹妹，不是不安好心吗？乔西听不下去了。为什么你们总是要这样？为什么我连一个朋友都不能有？为什么你们总是要肆意操控我的人生？为什么？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是不被喜欢的存在，他已经忍受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她是为了你好。赶走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就是对我好吗？这不是好，不是。小西，姐姐对你太失望了，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这样想我，看来你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意。乔家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你从小到大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的同学有你过得那么好吗？你居然还不知足，觉得是我们操控你。你今天要是有本事走出这个门，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乔西用失望的眼神看着他，抢过手机，冲出了家门。逆女，爸，别生气，我待会就去把他找回来。找什么？他自己不要这个家，不要我这个父亲，让他死在外面好了。小西，你还好吗？
没想到乔西的家庭居然这么窒息，光是听一听都忍不住心疼他了。超哥哥，你回去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想见你，不想让你一个人难过。不管怎么样，你先出来吧。好。乔西擦了擦眼泪，鼓起勇气走出小区，看着路灯下我高大的身影，乔西再也忍不住扑入我的怀里痛哭。没关系，想哭就哭吧，有我在呢。过了一会儿，他稍稍止住哭泣。对不起，超哥哥，又在你面前情绪失控了。没关系，如果不介意的话，今晚就到我家去将就一晚吧。乔西知道自己今晚是回不去了，他又没什么朋友，总不能去睡大马路吧？谢谢你，超哥哥。没事，本来也是要邀请你去我家的。走吧，我们先去买点洗漱用品，再晚超市就要关门了。好。我和乔西在超市挑选了些生活必需品。超哥哥，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的呀？今天太忙了，没顾得上吃饭。那待会儿我们再买点厨具回去，我给你做饭吃。小西还会做饭？会呀，而且味道还不错哦，待会你就知道了。乔西对自己的厨艺还是很自信的。前面就是床品区，我们先把床单买了吧。我笑了笑，故意逗他。小西，忘了告诉你，我家只有一张床，今晚睡觉要怎么安排？我和乔西在超市买完床品，又选了一些要吃的菜和零食。乔西抢着付了钱。从超市出来后，我俩一起打车回家。小西，为什么要抢着买单？其实我有钱的。我知道呀，但是本来如果没有发生那些糟心事，我也是打算买了礼物去祝贺你搬新家的。我愣了愣，他才大一，就已经懂得这些人情世故了吗？而且呀，超哥哥还好心收留了我一晚呢，不然我去住酒店也要花不少钱，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不知道身为富家小姐的她到底吃了多少苦，才大一的她懂事的让人心疼。那你一个月零花钱多少啊？钱还够不够花？我的钱很多的，我妈妈去世前的遗产都留给了我，你不用担心。原来乔西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你可要小心，以后这个消息不要透露给别人，怕你被坏人盯上。别的人我都不说，只告诉了超哥哥一个人。连你爸爸和姐姐都不知道吗？是的，他们都不知道。豪门是非多啊，幸好我只是个孤儿。我俩费事的把一堆东西搬回家。好了，快进来吧，先休息一会儿再说。真累啊，这一天。超哥哥，这是妈妈去世以后我最开心的一天。上一次那么开心，好像也是因为认识了你。乔西柔柔的望着我，眼中好像盛着温柔的星光。以后还会有很多开心的日子，这只是开始而已。但超哥哥说的一定是对的，我会越来越开心的。说完，乔西便起身拿着菜走向厨房。我先去厨房做饭啦，你要是饿了就先吃点零食填填肚子哦。好，辛苦小西了。不辛苦，给你做饭我也开心。乔西小声的哼着歌，在厨房里忙碌的，明明是第一次来，却能真正感受到家的温暖。不一会儿，饭菜的香味就传了出来。超哥哥，饭做好了，快来吃吧。我和乔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餐时光。没想到小西的手艺不亚于饭店顶级大厨呢，太好吃了。哪里有，超哥哥你爱吃就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去洗澡。看到整齐干净的房间，我不禁感叹乔西的贤惠。洗完澡以后，我才想起一件事，乔西似乎没有带衣服出来。我一边擦头发，一边走到客厅。小西，待会你洗完澡穿我的衬衫可以吗？在超市的时候忘记提醒你买睡衣了。乔西直接看呆了，这也太帅了吧！此刻电视里偶像剧的男星反而让他觉得索然无味。当然，如果你介意的话，我就……不，我不介意，不介意。他怎么会介意呢？那可是超哥哥的衣服啊！那好，我去把衣服拿给你。拿着我的衬衫，乔西红透了脸，好像迷妹拿到了偶像的幸运。这就是白衬衫男神的白衬衫，等下就要穿在我身上了。而此时我没有看电视，而是在手机上准备招聘的事。我在招聘软件上发布了一条招聘通知，首先要招一个总裁助理，工资可以高，但是能力必须很强。我直接开出每月5万到10万的高薪，能力强可以再议论。没过多久，我邮箱就收到了不少人投递的简历。这些人都不睡觉的吗？都这个点了还刷招聘软件？我又哪里知道，我写的这些待遇对于苦命的打工人来说简直就是神仙哦。而大洋彼岸的另一边，江若兰抿了抿手中的咖啡，看向电脑。应聘群里一则消息引起了她的注意。姐妹们，看，最新的招聘，快投简历。假的吧，一看就是骗子啊！真有这样的老板，我去吃翔。不像是真的，这么好的条件不需要线上招聘吧？去大学里招人，那些大学生都扑上去了。让 Catherine 去吧，这种去应聘的绝对都是佼佼者，我没有这个自信能被选上。Catherine 姐快出来，要不要一起投简历呀？我感觉这要求也就你能达到了。我看看。大家口中的 Catherine 就是江若兰，她今年28岁，毕业于国外顶尖大学之一，金融专业研究生。她曾经在国外年薪100万，但是为了陪父母，果断选择了辞职回国。江若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自己的简历投了过去。
如果到时候薪资还能再谈一谈，这些招聘内容属实，那他就可以回国了。我翻开邮箱投过来的简历一看，嚯，好家伙 ，A 大的、S 大的、博士、硕士、海归，全都是高学历，只是一个总助的工作而已，这也太卷了吧！这些人卷学历也就算了，怎么连颜值也这么卷？当江若兰的简历出现时，我眼前一亮。虽然没有照片，不知道性别，但是专业学历都太符合我的想象了。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才？完美啊！我将觉得不错的几个人的简历收藏了起来，明天再一个个打电话邀请他们面试。毕竟职位也不止总助一。等我处理完这些以后，已经很晚了。乔西刚好洗完澡走了出来，少女穿着我的衬衫，红着脸站在了我面前。她有些不好意思的将衬衫往下扯了扯，却还是遮不住那片白皙的大腿。我眼神幽深起来。乔西和尤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美丽，一种是成熟女人的韵味，一种是青涩少女的纯情。超哥哥，这件衣服好像不太合身，穿着睡觉是没问题的吧？你放心，我待会睡沙发。乔西脸色涨红，感觉现在气氛十分暧昧，她心砰砰跳着，浑身也发烫起来。那我先去睡觉啦，晚安，超哥哥。她转身想走，我却发现她背后好像渗出了一片鲜红，有点像是血迹。等一下，你背后那是什么？我出声喊住她。我背后怎么了嘛？好像有血，出血了吗？是乔西刚才被二姐乔瑜推倒受的伤，刚才明明洗澡的时候已经尽力避开了，但还是出血了。我直接起身将她拉到沙发上坐下。你受伤了怎么不跟我说？我感觉忍忍就好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受了伤应该告诉我的，怎么能忍着？你一个小女孩，这得多疼啊！都出血了。我怕你嫌我麻烦，是个病秧子。小西，我救下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身体不好的事了。如果我有这样的想法，那一开始我就不会和你做朋友了，不是吗？我知道超哥哥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我就是很害怕。别想那么多，我给你涂药吧，你到房间来，上了药就乖乖睡觉。他趴在床上解开衣服，露出白皙的后背，我轻柔的给他擦着药，这让他羞得耳根都红了。好了，这衣服我就不给你系起来了，不然伤口又裂开了。多谢超哥哥。今晚你就侧着睡吧，躺着伤口会疼，趴着又怕压到。嗨嗨，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我知道，待会我就侧着睡。好，那我先出去了，你好好休息，明天见，晚安。等等，怎么了？乔西飞快地捡起掉落的衬衣，拢住身体，而我则马上背过身去。对不起，超哥哥，我本来只是想叫住你。我知道，你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乔西松了一口气，可是刚才两人对视的场景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心动值一下就暴涨到了67。这一夜注定无眠，而我却在沙发上一夜好眠。第二天就是我和夏秋芷约好的去孤儿院的日子。我起了一个大早，给乔西发了留言信息，就匆匆出门。快到星星孤儿院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了等在小路口的夏秋芷。我在小路下了车，朝着夏秋芷走去。超哥哥，他开心的朝着我跑了过来。饿不饿呀？要不先去吃个早餐？一看就知道你还没有吃早餐。没吃，一起去吧。夏秋芷再也没有在我脸上看到过曾经的爱慕和温柔，如今的我浑身都散发着冷淡的气息。超哥哥，从前是我做错了，我会努力改的。知道了，走吧。夏秋芷拼命的为自己打气。那去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店，好久没有和你一起吃了。我俩一起走在这条小时候不知道走了多少遍的小路。超哥哥，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捉迷藏，你还记得吗？而且超哥哥那时候就升得很高了，下雨时还会背着我，生怕弄脏了我的白裙子。原来你还记得，我以为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夏秋芷悔恨直加10，我一句话就让夏秋芷的愧疚再次加深了。其实她一点也没忘，如果不是原主天天背着她走过这条泥泞的路，她不可能这么光鲜亮丽。如果不是原主省吃俭用给她买漂亮的裙子，也不会至今都没人知道她是个孤儿。超哥哥最好了，阿芷知道的。到了早餐店以后，是阿芷啊，放假回来了。妈，要2份汤圆，和以前一样。你身边这帅小伙子是谁呀？谈男朋友了？阿嬷，我是小超。小超以前留着那么长的头发，阿妈都没看清过你的脸。小伙子长得这么俊，怎么以前那么想不通？以前为了挡桃花的。有道理嘞，长得这么俊，不少姑娘馋，阿芷不得伤心死。超哥哥才不会搭理他们呢，他是我一个人的。我眼里只有嘲讽，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是不是嘛？超哥哥，他们都不重要，对吗？你为什么觉得我不会变呢？阿芷，你变的时候，我自然也变了。夏秋芷心里咯噔一下，一阵巨大的恐慌感将她瞬间包围。超哥哥，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我们还是和从前一样好啊。是吗？那只是你以为吧。夏秋芷今天才知道，原来想要挽回一个人的心是这么难。她吃着汤圆，眼泪就这样滚下来。
而我则是把绝情眼倒着，连一张纸都没有递给他，就是要让你狠狠的后悔。悔恨值没有悔恨怎么来呢？吃完了吗？走吧。走在去孤儿院的路上。你哭什么？你都不理我了。你很在乎我吗？当然在乎啊，你是我唯一的。唯一的什么呢？说朋友不恰当，说哥哥也不是。唯一的舔狗是吗？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对我很重要。这话你自己信吗？你做的事有哪一点像是在乎我呢？你扪心自问。夏秋芷悔恨值加10。我今天是来看院长的，不是来和你叙旧的。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夏秋芷急匆匆地追上来。可是你不是说中午还要和我一起吃饭的吗？还有王轩。我没说不去。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又要对我这么冷漠？阿芷，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不会像从前一样那样对你了。有些事是王轩该做的，而不是我。呵呵，表面朋友还可以做一做，让我做舔狗，免谈。夏秋芷急得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脚步又快，两人很快就到了孤儿院。院长只有50多岁，却已经两鬓斑白，看得出为孩子们操了不少心。院长妈妈知道我身边的是谁吗？是小超吧？我直接惊呆了。变身后，院长还是唯一一个第一时间就认出我的人。您怎么看出来的呀？超哥哥现在变化是不是很大？变化是大，但是和你待在一起的除了小超还有谁呢？以前那批孩子里，就属你俩感情最好，天天黏在一起，跟对双胞胎似的。阿芷啊，对你超哥哥好点，他为了你可吃了不少苦啊。夏秋芷死死忍住眼泪，她知道自己做错了，可是好像怎么都挽回不了了。和院长聊了会儿天，我突然提到，院长，我想捐钱给孤儿院。夏秋芷内心被触动了。夏秋芷心动值加10。啊，你不是还在上学吗？有钱留着自己上学吧，别记挂这里。院长，我找到自己的父母了，捐款的事也是他们的意思，希望您不要拒绝。找到父母了，那就好，那就好。只是捐款的话，也要量力而行。你家里是怎么打算的呢？打算先捐50万，您看可以吗？5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他父母家里条件很好，您就接受吧。院长不安地搓了搓手，这才连连道谢，并说有机会希望可以见见我父母。等院长带我们出来以后，我身边马上围满了一群小孩。大哥哥，你长得好帅！大哥哥，你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人。这是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来，一起和孩子们照张相吧，待会记者也会采访你的，你先准备一下。采访？对，一般都是会有采访环节的，只是咱们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捐款了。接受完采访后，我给星星孤儿院捐款50万的事很快就登上了新闻，还上了热搜。最大的原因是那张被称为死亡摄影的淮海卫视高清镜头下也挡不住的帅脸。我已经可以预见你的心动值要暴涨了。何出此言？这群姐姐看你的眼神都在放光，她们作为记者和主持人采访过的明星可不少，能有这样的评价足以说明你的脸有多吃香。这天晚上淮海新闻的收视率离奇的高，原因是有个叫王兰的记者把我照片发微博后引起了质疑。简直荒谬，居然质疑我的新闻采访图是 P 的，这群网友想象力太丰富了吧。和我当时在学校崭露头角一样，此时在他的评论区一片乌烟瘴气，几方人马打得不可开交，最后气得王兰直接发了一条微博：今晚7点淮海卫视你们自己看，我没有 P 图。时间回到中午，我还在和夏秋芷等王轩来吃饭。超哥哥，你上热搜了，好多人夸你呢。我扫了一眼，淡定如水。夏秋芷心动值加10。王轩还没来吗？都这个时候了，他要是不想见我就算了。夏秋芷有些不好意思的起身给他打过去电话，王轩直接就挂了。是看到微博后，男人的自尊心让他根本不可能来见我。王轩的放鸽子让夏秋芷心态爆炸。他回到餐厅里，些尴尬。超哥哥，王轩今天可能有事，可能来不了了。阿芷，作为多年的朋友，我还是劝你一句，王轩这个人真的不适合你，你想清楚吧。我言尽于此，先走了。夏秋芷还想挽留，可是又没有脸说话了。他对王轩最后一点的好感已经全部耗尽，决定和王轩说分手。看来我可能搅黄了他俩，哼，也算是给原主报了个仇吧。得知小西已经回了外婆家，我没有打算回家，而是准备去淮海最大的商业楼租一间办公室。接下来就是去注册一个公司了，只是该取一个什么名字好呢？我来到淮海一座高级商业楼，租了一套大的办公室，公司名字就叫环宇吧。注册一家公司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我只能慢慢等待了。回到家，我就一一通知面试者，周末晚上7点来刚租的淮海商务大厦面试。江若兰收到我面试邀请后，没有思考太久，立马订了第2天一早的机票回淮海。我的最强辅助即将上线。
晚上的淮海晚间新闻里播放着我今天捐款的片段，微博的争论也没有结束，只不过粉丝已经全面压制了黑粉。我正想着要不要开通微博，再涨一些新动值，再次打开细啃面板查看，我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9000万，这互联网也太厉害了，仅凭借一张脸就吸取了这么多的新动值。我当下便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 ，ID 叫小超的助理，以第三人称在超话发的第一个帖子，无形装杯最为致命。拍照和微博运营的事自然交给了全知全能的系统077。我发布的微博内容是一张我处理邮箱简历的照片，照片里我紧锁眉头，认真工作的模样帅气逼人，手机里隐隐约约能看出招聘总裁助理的字样。我这条微博一发，立马就在超话引发了我是不是真的自己创业当老板的争。周日，我和面试者约好了在公司见面，前来面试的人一共有10位。江若兰来的不算晚，当她走过来的时候，另外几个人都微微张大了嘴。卧槽，玉姐！他找了个最近的位置坐下，不经意的打量了一下这家公司。说是公司，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空旷的场地，看来是一家全新的公司。时间到了7点的时候，我从总裁办公室走了过来。当我出现的那一刻，大部分人都懵了。我的年轻和帅气让好多人质疑我的能力，打起了退堂鼓。而江若兰面色冷静，最为镇定。检测到 S 级攻略对象江若兰。我将视线放到中间容貌出挑的女人身上，应该就是她。面试时，好几位面试者都表示他们无法接受一家全新的公司，我表示理解，然后就放他们离开了。下一位面试者江若兰，请进。你好，我是江若兰。江小姐，我看了你的简历，在这一众面试者中，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超总，实不相瞒，对于你提出的各方面要求，我想我是可以满足的。我对于贵公司开出的条件大部分都很满意，只是在薪资方面，我认为需要再加一加。1个月10万的薪资，在国内算是高薪了吧？当然，但是我认为我不止这10万。女人的从容和自信让我陷入了沉思。我想你应该看得出来，他们并不信任你这样年轻的老板。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超总应该还在读书吧？我今年大2，所以理解他们的想法。看来你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只要薪资满意，我随时可以来上班。超总，能否让我看看你的诚意呢？那江小姐觉得月薪多少比较满意？15万。那这样，我们定下1个月的试用期，月薪就按你说的15万来算，如何？当然可以，超总。那我们多久签合同？现在就签吧。我雷厉风行的性格让江若兰眼前一亮。江若兰心动值+1。签下合同后，我俩笑着握手。今后怎么称呼你？超总叫我若兰就好了。好的，若兰，如你所见，我这里什么办公设备都没买，之后需要你去采买。招聘员工的事前期也需要交给你了，等你招到新的人事，就可以把这事交出去。超总，这些任务我会好好完成的。除此之外，我有些小建议。你说。首先，第一步，我认为应该改变一下您的形象。超总您足够帅气，但是作为一个老板，还缺少了一点东西。这是他对老板的一种试探，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这样以后相处起来才舒服。我当然不会生气。你继续。行头，作为一个新公司的总裁，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决定了员工对这家公司的第一印象。你说的对，是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笑了笑，不见丝毫生气的迹象。江若兰放了心，看来这个领导相处起来会很不错。江若兰心动值+1。如果您待会方便的话，我陪超总一起购置几件西服可以吗？您穿上西装会比现在正式很多，以后有正式场合也需要西服。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去吧。我们一起走出总裁办公室，外面的办公大厅空空如也。我连珠炮一样的吩咐着，买的办公桌要大，工位之间的距离不要太拥挤，记得买好一点的桌子。江若兰心动值+1。尤其是公办椅要买符合人体工学的，不然坐久了身体损伤大。江若兰心动值+1。多买点盆栽在办公室，看着心情好一点。江若兰心动值+1。零食吃的这些也可以买，在那边弄可以一个用来休息放松的小角落。江若兰心动值+1。我看了一眼身边保持微笑听我讲话的女人，这江若兰是喜欢这种善待打工人类型的领导，看样子是了。弄懂了江若兰的喜好，我大概知道了要怎么攻略她。脸和钱都是其次，这女人看人格魅力的，果然和一般的学生妹不一样，人家追求的是更高的精神层次上的东西。对于我的要求，江若兰都一一记在心里，她很欣赏我对待员工的这种态度，这和国内大多数资本家都不一样。跟您确认一下，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是吗？是的，中午休息3个小时，12点到3点之间休息。江若兰心动值+1。如果员工加班的话，按1小时100来算是吗？是的，但是如果不是非常要紧的事，可以留到第2天，最好不要让员工加班。江若兰心动值+1。打车补贴和住房补贴也安排一下，每个月一共2000吧。现在打工人都挺不容易的，咱们淮海还有不少外地来的，估计都是租房住，工资一下来只怕不剩多少了。江若兰着实愣了一下。江若兰心动值+10。我俩站在楼下，她看向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探究。
超总，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做您的员工会很幸福。江若兰这一刻在想，她是否能见证一个真正的企业崛起，员工真正的喜欢公司，爱戴老板。她想见证这家公司成为传奇。她不想再听到老板说，现在哪家公司不是996，加班还想要加班费，中午吃个饭不够还想休息，这一类的话，她希望会被另一句话代替。环宇是这样。我俩就公司的规章制度讨论了一下，走到路边后，我准备伸手拦车。超总，您今天没有开车来吗？我还没有买车。超总，如果前期资金不是很紧张的话，还是建议你买个车，不然出行恐怕不太方便。您出去谈生意也需要一辆车。我资金不紧张，待会买了西装可以一起去看看车。我和江若兰来到淮海最奢华的 NM 大厦，挑了几件高档西服和一块100万的百达翡丽名表。接下来就是买车了。超总平时有喜欢的车吗？劳斯幻影不错。我上辈子就喜欢这一款车，可以说是我的梦中情车。超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款车要900多万。是的，你放心，我买得起，资金方面没有压力。看来超总的实力深不可测。我俩坐上去店里的车，在车上我拿出一张卡给江若兰，这里面有500万，用于公司前期的物品购置和人员招聘等等，需要什么你直接花，不够再找我要。超总，这会不会？既然让你做了我的助理，我当然是信任你的，你是我的第一个员工，有很多地方我都需要你。江若兰心动值加1。他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老板，出手慷慨，听取员工意见，信任他，理解他。超总，我很荣幸能得到您这样的信任，这里面的钱我会好好用的，每一笔都不白花。我自然相信你能做到。两人相视一笑，渐渐开始有了默契。劳斯店里，两位客人您好，请问要看什么车？劳斯幻影。真正的好车不需要过多的探究，不到1个小时我就付款了。之后，销售照例邀请我和江若兰一起与这辆新车合影，并表示他们会发到微博上做宣传。周一，学校。自从我那天捐款上了微博热搜以后，几乎学校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存在，大家越来越觉得我深不可测。从前欺负嘲笑过我的人，完全不敢将视线和我对上，尤其是我的同桌张武，看到我坐下就害怕的缩起了头。张武，怎么了？待会儿是什么课来着？语文。我点点头，又不说话了。张武只期盼着班主任快点换位置，让他可以逃离这里。下课后，不管我走在学校的哪里，都是被议论的焦点。卧槽，那可是劳斯幻影啊！他到底什么身份啊？这种家世还用得着上学吗？直接回家继承家业吧。人家不是自己在创业吗？真的太帅了！没想到小超穿西装是这样。评论里说他手上戴的表是百达翡丽啊。这一共得多少钱啊？第二天毫无意外，我又上了热搜，有人在劳斯的微博下认出了我，大家又开始讨论起了我是不是真总裁的事。之前质疑我的人脸直接被打肿，小超的小助理这个号也是直接涨粉10万。然而没过多久，被骂的破防的那些人似乎找到了另一个方向来反驳。他买得起劳斯就一定是总裁吗？富二代装杯也是这样，你们怎么不去舔富二代呢？对呀，万一他是用家里的钱装杯呢？看你们这一个个急着上去舔的样子，真恶心。老子就是不信他一个小屁孩是什么公司总裁，没有父母他是个屁，别太搞笑。旁边的女人说不定是什么身份呢？还助理，谁不会装啊？关于我的评价再次2极分化，甚至还有人翻出了我学校成绩的事，来黑学校因为资本为我作假。然而一条微博的出现再次改变了局面，是我的超话语环宇招聘内容的截图。这家环宇公司的老板是不是热搜上的这个小超的？好像真是。这个招聘的 HR 的头像不就是劳斯合照里面的女人吗？她好像还是 A 大毕业的女学霸呢。卧槽，真的是总裁。那群说人家靠父母的是不是要被打脸了？笑死人喽！反正就是死鸭子嘴硬，承认人家很优秀，真的有这么困难吗？不是，就没有人在意这则招聘的内容吗？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公司。当人们渐渐把关注点都放到了环宇的招聘待遇时，评论区又一次炸锅。一言假，前期把你先骗过去，说不定就是在高楼大厦里搞电信诈骗的工作，也可能是去缅北嘎腰子。国内治安没有这么差吧？这么明目张胆的用招聘骗人，我好心动啊！不管真的假的，先去试一试啊，万一是真的呢？以后老了就骗你这种人去买保险。为什么不能相信一下呢？不是所有人都像那些资本家一样吧？相信老板会开出这种待遇，不如相信我是秦始皇。凡事先问问自己配不配。大多数人看到这个招聘内容都是难以置信。江若兰特地用高于业内薪资的条件，想吸引一波新人跳槽，没想到还没到第2天，这事就上了热搜，不仅帮公司提高了知名度，还吸引了无数面试者。真假总裁的骂战也渐渐起热，而我在学校里依旧很平静，过着低调又同时被万众瞩目的日子，好像外面的一切纷纷扰扰都与我无关，甚至中间还不声不响地入围了数模省赛。省赛的结果如何，大家充满了期待，一个个的谜团笼罩在了我的身上。当真相一一浮出水面时，我只会淡淡的说一句：勿扰，我已是国民老公。
至于我成绩作假的人，也没能嘚瑟多久。超哥，奥赛成绩出来了，怎么样？你是第一啊，省赛第一。他的声音不小，班里的人立马就沸腾了。我操，小超恐怖如斯，竟然考过了985、211的。省赛第一的多少分啊？我的天，不会又是满分吧？说实话，他考出什么样的成绩我都不会惊讶了。可是男神好淡定啊，居然只是浅浅笑了笑。你说我整成什么样才有可能被他喜欢？得了吧，人家校花天天送东西都不见他心动，你可别做梦了。人们都用可怜的目光看着昔日的校花。宁宁，小超省赛拿了第1啊，你听到没有？苏宁的心动值自然又增加了。不只是学习，最近发生的事让苏宁愈发的无法控制对我的爱慕，尤其是看到 A 大精英江若兰站在我身边的时候，心中的酸涩怎么也止不住。宁宁，你怎么了？又在发呆啊？他这才缓过神。我听到了丽丽，她真的太厉害了，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和她好遥远。张丽丽叹息一声，谁知道天之骄女的苏宁也有今天这种患得患失的时候呢？宁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是小超她太优秀了，完全到了我们只能仰望的地步。你也觉得我已经配不上她了是吗？半月前，众人还在耻笑小超居然敢喜欢苏宁这样的女神，连小心翼翼的暗恋都觉得是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如今再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反倒是苏宁在一次次的示好碰壁中，让自己也渐渐退化，成了一只舔狗。到了现在，他觉得自己即便考上了A大也没用。我已经开始创业了，而且得到了家族里长辈很高的评价。而苏宁是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不知道外面社会的残酷，而我俩认知上的差距只会变得越来越大。小超，总有一天我会让自己变得配得上你，然后和你表白。下课铃一打响，人们就知道奥数建模省赛成绩公布栏下，我满分的成绩让所有人都发出阵阵惊叹。韩姐，是小超过来了。楚涵抬眼望去，他眼中的我淡定如水，宠辱不惊。淡淡看了一眼成绩后，便欲分开人群离开。楚涵费劲的挤出人群。超哥哥，等等！我停下脚步看着他。我和高文浩分手了。知道了。我妈妈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正在好转。好。以前我买的那些奢侈品都卖掉了，可以先还给你1万。转我就好。我情绪波动不大，既不再冷漠，也不热情，淡淡的情绪让楚涵害怕。超哥哥，我在努力改变了，最近我有好好学习，这次小考我有进步了。你不必向我报告这些。楚涵难受的红了眼眶。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真的悔改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和你分手。就这么忘不掉我吗？不管我怎么告诉自己，你和我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可是我脑子里还是总会想起你。那你现在还是喜欢我，不是因为有钱，也不是因为我出名，只是因为我妈。我的话一下就刺到了楚涵的心里。所以无论我怎么做，也挽回不了自己在你心里的形象了，是吗？你以为从前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我知道你虚荣，知道你拜金，知道你对我只是利用。可是我那时候傻，喜欢你的时候觉得你发脾气都是可爱的。我努力挣钱满足你的欲望，满足你的虚荣心，不需要你对我回报任何东西，我只希望你开心。可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挽回的余地吗？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可是我就是无法接受你不爱我这个事实。我冷漠地看着他，心里只有唏嘘。为了楚涵的心动值，还是决定不把事情做得太绝。擦擦吧。楚涵感觉到我的语气似乎温柔了些，他是心疼自己了吗？是啊，超哥哥一直都是这样心软的。超哥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妈妈说想请你吃饭，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可以吗？再说吧，我还有事。我没有一口回绝，就这样吊着他。楚涵叹息一声，就这样望着我的背影越走越远。我来到辅导员办公室，刘伟拿出省赛第一的3万块的奖金，我并没有接。老师，这个钱用来资助班里的贫困同学吧，不用公布是谁，您私下给他们就好了。也许这些人中还有些欺负过你，你也不介意吧？不介意，那些事对我来说都已经过去了，我从没有放在心里。刘伟赞赏我的人品，拍了拍我肩膀，殊不知做这些我也有自己的打算。我走出办公室之后，就收到了江若兰的消息，是她向我汇报周6日安排公司面试会的事情。方便的话，我们周5晚上一起吃个饭谈一下 OK 吗？我请客，这几天实在辛苦你了。江若兰心里一凛，又一次感受到我体恤下属的一面。就在我提出捐款后没多久，有一天张武脸色奇怪的从办公室回到了教室，在忐忑不安的上了几节课后，喂，为什么要帮我？帮你什么？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吗？你觉得我需要你的感激吗？你的感激对我有什么好处？你把那些钱捐给班里的贫困生，难道不知道那上面有我的名字吗？知道啊，那又怎么样？我之前可是故意害得你被人羞辱，你就不记恨我？我有什么好记恨你的？看来你也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还以为你就是个狼心狗肺、没有道德廉耻的人呢。我这话说的难听，张武一下就涨红了脸。你别以为我会感激你，我不会的，我就是讨厌你这种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你把钱还给我，你这么讨厌我干什么？还花我的钱？
张武一下就尬在了。虽然只有1000块钱，但是对他来说，这些钱却十分重要。看来你也不是很有骨气嘛。张武低着头不说话。你放心吧，这钱我不会要回来，你也不用担心我报复你什么，我忙得很，没空。张武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是陷入在良知和忘恩负义中徘徊煎熬。下课，他一路跟着我出了教室，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叫住了我。小超，有事。张武紧张的后背都汗湿了，才憋出了那句话。对不起。看来这小子还没有到忘恩负义的地步。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张武尴尬的站在那，想找个洞钻进去，但他想通了，不管为了我，还是为了他自己，他的的确确欠我一句道歉。对不起，之前的事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我听得出他确实有悔改之意。是怕我收回你的补助金才道歉的？不是，我是认真的。看来你道歉的方式也不怎么样，得了我的好处，却只是口头上表达了一下歉意，我感受不到你的诚意。那我要怎么样你才能接受我的道歉？我是认真的。我拿出手机，把自己的超话给他看。以后你就负责在微博上给我反黑，谁骂我你就立刻对回去，势必要有脑残粉的样子。张武愣住了，就这样？好，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这些黑你的小人得逞的。我走后，张武就打开超话开始看，这一看真是让人血压升高。什么？居然说小超这颜值不算什么，这人是没有长眼睛。张武立刻开启了狂暴模式。是哪个下水道没盖好让你爬出来了？你眉毛下2个窟窿眼是喘气用的啊！让老子看看你长得有多帅！居然敢嘲讽小超长得丑，谁给你的勇气？喂，什么？居然说小超捐款孤儿院是作秀，想博出名，还说他有钱一定捐更多钱。我看你真是好大的脸，容得下千山万水。洞庭湖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碧螺春？是不是巴黎圣母院塌了你没地方去了？到处做圣母是吧？张武的嘴炮能力倒也不是盖的，3两下把那些骂我对得无话可说。这些人到底哪里有资格嘲讽小超啊？他现在算是知道了自己以前跟小丑一样。张武在超话以一敌百，硬生生把那些黑粉推得不敢发。得此不教，超话可定。周五晚上到了我和江若兰约定的吃饭时间，我订了一家很有特色的中餐厅。看到我订的是中餐厅，江若兰的好感度果然又增加了。在国外待久了，就是想念国内的饭菜。我也不知道你的口味，若兰，你自己点吧。其实我没想到超总会约我来这里吃饭。你不喜欢中餐？对，我很喜欢，只是老板大多都喜欢去西餐厅，所以对于超总的选择，我有些惊讶。你喜欢就好，只是耽误了你休息的时间，我很抱歉。江若兰心动值加1。江若兰再次被我的体贴打动。超总，你这样会让手下的员工变得很骄纵的，哪有老板请吃饭还觉得耽误了员工的休息时间的？骄纵就骄纵吧，只要能完成分内的工作就好。我又不需要员工个个都乖巧的跟小猫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干嘛要去改变他们的本性？千篇一律的样子有什么好？江若兰心动值加1。那明天后天的面试，超总会招一些很有个性的员工吗？当然会，越有个性的人创造能力越高。如果他们并不是十分听你的话呢？我的话未必就是正确的。对于当老板，我也第一次。如果有错误，我希望我的员工指正，我是可以接受的。超总这种心态，做任何事都一定能成功。此刻的江若兰已经被我的格局和体贴彻底折服。这家中餐厅里来吃饭的大多都是一家人，而江若兰此时忽然想到自己还在 A 省父母，眉眼间闪过一抹愁绪。怎么了？有心事吗？江若兰张了张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没事。若兰啊，不管有什么事，你其实都可以和我说的，和公事无关也可以。你呢，在国外那么久，国内的朋友也许不在淮海，也许有些生疏了。你作为我最信任的左膀右臂，我希望我也能为你解忧。其实员工和老板也是能做朋友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我一直奉行的海王真经教导我，面对这种冷艳美女，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走进他们的心，让他们主动将困难向你倾诉。其实我是想起了我的父母，原本这次回国是想多陪陪他们的，但是在 A 省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最终来了淮海。这好办，你可以把父母接过来，在淮海这边安家。他们老一辈都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离开了那边肯定不习惯的。那不如每个月我给你多放3天假，让你回去探亲。江若兰心动值加5。如果可以的话，我放弃双休，每个月调休可以吗？这样我和大家的假期一样多，也不会引起争议。其实你还是可以每周单休1天，把剩下周末4天留着调休也可以，不然连着上20几天班太辛苦了。好，超总，真的很感谢你。江若兰笑容变得暖了几分，带着春雪消融的美感。超总喜欢喝啤酒还是白酒？你喜欢什么就喝什么吧。就喝白酒吧，以后谈生意我势必得学会喝白酒的。江若兰举起酒杯，超总，这杯敬您。说完，他直接将那一小杯白酒喝了下去，英姿飒爽的一面就像这杯酒一样让人上头。我也朝他举了举杯，一口闷了。在酒精的催化下，氛围似乎变得有些不同。我酒量不太好，要是待会喝醉了，若兰别笑话我。我俩就这样边聊工作边小口抿酒，气氛逐渐升温。江若兰心动值加5。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我帅气的容貌而怦然心动，让他分不清是心动还是醉意。超总，
天色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吧。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去吧。你一个人这样回去，我不放心。此时江若兰已经对我完全信任。好，那麻烦超总了。带上了车以后，喝醉的江若兰尽力想维持自己的形象，却还是忍不住被司机一个转弯甩到了我的怀里。大叔好助攻。不好意思，超总。没关系，就在我怀里躺一会儿吧。你是喝醉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江若兰也实在没力气，她很累，于是她就这样靠在了我的怀里。操夫，如果你不是我老板就好了。江若兰无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也不对，如果你不成为我的老板，我也感受不到你的魅力。喝醉的江若兰似乎变得格外可爱，媚眼如丝地看着我，但我不会趁人之危变成一个让她讨厌的人。如果我不是你的老板，就怎么样呢？也许我会追求你。为什么当老板就不追了？怕你觉得我别有用心。在国外多年的她，都用坚强的外表包裹自己，孤独地生活着。原来在坚强的女人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不会，虽然不知道你明天起来还会不会记得今天的话，但我还是想说，若兰，我有点心疼你。有时候你也不必那么坚强，你的铠甲太厚重，别人很难走进你的内心。江若兰眼睛微微睁大，眼眶瞬间就红了。她本可以不必那么坚强，可是年迈的父母还等着她赡养，她还有弟弟妹妹在上学，她没有资格对生活这个强大的怪物说不。她何尝不想做一个柔弱的、被人保护的女孩？江若兰心动直加10。睡吧，到了我叫你。车子一路来到公寓楼下，江若兰是被我抱上楼的，中途都没有醒来，直到要开门我才叫醒了她。若兰，到家了，你的钥匙在哪？在这呢。我将女人放到顶上，江若兰却拉着我，不想让我离开。睡觉吧，我陪着你。江若兰心动直加5。超总，今天很晚了，就在我家睡一晚吗？我机智的小脑袋快速思考起来。他这是真心的还是试探我？不了，你好好休息吧，明天公司见。以我对江若兰的了解，她应该是在试探自己。江若兰闻言挑了挑眉，笑意深了些。看来超总果然不是个轻浮的人。江若兰心动直加2。辛苦超总送我回来了，明天见。晚安。晚安。第二天，环宇公司，江若兰很好的贯彻了我的理念，没有将面试时间定得太早，而是定得上午。温馨正是今天面试的一员，他大学毕业已经有1年了，上一份工作无尽的加班和领导 PUA 让他过得煎熬不已。环宇居然在这么大的商业楼里，我记得热搜上说他们是新公司来着。男神这么有钱，租个商业楼肯定不在话下的了。不过这里风景可真好啊。莹莹，你紧不紧张？要见到你男神了。不敢想象近距离见到那张脸该有多帅。呜，希望到时候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吧。你这还没见到超总就已经快失控了，真怕你等会当场流口水。两人边说笑边走进大楼，不一会儿就到了环宇公司所在的11楼。两位上午好，欢迎来到环宇。温馨和吴颖有些受宠若惊。啊，你好你好，我们是今天来面试的。请直接进去就好了，两位女士。一进房间，两人就又碰到一个美女。请两位小姐姐跟我来这边呀。小姐姐，你是环宇的员工吗？不是呢，我只是临时工，超总请我来做吉祥物的。那门口那2个帅哥美女也是吉祥物啊？他们是职业模特，我可比不了，哈哈哈。至于原本是模特的两人为何会出现在这儿当门头，自然也是我的骚操作了。没办法，超总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两位小姐姐，你们吃早餐了吗？那边有早餐台，如果没有吃早餐的话，可以先去用餐，千万不要饿肚子哦。这也太贴心了吧。小姐姐，我俩已经吃过了。好的，两位跟我到会议室吧。会议室内还没有到面试时间，两位在这里等就可以了，待会儿会叫你们的，面试加油哦。此时会议室里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基本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只有2个看起来年纪在30岁左右的职业女性。时间来到9点55分，江若兰推门而入，朝着几人缓缓走来，气场十足。温馨和吴颖都要看呆了。太帅了吧，这简直就是他们理想中的职业女性。大家好，我叫江若兰，是环宇公司的总裁助理，也就是超总的助理。随后江若兰用温柔的语气和大家唠了会家常，让大家放松了下来。快10点了，我先去超总的办公室，姑娘们 good luck。 江若兰留给大家一个潇洒的背影，而不久便到了面试时间，2位30岁职场经验丰富的女性率先出场。现在的姐姐们都好迷人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有这种气质？第一位面试者古芬其实是一位40岁的女性，上一份工作是人事部主管。那请问你从上一家公司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可以知道吗？超总，我是因为身体问题40岁才怀上孩子，等我休完产假回来，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在那之后，因为我的年龄，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只是皱了皱眉头。吴女士，我们公司只看能力不看年龄，如果你今天是60岁，我或许会犹豫，但你只是40，
40岁连人生的一半都还不到，你还有无限可能。我看了你的简历，我认为你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女性，也是一位很好的母亲。古芬眼神微微一颤，忍住了哽咽的冲动。谢谢你，超总。江若兰心动值加20。等我签下股份后，江若兰开玩笑的问我：超总，万一这位古女士工作能力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怎么办？我对他们都没有预期，不要赋予他们多余的期待。也许你的期待会伤害到别人，也伤害到自己。总要允许这个世界上有普通人，他能做到能力以内的事情就好了，即便偶尔有些小错也无妨，谁还不犯错呢？不必要对大家太苛刻。江若兰心动值加5。会议室怎么样？一切顺利吗？超总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你们不要担心。我就说吧，我男神一看就是外冷内热类型的。要是我们真的能来环宇上班就好了，这里氛围也太好了，还有那么帅的总裁，那么美的总助。很快就轮到了吴颖面试，请进。吴颖激动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超总你好，我叫吴颖。他硬生生把那个神字给吞了回去。妈呀，今天好丢人呐！你好，请坐。宿主，你想听这位女士的心声吗？系统还有这种恶趣味功能，不妨试试，反正属性点也用不完。啊，好帅！快给我关了！这尖叫声差点把我心跳震得漏掉一拍。不是嫌我性格无聊吗？今天感受到乐趣了吗，宿主？这样的我还令你满意吗？闭嘴！随后我便开始了正常的面试问答。吴颖一开始看到我绝世容颜很紧张，后来就慢慢变得专业了。我直接给了他 offer。温馨面试的过程较为简单，他没有吴颖那么花痴，也尽力抑制着自己不要去看我的脸，所以避免了很多问题。很快时间就到中午了，上午的面试也差不多就结束。另一栋大楼的房间里，有人面色铁青。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啊！我让你偷偷去环宇放监控，让你拍他们不为人知的恶心事，谁让你把这个拍给我了？你他妈还直播？谁让你自作主张开直播的？是担心环宇宣传部的人还没招到，你要提前上岗啊？不是浩哥你说，要是看到他和女人眉来眼去或者不对劲就直播吗？我是听你的才直播的。高文浩一直还记着自己之前被我羞辱的事，想要伺机报复。听说我开公司就想搞事，于是他招人在我公司安装很多监控，想戳穿我的真面目。谁知道安排的手下是个二愣子，只要看到画面出现女的，就立马开直播，以至于高文浩宿醉一起来就看到热搜爆满了环宇和小超的热搜词。周六当天，环宇的面试早就被无数人关注着，不到片刻就出现了好多新的热搜词条。环宇40岁连人生的一半都不到，小超总要允许这个世界上有普通人，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超话里都在刷这些词条？居然是直播，难道我们面试的过程被全程直播了？那我今天的所作所为也太丢脸了吧？不太可能是环宇的直播，你看这个角度明显不对，更像是偷拍。然而是偷拍还是环宇故意为之，并不是大家的关注点，大家的关注点是我面试中说的那些话。我去，环宇说的待遇是真的。30岁裸辞找不到工作的我，看到小超的话直接泪目，刚被家里人打击说30岁一事无成。是啊，40岁本来就没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公司就是要把40岁以后的人拒之门外。我们做错了什么呢？就因为年龄。其实我更喜欢他说的那句，总要允许这个世界有普通人。我们普通人只是想活下去呀，为什么要期盼我们一个人做3个人的活？这个社会已经畸形了。我的话让很多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这个资本家恨不得把一个人当3个人使的时代，我的出现无异于成为了打工人心中的一道光，是那样的璀璨。超总，找到了，摄像头在这里，看来是有人趁着我们不再偷偷潜进了公司装了这个摄像头。我勾了勾唇，眯起眼笑了。这是哪来的蠢货要助我一臂之力呢？热搜一上，心动值直接爆炸式上升。没事，虽然不知道那人用意是什么，但是也算是给环宇做了一波宣传，我还得谢谢他呢。话是这样说，但是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环宇现在是一艘刚起航的船，咱们遇到的风浪可不少。待会找人把锁换了，再请2个保安。超总，要不要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不是我们刻意为之。我把公司的微博账号给你，今后就由你来打理吧。以后环宇遇到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发声明解释。下午1点，江若兰发布了一则声明。这让我一下就多了许多生命粉。什么是生命粉？参考那些哥哥塌房以后还义无反顾支持的案例。我打开面板查看自己的心动值，一次热搜、心动值、属性点、金钱，几乎全部都翻了1倍。看着那资产过亿的数字，我差点就笑出了声。江若兰也感受到了我的喜悦。超总，已经1点了，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我订了饭。我从喜悦中走了出来，一下就想起了尤曼。不用管我，你先去吃吧，我出去一趟，3点面试的时候我再回来。快餐店里，尤曼盯着手机，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真是小超啊！是呢，海叔，好多人夸咱们小超。这小子真是有大出息了。小曼啊，你以后有福气了。
尤曼红了脸。那是小超的福气，和我有什么关系？小超的福气不就是你的福气？那孩子是个知恩图报的，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你。那我也不能，他和我这样的人扯上关系，总归是不好的。我就盼着他好就行，其他的我不想。想我了就打电话，憋着干嘛？小超，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公司里面是员工吗？想你了，回来看看你。我也很想小超，但是怕你忙，我又不敢打扰你。怎么会呢？只要是曼姐找我，不管多忙，我都会回来的。尤曼被我的话感动不已，给了我一个香吻后，把头埋在我的怀里。此时女人眸如春水，脸若春樱的靠在我怀里喘着气。我凑到尤曼耳边小声道：“姐姐，你想不想？姐姐，你想不想？”尤曼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羞红了脸。她的眼眸实在太动人，没有什么比爱人的眼睛更美丽。这让我突然想起一句诗，不自觉地念了出来：爱人的眼睛是第8大洋，撑着颓芜，留住佳景，滚烫着人间所有的热忱。我徘徊灌木丛中，细数灵魂的残骸。小超，姐姐没读过什么书，是说我的眼睛像海洋一样漂亮，对吗？对，像海洋一样深邃、美丽，包容万物。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更像形容你，这是我眼里的你。小超，姐姐好喜欢你。玩了一把浪漫以后，我俩终于又一起做了一场不可描述的美梦。尤曼抱住我，像是抱住了整个世界。1个小时后，曼姐，以后环宇的员工餐由你来提供吧。吃饭这样的大事交给谁我都不放心。好呀，只要你需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小超，店面我已经看好了，就在大学城附近的商业街，离你的公司也不远。你觉得开在那边怎么样？你看好了就行，这是你的店。曼姐，我只是给了一点投资而已，不用事事过问我的，你全权做主，我相信你的眼光。那好，那就开在商业街了，名字就叫小满饭店。我一下就听出了饭店名字是取自我俩名字的谐音，好听，意义也好。在这之后，我便要回公司了。小超，这里面是我做的一些甜点，你工作要是饿了就吃饭，自己做的比外面的干净，我用的也都是好奶油。谢谢曼姐，不过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做甜点，真厉害。快去公司吧，你下午还有面试呢，别让员工等久了。等我上了车以后，尤曼还站在门口望着，眼里是满满的不舍。你特地为他学了做甜点，怎么也不说，说了小超会更高兴的。男人都喜欢看到女人为他付出，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做的事，如果让他知道我付出太多，难免心里有负担。我知道我留不住他，他也不属于我这样的人。脑海叹了口气，不再说。2天的招聘会，环宇公司成功招到了不少人才。我和江若兰商量好，等投资公司稳定运营，就马上开辟短视频平台和向影视剧文娱行业进发。周一，我回去继续上学。张武兴致勃勃地拿出自己反黑的记录给我看。超哥，你看，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脑残粉了，他们都这样说。不错。超哥，你知道吗？昨天好多你的粉丝夸我，都给我整害羞了。我的小姐姐粉丝们最近夸张武夸的有点让他飘飘然。中午学校食堂，你们说张武是不是暗恋小超啊？今天我看他在小超面前那乐得开花的样子，真像是喜欢小超。对啊，还一口一个超哥，张武自尊心多强的艺人啊，在小超面前跟个舔狗一样。之前他不是还很讨厌小超吗？哎呀，小兰你不懂，有些人就是喜欢你就欺负你。我觉得他以前说不定是对小超爱而不得呢。现在小超变得那么优秀，他只能换一种方法了。你们说小超知道吗？正在背后吃饭的我，狠狠地被这群腐女呛到。而随着奥数建模国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从校内到校外关注这件事的人也日益增长着。周六，我代表 S 省带领着其他6个队员踏上了去 A 省的路程，一共3个男生，3个女生。你们的眼睛都快粘在队长脸上了，要不就光明正大的看呗。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瞬间就没有那么尴尬。大家都做个自我介绍吧，这次要在一起待好几天呢，一直这样怪尴尬的。我叫小超，来自淮海大学，视传专业。知道，我在热搜上认识你的，当时我就一个劲儿的和室友夸你帅，没想到今天居然能和你坐在一起说话，像做梦一样。真佩服你啊，才大2就自己开公司做老板了，不知道以后我有没有机会去环宇打工。是啊，昨天我姐还跟我说，让我问问你能不能给个面试机会，他们公司好多人养活环宇的待遇。他们私下管队长叫打工人之父，笑死我了。我笑了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话题，之后便是其他人自我介绍。我叫江聪，才大的，今年大3了，不是葱姜蒜那个葱啊，是聪明的聪。我话多，性子直，哪里做的不好大家当我面说就行。我叫陆悠悠，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那个悠悠，南大法学系，今年大4，算是你们的学姐。我叫张伟，威武的威，爱好是健身和旅游。我叫孔小河，河水的河，爱好是做饭。这次有机会的话，我给大家做饭。看到孔小河，我皱了皱眉，这少年似乎身体不太好。我叫公子，龙公公，紫色的紫，外号公子，喜欢摇滚，平时有点疯，要是做了什么不正常的事，大家别介意哈。
最后说话的女生是车上最漂亮的。我叫王语嫣 ，S 大外语系的，大家可以叫我嫣嫣呀。待会能不能麻烦大家帮我一个忙呀？下车了，我请大家喝奶茶。需要我们做什么？王语嫣拿出自己的恶火直播账号给大家看。我最近在兼职直播赚钱，刚开通账号不久，要攒粉丝，大家可不可以帮我点个关注呀？拜托拜托，公会有任务，我实在没办法啦。你要攒多少粉丝才算合格？要我帮你找朋友宣传一下吗？王语嫣眼前一亮。好呀好呀，谢谢学姐了。我的运营说我最少要攒到100个粉丝才行，群里的新主播都攒到几百了，就我最慢，呜呜呜，刚才还被一个大主播笑话了。你们主播之间还有群，这是为了激起你们的竞争压力吧？对的呢，所有主播要把自己每天的流水都发在群里，流水不多的会很尴尬，所以他们都会拼了命的播。我运营带了几十个主播，播通宵的多的是，我可比不了他们啊！我看了一眼他的手机界面，哎呀，今天流水只有20万，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好烦恼。话说嫣嫣还没够100粉丝吗？你要加油呀！你什么时候开播？少女闪着大眼睛看着我，脸像红透的苹果。我暂时还没有定开播时间呢，打算等比赛结束再决定。这几天就随便播一下应付任务。那你开播了告诉我，我去给你凑人头。啊，队长人也太好了吧，这不得被我那群小姐妹羡慕死啊！对啦，队长，我有个闺蜜是你的粉丝，能不能给我签个名？我想带回去给她一个惊喜。好的，没问题。说话间，公子一直在打量着我，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姐妹们，这次我和小超一起比赛，信不信我3天拿下他？尊嘟假嘟，我听说他人很高冷，喜欢他的人可多了，3天怕是有点悬。咱们公子看上的男人哪有拿不下的？上，等你的好消息。小超看起来和那群男人可不一样，你最好别玩火，小心陷进去。玩玩而已，别那么认真。哎呀，别担心，就咱们公子这个颜值，这个身材，什么男人拿不下？公子笑了笑，好不容易对一个男人感兴趣，我可不能失手。这个女海王玩了那么多次爱情游戏，面对我这样的男人，自然也不会放。待下车时，队长能不能先帮我搬？我东西多，学姐他们的就让江聪搬吧。这妹子想撩我啊？怎么不让张薇帮你搬？她一人能提几个包？我就是想让队长搬，好不好呀？行，我帮你搬。公子这个类型的美女还是挺少见的，我觉得有点意思。当我把手搭上她的行李箱时，女孩也故意握住了我的手。我的行李有点重，一起提吧。入住的酒店就在 A 大附近，每个人一个房间。晚上我洗了个澡出来准备睡觉，放在床上的手机亮了起来，是公子发来的消息。队长，我还想请你帮一个忙，可不可以呀？你说。阳台等你哦。我擦了擦头发，推开阳台的玻璃门，旁边的阳台上站着一个背影十分勾人的美女，是公子。晚上好呀，队长。海王遇上女海王，究竟会擦出什么火花？是我被他拿捏，还是他为我用心？队长这么晚了还没睡，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呢？没有，找我什么事？说吧。我的反应并不很冷淡，却也不热情。队长，喝不喝酒？喝。公子唇角荡出一个好看的笑来，他用另一只手想去撕酒瓶盖包装，结果身上披着的披肩就这样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哎呀，我的披肩不小心掉了。公子假装转身去捡披肩，姿势有点暧昧。不得不说，公子的身材确实很有资本。队长，我帮你开酒，你帮我披衣服好不好？他把衣服递给我，也是在试探我会不会接受他这种海王的小把戏。我眯了眯眼，并没有立马接过披肩。没有开瓶器，你怎么给我开酒？你还能从哪变出来呢？队长不管这个嘛，只要你说好，我就把开瓶器拿出来给你开酒。他忽然把手伸进我的衣兜。你想做什么？拿开瓶器呀，在你身上呢。你什么时候放到我口袋里的？问你喝不喝酒的时候呀。他从我的右兜里找出了开瓶器。队长想知道这个开瓶器是从我身上哪里拿出来的吗？你故意勾引我，不怕我对你做些什么？我把脸凑近，公子一下脸红了，心砰砰的跳。怎么不敢看我？我这话一出，公子便硬着头皮抬眼看我。明明灭灭的灯光下，少女对上我沉静的目光，这正是她曾经看待猎物的眼神。如今那只猎物好像变成了她，渐渐迷失。我打开酒瓶，倒了2杯酒，给你。我温柔地替她拢了拢披风，浅笑道：“不必对我用这种手段，我不喜欢。”说完后，我便留下一脸错愕的女人，转身进了房间。公子微微张唇，愣在原地。他很意外，还有些迷茫。他还有好多招数都还没使出来，结果自己就在我面前犯花痴了。一向无往不利的女人，在这个夜晚忽然感到思错。公子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想发消息过去，却又觉得有些羞耻。最后，他还是忍不住给我发了微信：“你喜欢听什么歌？我可以弹给你听。”看到公子的消息，我勾唇笑了。居然想驯服我这样的猎物，还那点啊，妹妹。
我没有立刻回他，而是让公子胡思乱想了一会儿。我打开公子的朋友圈，里面大多都是他分享的歌。既然他喜欢摇滚，那我待会儿就去系统商场买一个唱歌的金手指。如果明天我在无意间唱几首自己那个世界大火的摇滚歌曲，妹妹你又该如何应对呢？就在公子即将放弃等待我回信的时候，我回信息了。你也喜欢摇滚吗？这个也字用的就很灵性，让公子眼前一亮。原来小超也喜欢听摇滚，可是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摇滚啊。明天我们一起去清吧玩，我有个朋友在 A 市开了清吧，明天我给你唱歌呀。我都可以，你问问其他队员的意见，如果他们也 OK， 那就一起去。好。之后我便不说话了。公子心情很好，哼着小曲，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想套路我却被我反套路的事实。队长不和我说晚安吗？你今晚有点伤我的心了。晚安，其实你素颜挺漂亮的。看到我的回复，公子开心的在床上打了个滚。那明天我就化个淡妆吧。就在我这一推一拉间，女海王逐渐沦陷。明天要给小超唱哪首歌呢？第二天一早，公子就在群里制定了大家的出游计划。上午起床去市的景点逛一圈，下午去逛热闹的商圈，晚上去清吧。耶，大功告成！大家约好的集合时间是9点。啊，公子你今天好漂亮，和昨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耶。妍妍今天也很漂亮呢。不一会儿我也出来了。队长今天好帅啊！王语嫣眼里像是有星星。果然，队长一出来，大家的视线就都集中在队长身上了啊！什么时候我能有这个待遇啊？大家都齐齐笑开。你还好吗？是身体不舒服？我没事的，队长，我这身体打小就这样，习惯了。伸出手来，我给你把脉。队长还会医术啊！我神情专注的给孔小荷问诊，公子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就看生。我用自己的一级医术探了探，孔小荷身体没有大的病症，只是虚弱，先天不足。这种病症1级医术应该可以很容易就治好。这病我可以治，晚上回来我给你做个针灸，再开个药方给你。我的话让孔小荷震惊了，他这病请了多少名医都没用。说实话，孔小荷不太相信，但是毕竟我是好心，他便应下了。就这样，我们一行人一起去逛了景区，在景区大家都买了喜欢的礼物，互相赠送，让大家友谊逐渐升温。令人意外的是，孔小荷居然送了我一个很贵的钱包。我本不想接受，孔小荷却笑着解释道：“晚上还要麻烦队长的，咱们非亲非故的，你这样帮我，我送点小礼物没什么。”小礼物，看来这也是个副歌。孔小荷看上去低调而谦逊，看不出来家境如何。其实，如果我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孔这个姓氏一淮海是有些特别的，因为淮海首富也姓。吃完晚饭后，我们去清吧吧，我订好了，是我朋友开的夜域清吧。夜域清吧，对，就是这里。我们很快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清吧，这里生意很好，人气很高。来了，小子。维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朋友王语嫣、陆悠悠、小超、张薇、孔小荷、江聪，这是宋维，我发小，今天一切活动他请客，大家别客气。都是自家兄弟，来了别客气，我年纪比你们大些，不介意的话可以叫我一声维哥。夜域酒吧厅很大，还有民谣歌手在中央的舞台上面唱歌。喜欢什么酒随便喝，别客气，随便喝。宋维一直把公子当妹妹，对他的朋友自然也大方。卧槽，居然还有这种帅哥！微微你快看 ，Oh my god， 比明星还帅！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得了吧，是个帅哥你就眼熟，这种颜值的除了电视里，我现实中就没见过。那咱们上去要个微信。我去。宋维刚带着我们几个坐下，就有个身材火辣的美女主动上来搭讪。维哥，这你朋友啊？这不维维吗？好久不见你了。宋维故意岔开话题，准备帮公子替我挡了这个桃花，可那女生可不上道。帅哥，能不能加个微信啊？我叫微微。公子一下就炸了。不好意思啊，我朋友不喜欢你这样的，别加了。疯批性格展露无遗。你谁啊？关你什么事？公子立刻无辜的看了看我，嘟着嘴，有些可怜巴巴的味道。我看了一眼公子，知道他是吃醋了。我不加，别生气了。公子立马对微微扬了扬头，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你是这帅哥女朋友？微微不甘示弱的站在那里不肯走。关你什么事啊？几个少年看着两女为我争风吃醋，纷纷露出了羡慕的神色。美女，你打扰到我们了。我只是想过来交个朋友而已。陆悠悠的女侠性格可不惯着她。你走不走？不走我把酒泼你身上了。微微的朋友见情势不对，赶紧将人拉了回来。别气了，那可不是咱们能高攀得上的帅哥。微微此时还有些不服气。什么高不高攀？我长得可不比那几个女的差。这可是寰宇的总裁，哪里看得上咱们这种普通人？估计都是等着豪门联姻的。微微这才知道，原来我不仅长得帅，还那么有钱，于是她更加不甘心了。不行，我还是得想办法认识一下，要不是那几个女的阻挠，她未必会拒绝我。请把我为大家献上一首离别开出花。臭妹妹，我看你该如何应对。
待微微他们走后，公子为陆悠悠的帅气点了个赞。悠悠刚才太帅了，那女人真讨厌。要是他刚才要的是我的微信，你会这么生气吗？公子脸一红，看了看我，倒也没有否认自己刚才是吃醋的行为。维哥身边美女围绕，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我们队长可不是像你一样的花花大少，别被这些女人带坏了，不然带他来清吧的我岂不是成了罪人？你的酒度数可不低，别喝醉了。没事，喝醉了不是还有队长吗？西西，你会送我回房间的对吗？看着公子不加掩饰地表达着对我的喜欢，众人各怀心思。喝吧，实在不行还有维哥在，他肯定能照顾好你。我这话回的有点巧妙，公子顿时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好吧，小超就是这样，要是那么容易就喜欢我了，那才没意思呢。我上去给你弹一首，是特意为你唱的。我会认真听的。队长不加别人微信好不好？那些女人都对你存了不好的心思。可以，我不加。公子立马就喜笑颜开了，他甩了甩发丝，肆意地抱着电吉他上了台。这首歌特地送给我的队长，希望你喜欢呀。宋维带头鼓起了掌，他侧过脸问我：“你听小紫唱过歌吗？”没有，今天是第一次。他从来没有为哪个男的特地唱过歌，你是第一个。那我很荣幸。我举起酒杯和宋维碰了碰杯子，随后便认真地听起了公子。我肯定自己100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公子唱歌的声音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带着微微的沙哑，有点烟嗓的味道。我不得不承认，公子唱歌的时候很迷人。他微微闭眼，像是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歌词的每一句都被他唱得深情而动听。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你妈没有告诉你，长大人要说对不起。本来今天好好的，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当他唱完以后，下面都鼓起了掌。队长，你喜欢吗？是问我喜欢这首歌，还是喜欢这个人呢？喜欢。公子快乐地从舞台上飞奔而下，借着酒精，第一件事就是强吻了我。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小紫，你喝醉了。宋维有点无奈，我垂下眼看了看他手里的吉他，我可以上去唱2首吗？队长会唱歌，去吧，我也想听听队长唱歌是什么样呢。我笑了笑，拿着吉他上了台。下面的女人没有不好奇的，长得帅就算了，要是还会唱情歌，这得迷死多少女人啊！在热搜上看到过我的人，甚至直接开始了直播。我之前用属性点在系统商城买了唱歌和乐器的金手指，加上这首来自平行世界爆火的歌，今晚绝对惊艳全场。灯光打在我身上，像是漫天星光洒落。走上那朵离家的云霞。这什么歌？没听过哎。小众音乐还挺好听的。原来小超唱歌这么好听，要被他唱歌的样子迷死了。下面的客人讨论着，一是惊讶于我居然唱歌这么好听，二是都在搜这是什么歌。眼泪轻轻地擦，别管那多醉乌鸦眼下。就在大家疑惑这到底是什么歌的时候，我的嗓音忽然变了，高潮来了。我突然睁开眼，微微仰头，声音高昂起来，重重地拨动着吉他。青春的代价，让离别开出花，伸出心脏的枝桠，向冬去春又来，等待心水融化。卧槽，太特么帅了吧！居然是摇滚，这什么歌啊？这么好听，居然从来没听过，不应该啊！老子一个男人都被他帅到了，真是麻雀吃蟋蟀，确实帅。公子整个人像是呆住了一样，就那样痴痴地望着我。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在你的身后。在我唱歌的时候，网红的直播间里早已炸开了锅。滚圈要地震了吧？期待新人崛起。不只是滚圈，是整个音乐圈。可以直接原地出道了。这歌写的真好，唱的也好，有没有人录下来啊？我要单曲循环了。家的云霞，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背着妈妈说的那。除了直播间，现场已经有人把我唱歌的片段发到微博上。别看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维哥，他真的好帅，你懂不懂？我第一次听这么牛掰的现场。我知道他很厉害，我的意思是，你别陷得太深了。他这样的人，一看就不是你能招惹的。公子这才想起自己一开始是为了什么接近我，这才几天啊，他就已经被迷得找不着北。我知道，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这么对我胃口啊，不然我肯定不接近他，也未必
就算我之前对他没想法，今天见到他唱歌，我也还是会被他迷住。结果都一样，我认栽了。哎，你们拍队长唱歌的视频没有？拍了，我发到群里吧。公子保存下我唱歌的视频，以后就发了微博和朋友圈。在公子滚圈大佬们的传播下，我的唱歌的视频就这样再次冲上了热搜。才听得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我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一首离别开出花送给大家。队长，你上热搜了哎！我去，是真的，队长这上热搜的概率都快赶上明星了。我看了看手机，评论里不少都是夸我的，中间夹杂着几条不友好的评论，我看了几眼就退了出来。就这几句酸话，影响不了什么。我再次打开自己的属性表查看，看到数值各方面都有了变化，我满意的笑了。不过夏秋芷和苏宁的悔恨值怎么增加了？不知道他们自己脑补了什么，这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因为是一个点一个点在加，所以我没有每次都播报给你。我打开手机看了看三女的信息，然而并没有搭理。一行人回了酒店后，今晚大家好好休息，明天下午就是考试了，加油！好的，队长，加油加油！有队长在，我们肯定能赢。在大家各自分散回房的时候，我喊住了孔小荷：“小荷，你来我房间吧，我给你做针灸。”孔小荷跟着我回了房间。公子原本还想去找我玩的，也只能等到孔小荷走了以后再说。你趴在那里就好。好。孔小荷趴到了床上，我找出一套针灸工具。队长出来考试还带着这个，真是奇怪。迷迷糊糊间，孔小荷觉得就这样睡了过去。我直接用一级医术替孔小荷做了治疗。小荷，醒醒！孔小荷迷迷糊糊睡醒了，忽然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怎么样？什么感觉？好像浑身有力气了。队长，这针灸这么神奇的吗？4S 级女神柳如烟出现，攻略的开始，心动值出现负值，还是第一次。孔小荷很惊讶，也不知道这是一时的，还是她以后都能保持住这样的状态。我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好吗？会的，你按照这个上面的药抓着吃，身体就会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队长，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这次比赛结束后，你来我家玩吧，我想请你吃饭。我本想拒绝，我引荐几个生意伙伴跟你怎么样？我惊讶了一下，看来这个吃饭并非这么简单。你家也是做生意的？是的，我爸爸认识不少生意人，你对我家有恩，让他介绍几个生意上的朋友不是问题。那好，等回去了我去你家拜访一下。那就这么说定了，队长。哥，我以后叫你超哥吧，可以吗？都行，早点回去睡觉吧，晚安。晚安。孔小荷从我的房间出去以后，就赶紧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而此时我正在应付从阳台溜进我房间里的公子。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怎么，我过来玩一下都不可以啊？别这么小气嘛，队长。我这里没什么好玩的。玩你好玩。我笑了起来。你说话怎么口无遮拦呢？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是个疯子了，我可不是淑女。我把脸凑近，公子低着头，根根发丝仿佛都透着害羞。你知道大半夜出现在一个男人的房间里是什么意思吗？做我男朋友吧，我可以。不，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你还是回去吧，我不想伤害你。对我来说，这不是伤害，是我心甘情愿的。你就当做好事圆了我一个心愿，不行吗？你真的这么想？真的，我就想试试和心爱的人一起到底是什么感觉。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忍下去那就是忍者神龟了。1个小时后，公子抬头看着我，哥哥，你会想我吗？我笑了笑不说话。我会想你的。快睡觉吧。可是我睡不着。那我哄你睡觉。好啊，你给我唱歌吧。你还写了什么歌？能不能唱给我听？好，我给你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我唱歌的时候，公子听得很认真，听着这歌词，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哥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让我有种错觉。什么错觉？好像我是你的全世界。你这双眼，认真的时候好像看什么都深情。我揉了揉他的发丝。这首歌就送给你吧，以后我不会再对别人唱这首歌。歌名有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叫公子。第二天上午，所有人都在自己房间复习。等我醒来时，公子也已经走了。女孩买了早餐，放在了我的床头，下面压了张字条。记住，这只是我表达喜欢你的方式，我也快乐，哥哥不要有负担哦。
你没有伤害我什么。不愧是玩摇滚的女孩，这风格确实有几分敢爱敢恨的意思。她告诉自己的好友，她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这让她的闺蜜们羡慕不已。随后就开始复习，而我就完全没有复习的必要。我有挂，怎么考都是赢。我在和江若兰打电话商量海量的经纪人和节目邀约我的事。超总，您怎么想？先判断一下是不是真实的账号和消息，如果是比较厉害的公司和综艺，那考虑一下。好的，那我就加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待会儿整理成表格发给您。真是辛苦你了，还要处理这方面的工作，回来的时候给你涨工资。正在电脑上查资料的江若兰愣了愣，她忽然就笑了。超总，你也太客气了。作为你的助理，我主要就是为你分忧啊。加工资的事等我帮你挣到钱再加吧。现在我还没有这个资格。江若兰是个有傲气的女人，无功不受禄。超总不在这几天，还怪想他的。江若兰盯着电脑，忽然就失神了，想起喝醉的那次，她握着鼠标的手起了劲。另一边，我们一行人已经进入 A 大，准备参加比赛了。不愧是 A 大，真漂亮。我们走在 A 大校园的路上，引来了众多关注。那是不是昨天热搜上的那对小超啊？是的，好像是来我们学校参加比赛的。居然真的这么帅啊，还以为视频美颜了呢。去要个微信。我去。一路上我不知道拒绝了多少个微信。等我们来到考试地点时候，外面已经站了不少人了。从 S 省来的另外一队也看到了我们，队长杨红看了我一眼，就冷漠地移开了视线。我擦，他那什么眼神啊？看不起谁呢？江聪对着杨红无语地翻了个白眼。他自己都是队长的手下败将呢，还这么高傲，真是受不了。随他吧，反正他没把咱们当做自己人，那咱们也不用在意他。我说完话后，人群里忽然骚动起来。是柳如烟来了，居然是柳如烟！我的妈呀，美晕我了！怎么能有人才貌双全的？老天爷真偏心啊！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多看一眼都是亵渎了人家。我的女神啊！一个少女的到来掀起了大家的讨论，美丽、高贵，还带着书卷气。我的天哪，这也太漂亮了！第一次对女神这个词有了概念。你们认识她吗？怎么好像很出名的样子？她是 A 大的校花啊，很出名的。从她进入 A 大开始，这学校的招生海报就没有换过人了，一直是她。宿主柳如烟是你的攻略对象 SS 级。SS 级，以前从没遇到过这么高的攻略对象。我眯了眯眼，倒也不意外。这容貌不是 S 级以上说不过去，SS 应该是指攻略难度更高。宿主 S 级以上的人物系统可以提供好感度提示。那还不错，很人性化。这种女神的心一般都不是好琢磨的。只需要10万属性点即刻开启。无语，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只得含泪买下。柳如烟很出名，但和苏宁不一样，她并不高冷，并且温柔似水，乐于助人，又是无敌学霸。可以说，这就是 A 大的金字招牌，无论男女都非常崇拜她。我要想一想怎么才能接近她。队长，可以进去了。我收起心思，和众人一起进了考场。考试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很快就结束了，我们都要在教室当场等待批改公布成绩，而我和柳如烟无疑成了这个教室中2道最抢眼的风景。下面我来宣布本次比赛的结果。对于这样的比赛，柳如烟早已参加过不知多少次，已经不会有紧张的情绪了。可是这次她输给了我。第1名小超。下面响起掌声，还有一些议论声。我的天，居然不是柳如烟。小超不是 A 大的吧？都没听说过这人。好像是淮大的。那不就是个2本，居然拿了第1，这下 A 大丢脸丢蛋了。我以为会是柳如烟呢，以前和她一起比赛，她总是第1。柳如烟面色不变，只是眼睛垂了下来，这是她掩饰情绪的小习惯。在抬起头眼时，她还是那副温柔娴静的样子。第2名柳如烟。下面再次鼓起掌来，柳如烟露出一个浅笑，淡定从容。随着所有获奖的参赛人员都宣读完毕，下面请同学们上来拍照领奖。随着老师一个个念到名字，我和柳如烟一前后起身。上台领奖时，我就站在柳如烟的身边。小超同学，你很厉害。柳同学也很厉害。这时，系统的播报声传来：柳如烟好感度负10。宿主柳如烟心动值负10。难道就因为我考过了她，所以被讨厌了？看来这女神很在乎自己的荣誉。待拍完合照散场时，前10的同学留意一下，美国国际数模大赛比赛时间在这个月底，时间剩下不到半个月，大家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哦对了 ，S 省有3位同学是吧？那你们谁做队长？以后来负责沟通工作。老师让小超做队长吧，我们之前的队长就是他。好，那就小超同学，你留一下我的手机号，有事我直接和你说了。好的，老师。看不出来，这小子居然这么狗腿。杨老师简单交代了几句后面的时间安排，就让大家散了。走出门口后，柳如烟主动喊住我：“小超同学，你们来一趟 A 大不容易，要不中午就一起吃饭吧？”可是我的朋友还在等我一起吃饭。没关系啊，也一起去吗？人多热闹。那我先问一下我同伴的意见吧。
好啊。柳如烟跟着我一起走到江聪几人面前，恭喜队长拿下第一，这下怀大的校长得乐开花喽。小何也不错呢，拿了第10。中午一起在 A 大吃饭吧，就当交个朋友了。大家都方便吗？这么漂亮的校花主动邀请吃饭，他们当然不好意思拒绝。去食堂的路上，柳如烟落落大方地介绍着学校的历史。王语嫣像个小迷妹一样，看着柳如烟的眼睛都要放光了。真的吗？真的吗？那学姐有没有见过那个写诗的人呀？没有，我也是听上一届的学姐说的。嫣嫣听听就好，未必是真的呢。你们队长好像话很少啊。不好意思，刚才在想事情。在想什么呢？在想公司的事。我来了 A 省几天了，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柳如烟心动值+1。原来柳如烟喜欢事业型的男人。不要太辛苦了，公司的事1、2天急不来的，可别像我爸爸一样，为了公司把自己急病了。哎，学姐的爸爸也在为公司的事发愁吗？一点小事，我爸爸就是这样，把公司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我呀，是劝也劝不动。通过柳如烟的讲述，大家知道了柳如烟的爸爸正在为10几亿的项目发愁。我的天，10几亿呀，太有钱了吧！原来学姐是白富美。虽然我很想帮学姐，但是估计把我卖了也帮不上一点忙。王语嫣一句话逗笑了柳如烟。现在情况正在慢慢好转了，后期应该就能恢复正常。只是我爸这人性子急而已，倒不是大事。学姐，你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或许我能帮上忙呢。柳如烟心动值+5。原来铺垫这么多，是知道我的环宇是投资公司呀。天华集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天华是天华地产那个天华吗？是的，地产是天华很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边走边聊，就到了 A 大食堂。吃饭过程中，他就再也没聊起家里的事，他倒是很沉得住气。吃完饭之后，大家各回个家。我在回程的路上了解了一下柳如烟的豪门身世，很是复杂。没有母亲的她，可以说是在这个家，一边有2位纨绔哥哥压制，一边有年轻小妈制衡，所谓举步维艰。先对她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也好进一步攻略。回到酒店后，我就收到了柳如烟的好友申请，我通过以后主动约了她。有空出来喝杯咖啡。小超主动约我，刚才看他有点冷漠，没有觉得他有想追我的意思呀。可以呀，我下午就1节课，那等我下课了去找你吧。OK， 学姐想去哪里喝咖啡？我对 A 省不太熟悉，你来选位置吧。其实不一定非要喝咖啡啊，你喜欢打游戏吗？我诧异了一下，还好。那我们去网吧打游戏吧，谁赢了谁晚上请吃饭可以吗？无论输赢，我都请你。学姐几点下课？我去接你吧。我在学校第3栋教学楼的5楼507教室上课，3点半下课，到时候我得先回一趟宿舍放东西哦。好，我知道了。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去找柳如烟之前，我到奶茶店准备买5杯奶茶带过去。我深知一个对她闺蜜也很好的男人对这个女人的杀伤。当我提着5杯奶茶来到507的走廊时，教室里有不少人看了过来。我的妈呀，那不是小超吗？他是来我们班等谁啊？怎么手里还提着奶茶？咱们班除了校花，还有谁有这个待遇？今天他们好像是一起比赛来着，我看到学校官网发的获奖名单了。好帅啊，本人比微博的照片还帅。女生大部分都是在夸我帅，男生就截然不同啊。这男的是想追小烟吗？听说他只是个2本的，做什么美梦呢？柳如烟能看得上他？也许不是柳如烟吧，班里除了柳如烟美女也不少。也对，我可没见过柳如烟和哪个男的出去约会过，应该不是。下课铃声打响，许多同学都没有走，想看我到底等谁。柳如烟挽着室友的手走到了我面前。不好意思呀，让你久等了。没事，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口味的奶茶，所以我直接点了店里比较火的几款。哎呀，还有我们的份儿呀，帅哥。有的，我买了5杯，你们就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挑吧。谢谢帅哥呀，今天沾了小烟的光了，有帅哥送奶茶。柳如烟突然发现这是热奶茶。小超还挺细心的。当然，这里又是一个海王知识点，如果要在女生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她买奶茶的话，最好是热饮。我先送你回寝室吧。柳如烟温柔地笑了笑，点头和我走到了一起。柳如烟不会真和这小子有什么吧？她可是我女神啊，我心碎了。老许你就别想了，没有小超也有别人，反正轮不到咱。哎，小超至少长得帅还有钱，也算是郎才女貌吧。走在回柳如烟寝室的路上，你不喝吗？我不爱喝奶茶。啊，那你怎么多买了1杯呀？我怕买的少不够你选，里面万一有你不爱喝的，还能有个替换的。柳如烟心动值+1，谢谢你啊，小超，你真的很细心哎。应该的，能请学姐喝奶茶是我的荣幸。小超下午对我的态度好像和之前考试的时候不一样了，是我的错觉吗？你考虑的这么周到，一看就没少谈女朋友吧？我只谈过一个女朋友，还是算了，不说她。没关系的啦，像你这样的肯定大把的女生追着你跑，不用太执着于过去的事。
我已经放下了。学姐呢？谈过几个对象？不用那么生疏的，叫我小烟就好了。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陪柳如烟回寝室放了书之后，我两肩并肩往学校门口附近的网吧走去。说起来还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这次拿了第一，只怕我还沉浸在从前的荣誉里走不出来。是你提醒了我，我也得努力了。大大小小的奖他拿了不少，便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优秀了。其实他还远远达不到自己理想的状态。你已经很厉害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柳如烟心动值+1。柳如烟知道我是好心安慰她，可是她的生活永远离不开压力这2个字。在爸爸的心里，她再优秀也比不上她的2个哥哥。我知道。在网吧，我订了一个2人包房。你平时喜欢玩什么呀，小超？吃鸡。这个我不太会玩，你不要嫌我菜哦。不会，我技术也一般。我俩登录账号，开了一把吃鸡。柳如烟技术虽然一般般，但打游戏的时候格外认真。终于知道为什么他室友那么爱和对象打游戏，的确很好玩。就这样，柳如烟也苟着苟着，也苟到了决赛圈，跟我不一成合了。我起身站到了柳如烟身后，柳如烟莫名就紧张了起来。我感觉我要嘎了，我肯定打不过他们，怎么办啊，小超？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决赛圈，他不想输，但是他又没底气，毕竟不是擅长领域。我俯下身，握住了柳如烟的手。我教你。我的手握住柳如烟手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僵住了。她往左侧微微抬头，我帅气的脸放大数倍呈现在她眼前。柳如烟心动值+5。这包厢里本来就有些闷热，柳如烟脸都红了。看到没有，草丛里还有一个。看到了。这次你来开枪，我帮你瞄准。她从来没有和一个男生离得这么近过，还被对方握着手环在怀中。这个就交给你来打了，只要他嘎了，我们就赢了。我走开后，柳如烟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要不还是你教我吧，我怕打不中。好，我再次握住他的手，整个人都靠了过去。就在这里。我话音刚落，枪声响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我们赢了。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柳如烟心动值+1。我尴尬的坐回座位，拿起水喝了一口。还打吗？不打了，我太菜了，完全就靠你带。没有，你不怎么玩，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好了。时间不早了，那我们去吃饭。好。我俩从网吧出来的时候，外面夕阳正美，真漂亮啊！夕阳洒在她的身上，少女美得如梦似幻，连发丝儿都在发光。小烟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反正我们学校附近的东西我都吃过无数次了，主要是看你想吃什么呀。那就去你觉得最好吃的一家店吧。好。我俩来到一间湘菜馆。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这家店的菜都不错，不用担心踩雷。我俩最后一人点了2个菜，4菜1汤。你今天为什么突然约我出来啊？今天听你说起家里的事，想着我应该可以帮上忙。那你为什么要帮我？所以你觉得我是因为你才帮的这个忙吗？难道不是吗？总不能是因为我爸爸吧？为什么不可能？天华这么大一个集团，我要是能让天华欠我一个人情，这可比钱重要。你不是这样的人啊，环宇的老板可不是唯利是图的人。那我图什么？我不知道。那我如果帮了你，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呢？超老板想要什么报答呀？暂时没想到，等我帮上忙了再说吧。那你打算投资多少万呢？我往后靠了靠，看着柳如烟用手指比了个100万也可以。不是1000万。真的假的呀？你可别是拿我开玩笑吧？当然是真的，1000万。你不怕我骗你？那你不怕我帮你是另有所图？两人相视一笑，柳如烟内心是觉得很奇怪的，她不觉得自己能让我平白无故付出1000万。那你图的是什么呢？你不是想打败你2个哥哥做柳家的继承人吗？我可以帮你。柳如烟瞳孔急速的收缩了一下，手心沁出了冷汗。他居然看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呢？柳如烟垂下眼，用来掩饰自己的惊讶。小烟，我投资的不是柳家，是你。少女眼睫颤了颤，她的内心被我触碰到了。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个看出她野心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柳家这几个孩子里，只有你的能力足够胜任继承人的位置。柳如烟心动值+10。柳如烟抬起头，就那样看着我，这是她努力了这么多年最想听到的一句话。你真的想好了要帮我？万一我没能得到那个位置呢？那你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投资本来就是一件风险与回报并存的事，风险越高，回报越大，不是吗？柳如烟笑了笑，要了一瓶酒。你酒量怎么样？要是喝得太醉了，到时候被你的同学们看到，可是会有损你女神的形象。我酒量一般，但是今天我就是很想和你一起喝酒。柳如烟觉得缘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来，我敬你，敬你的眼光，也敬你对我的这份信任。我俩聊得很开心，酒意渐渐上头。其实我真的挺累的，你不知道吧？从我妈妈去世的那一刻起，仿佛我的命运就被改写了一样，好像我突然就从爸爸
最宠爱的女儿变成了一个外人。无论我做的再好，得到多少荣誉和夸赞，在他眼里也比不上哥哥们。就因为我是女的，没有资格继承柳家，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可我不想就这样过下去，我不会输的。我要证明给他看，柳家一定会是我的。这么多年，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其实你抢了我第一的时候，我是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每次我拿了什么荣誉，我都会让爸爸知道，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对我多出几分耐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抱歉啊，我不知道对你来说，第一这么重要。不用道歉呀，你本来就厉害，是我自己技不如人，而且认识你比我拿第一更高兴。你马上就要毕业了，你爸爸有让你进入天华的打算吗？我努力了这么多年，也不是毫无效果的呀。他希望我进入天华，成为大哥的好帮手，帮大哥一起管理天华地产。这样看来，你爸爸还是很信任你的能力的。可是他不爱我。我现在感觉，其实柳如烟这么努力，只是希望父亲的一个认可。你以后会找到一个很爱你的人。也许吧，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就算找对象，我爸爸也只会让我找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这样的婚姻大约是不会有爱情的。所以我也并不是很憧憬爱情。如果那个人是我呢？柳如烟直接愣住了。如果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愿意和你一起去登记领证。说到这里，柳如烟叹了一口气。可是，哪怕是我自己的婚姻，我也无法做主。此刻的我感觉已经在柳如烟心中埋下一颗暧昧的种子，只待我来浇水，然后收获心动值。万一呢？万一那个人就是我呢？缘分这种东西说不好的。柳如烟突然从内心产生了一种期待。那我希望我和你能有这个缘分。柳如烟心动值加20。我感觉柳如烟其实是个很脆弱的女人。我会帮你的，等你真的坐上继承人的位置，就能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缘分了。我会努力的，不让你失望。柳如烟笑了笑，醉意盎然，明媚动人。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宿舍吧。好。柳如烟虽然有些醉意，但还是能自己走路。我俩很快来到了她宿舍门口。你什么时候回去？明天。如果你在 A 大就好了。也许以后我能来 A 大呢。真的吗？你真的能来 A 大吗？如果这次数模国际赛我能拿第一，那就一定能。比赛规则上面写了的。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吗？我记得还有特殊招生通道的，等我回去看看。怎么，不相信我能拿数模第一吗？也不是，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信你一定能行。说完，柳如烟笑了笑，主动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在 A 大等你，备省有更好的资源，更大的舞台，你的世界不该只是一个小小的淮海。所以我会来的，我还得帮你拿下天华呢。柳如烟心动值加5。柳如烟脸上露出几分甜蜜的笑容，我离去的背影仿佛照亮她生活的光。第二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回了 F 省。回到淮海后，我直接回了公寓。我想起王语嫣说要直播的事，便打开手机。王语嫣直播就是唱唱歌聊聊天，她长得漂亮又可爱，粉丝涨得很快，也有人给她刷礼。后来弹幕里有人让王语嫣去打 PK， 她有些不敢。可是咱们家还没什么实力呢，我不敢去。去吧，大哥给你撑腰，别怕。我们会给你上票的，兔子你直接连就是了。但理说新人连到大主播的概率不大，你放心连吧。你不打 PK 的话，很难挣钱的妹妹。弹幕里都在怂恿她打 PK， 王语嫣也只能去试试了。没多久，她就自动匹配到了一个主播。谢谢哥哥们的礼物呀，爱死你们了，老公们亲亲。这女主播魅惑的样子，看得王语嫣有些尴尬，也不敢说话。PK 条快就被对面碾压了。嗨，主播你好呀。菲菲感谢完大哥的礼物之后才理王语嫣。你好，玩什么？怎么比？我这边输了跳火车要。王语嫣一开始还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后来在弹幕的鼓励下，她也渐渐鼓起勇气了。都可以的，我刚开播没多久，对这些还不是很懂。你想玩什么呀？新主播，也就是说你还没多少粉丝是吧？菲菲的兴致一下就淡了，估计这场 PK 也打不了多少票。那过程就谁家上票少了做蹲起，最后输了跳火车摇。火车摇我不会啊，能不能换一个啊？那你输了就唱首歌给我家大哥听吧。菲菲倒也没有想为难他，重新开启了 PK。不一会儿，就有大哥又给他上了3000块的礼物。就在王语嫣准备起来做蹲起的时候，公子直接上了5000块的礼物。啊，谢谢公子，不过你别给我刷礼物呀，真的，输了也没事。王语嫣心里很过意不去。小 case 啦，跟我客气什么？我平时看直播也会给主播刷礼物的，真没事儿。这是兔子的朋友吗？是个大哥。不错，也许这局我们能赢呢。几千块也还好吧，在乐不算什么大哥。
对面厉害的时候一场 PK 几十万，还是有点实力在的，别高兴太早了，家人们。对面正在和大哥们聊天的菲菲挑了挑眉，看来对面还是有人啊，对面好像很有实力啊，我这局不会要输了吧，九哥？放心，输不了。说完，他又上了8000块的礼物。九哥有实力啊，轻轻松松小1万花出去了。九哥是菲菲的死忠粉，他就给菲菲一个人花钱，我真的哭死。九哥是干啥的？这么有钱，对主播这么舍得，这俩人私下没点什么，我还真不信。眼看着菲菲这边 PK 条赶上来了，王语嫣赶紧给公子发微信，不要再刷礼物。他正准备做蹲起的事，忽然一个眼花缭乱的特写。卧槽，是哪位大哥出手了？这是要把礼物墙全部点亮一遍啊！直接碾压对面血条了，看对面还敢不敢杀。卧槽，10万啊！兔子这么有实力的，是不是哪个平台跳槽过来的？是小超直接送了10万的礼物。菲菲这下眼睛彻底亮了。可以啊，对面就不得让九哥大出血一次？对面的大哥这么厉害，还骗我说是新主播，看来我今天要输给一个新人了。我过去看了一眼，确实是新主播，他那个大哥都是个新号，是公会的号吧？想捧红他手以上的是吧？九哥打不打？打的话我也跟着冲了。什么条件也敢跟我拼？10万算什么？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打到对面服气。九哥再次送了10万，这时候剩下的时间只有1分钟了。九哥估计对面就算捧人也不会再花多少。来了，对面大哥出手了，咱们怎么说？上位几百块也是上，尽力。那位送10万的大哥呢？再充钱。哈哈哈，大哥好实在啊，是第一次看直播吗？大哥是新号啊，一看就是刚来的。就在菲菲家以为对面或许不会带上大票的时候，我又送了20万。王语嫣就惊得说不出话来。看到我出手，公子和孔小荷也各上了5万。好啊，上得好。他已经很久没有连到这么有实力的主播了。这新人背后的大哥实力不输大主播啊，怎么办呀，九哥？九哥也慌啊！卧槽，对面怎么回事？一个人上了30万啊！要是公会未免也太舍得花钱了。看来这把要输了。有九哥在怕什么？对啊，九哥带你们慌啥？稳住，咱们跟着九哥一起上。菲菲开始在直播间各种撒娇。只有时髦了，哥哥们，帮帮菲菲嘛！菲菲不想输呀。九哥咬咬牙，唰的一下又送了30万。九哥30万刚送出去，我再次上了20万。九哥都绝望，但是刷了这么多又不太甘心。直播间的催促让他心烦意乱。最后3秒，我不放心，怕对面偷塔，再次上了10万。王语嫣的直播间粉丝都炸。妈呀，大哥你太猛了！我的天，兔子你运气太好了吧！第一次 PK 就遇到了这么牛的大哥。义父，请众孩儿一拜。超哥来我的直播间玩会儿吗？大哥的名字好熟悉，和前2天热搜上那男的同名。对面傻眼了吧？哈哈哈，笑死我了。对面几个大哥没干赢咱们这边一个。菲菲这边虽然输了，但他心里可是乐开了花。这一场 PK 他又挣了几10万。而此时王语嫣的公会群也热闹了起来，大家都去连这个兔子，他家有大哥，去加一个这个叫小超的大哥，看能不能聊到自己家来。另外2个上万票的大哥也连一下。众人纷纷联系王语嫣，想连麦都被他拒绝。输了 PK 的菲菲直接起身，打开了身后的灯光，她要实现自己的承诺。输了跳火车摇，婀娜性感的舞姿惹得直播间群狼乱嚎。兔子你也来一段呗？不会跳舞，我只会唱歌呀，跳舞太难了，我四肢僵硬不行的。我笑了笑，他这样直播恐怕难挣到钱。我的后台收到许多女主播求加好友的信息，我都没有理会。队长，今天和我打 PK 的那个菲菲说想加你的微信，我要不要给啊？我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时也遏制了王语嫣以后想还我这些礼物钱的想法。毕竟这些钱对我来说只是9牛一人。第2天我回到学校，就看到了学校挂了横幅，我在学校里成了个香饽饽。这时我收到了苏宁的信息：小超，今天下课后一起去学校的小树林走走吗？这是苏宁第一次主动约我。难道苏宁是要对我告白？为了悔恨值，我还是答应了他的邀约。看到我回复好的消息，苏宁重重的松了一口气。他答应了。那你想好怎么跟他说没有呀？你的信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开口。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好，我挺你，加油！下课铃声打响，女孩扭捏的来到我面前，不太敢看我。我们现在就去吗？还是说要不要去操场走走？苏宁咬着唇，漂亮的眼睛里满是忐忑。走吧，我请你喝奶茶。给个甜枣再打1巴掌的事，我最擅长干了。尤其是苏宁这种天之娇女，想要获取悔恨值，绝不能一味的虐她。好啊，那我们走吧。苏宁很开心。走在路上，苏宁有些崇拜的望着我。小超，你真的很厉害。你指的什么很厉害？比赛吗？不只是比赛，其实你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已经很佩服你了。还有唱歌，我在热搜上看到了你唱歌的视频，真的很帅。
随便唱唱而已。可是你随便唱唱比那些歌星都厉害，真的，像你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成就的少之又少。每发现我身上的一个优点，苏宁的后悔就要加深1分，已经到了85，就差临门一脚就可以满值。我俩一起出了校门口，我找到一辆自行车。我载你吧，苏宁。苏宁眼眸微颤，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温柔的叫她。这是你新买的自行车吗？这是张武的，我借用一下，上来吧。苏宁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抓紧我。微风拂起女孩的发丝，苏宁看着我的眼神中满是甜蜜，她伸出手抱住了我的腰。小超，原本有些话我想找个没人的角落里告诉你，可是我突然想现在就告诉你了。你说。我喜欢你。数比赛回学校的第一天就被苏校花告白，而我的冷酷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苏宁本以为要铺垫许久的话就这样脱口而出了，说完后他捏紧了我的衣角，很是紧张。你先别拒绝我，听我把话说完。你说吧。你一定觉得我这个人很可笑吧？之前那样伤害你，却还敢来告白。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今天，没有想到自己会喜欢你。真的了解了你以后，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我控制不了自己，总是忍不住将目光落到你身上，私下关注着你的一切。我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喜欢过谁。小超，你是第一个。我从前高傲又自大，对别人的爱不屑一顾，是你改变了我，让我懂得了珍惜别人的情谊。苏宁是真的后悔了。对于以前的事，我一直都很后悔，真的很后悔。我欠你很多句对不起，但是我也知道，我说再多句对不起也弥补不了我做的那些事。我说这些也不是想得到什么，只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不说出口，这将会是我一生的遗憾。我的话说完了。苏宁说完后，我渐渐把车停了下来。那你期望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不需要你给我答案，我只是想告诉你，仅此而已。不要自欺欺人了。你说你不想得到什么，可你内心明明就是想听到我原谅你的话。那你会原谅我吗？苏宁的声音变得很轻很轻，仿佛下一秒就要碎了。不会，我原谅不了，或者说我已经不在意了，但我也不可能当作无事发生。苏宁悔恨值+5。那你还会喜欢我吗？我可以努力改变的，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我再次残忍地打破了他的希望。也不会了。苏宁悔恨值+5。苏宁咬着牙，没有让自己眼眶的泪掉下来。我眼中的平静无比清晰地告诉了他这个事实，我对他连恨意都没有，爱恨皆无，这才是最令人心碎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挺可惜的，明明互相喜欢过，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如果当初你能对我有一点好脸色，哪怕只是一点点，或许我们今天都不会是这个结局。你一巴掌打醒了我，也打掉了我们之间所有的可能。我这几句话无疑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戳进了苏宁的心里。苏宁悔恨值+5。他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就这样滑落下来。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挽回。我只希望你不要讨厌我，好吗？他抱住我哭泣，我没有推开，也没有抱住他，就那样平静地站着。人生如棋，老子无悔。苏宁松开了我，垂下眼，默默地落泪。他拿出准备好的情书。你说的我都明白了，但是这封信还请你收下，这里面有我想对你说的话。我伸手接过，苏宁以为我会打开，可是我却当着他的面撕了这封信。苏宁愣在原地，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来。你打了我一巴掌，我践踏了你的情谊，算是扯平了吧？苏宁失魂落魄地往后退了退，这样的事也能扯平吗？他知道不可能的，过去他做过的事将是两人心中永远的刺，永远磨灭不了。悔恨值也是在这一刻瞬间拉满。苏宁蹲下来，一点一点将那些信纸的碎片捡了起来，我就那样垂下眼望着他。该报复的已经报复了，悔恨值也刷满了，现在该刷心动值了。走吧，再晚奶茶店就没有位置了。你还要请我喝奶茶吗？他还以为我就要和他分道扬镳了。答应了请你喝奶茶，当然还是要去。我也帮着他，我俩一起把地上的碎片都捡了起来。这些你就自己留着吧，我怕自己时不时的看到你的信会忍不住心软，我不想这样的事发生。真的是这样吗？小超是害怕心软才这样做吗？苏宁好像又重燃起希望。上来吧。苏宁小心翼翼地坐上单车，抱紧我。我不敢。我要加速了，你会摔下去的。反正我摔了，你也不会心疼。我叹息了一声，拉着苏宁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腰上。此时无声胜有声，有时候女生只是嘴硬罢了，主动一把，对方并不会拒绝。感觉苏宁已经被我这样禁欲系男神的气质吃得死死。我带着他来到奶茶店。你喜欢喝什么？都可以，我不怎么喝奶茶的。我点点头，点了2杯咖啡。我以为女生都爱喝奶茶。这是你的错觉呀，我还以为男生都不会撕情书呢。苏宁显然还是对那件事有点伤心，我忽然就笑了。我还以为女生都不会打人呢，你一开始不也打了我吗？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已经悔改了。你要是还不解气，那你就打我吧。我可不打女人，我要是打女人，那我成什么人了？你就不好奇我的情书里写了什么吗？知道了，对我未必是好事，我不希望自己又被你乱了心。你在害怕？
你害怕你会喜欢我，那说明你自己也无法保证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了。我挑眉不说话了，也不否认。我的沉默让苏宁高兴了，他将我看成了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苏宁心动值+5，那你现在有没有喜欢的人？有。苏宁的神色又再次肉眼可见的失落下来。我认识吗？你不认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他很温柔。苏宁没有失落太久，通过今天的经历，仿佛已经能渐渐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大起大落。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喂，若兰。超总，您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说一下最近的几个项目投资的事。要不然出来喝杯咖啡当面聊吧，电话里3两句说不清。超总今天没课了吗？我和我一个朋友在外面喝咖啡，我把位置发给你吧。好的，我现在带着资料过来，稍等我10分钟。小文，我出去一趟，有什么事你打我电话。好的，兰姐。对了，大家要喝什么咖啡发群里，我待会儿带回来。谢谢兰姐。当江若兰风情款款地出现在咖啡厅门口的时候，苏宁心里就升起了一股巨大的危机。超总，这是超总的朋友吧？你好，我是江若兰。江若兰笑得温柔大方，看向苏宁的眼神也带了几分打量。这女孩长得可真漂亮。看着苏宁年轻的脸蛋，江若兰心里有些怪异的感觉，她知道自己大概是有些吃醋了。江若兰心动值+5，小超的助理长得这么漂亮，也很温柔，难道他口中那个温柔的女生指的是江若兰吗？你好，我是苏宁。她的表情有些冷淡。这女孩喜欢超总，我可以肯定。她装作不知坐在老婆身边。苏宁看到这一幕，醋意翻滚，她气呼呼地端起面前的咖啡灌了一口，结果被烫到了。你还好吧？我没事，你们聊吧。这女孩是完全不懂啊，一般女生就会借着这事可怜兮兮的撒娇了。江若兰摇摇头，看来她还不是自己的对手。我居然对一个还在读书的女生生出醋意，真是不应该。感情这事确实会让人失去一切冷静。超总，我坐在这比较方便和你说项目地事，你不会介意吧？没关系，你就坐着聊吧。对了，你先看看喝什么，点杯喝的再聊。我不太清楚你的口味，这里品类挺多的，你想喝奶茶也可以。我这温柔体贴的模样，深深的刺痛了对面的苏宁。宁还有想喝的吗？那杯咖啡是不是太烫了？苏宁心动值+2，他还是第一次被我这么喊。我换一杯奶茶，我想喝甜的了。超总喝的什么我就喝什么吧，点一样的就好了。两人高低立现，苏宁完全不是江若兰的对手。接下来我就开始和江若兰开始谈公事和投资电影方面的事。那就照你说的来吧，我完全支持你。谢谢超总的信任，希望我没有辜负你的期待。我和江若兰聊天的时候，苏宁被完全冷落在了一旁。她现在更加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和我的差距。我先回去了，你们继续聊吧。苏宁主动起身告辞，她觉得自己待在这里就像一个外人。不好意思忽略你了，抱歉，我帮你打个车吧。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就好。再见，再见江小姐。再见苏同学。苏宁走的时候心里难受极了，不知道该怎样挽回我，让她就此放弃又不甘心。喂，哥哥，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苏宁有过亿资产，区2000万的3S 级电影，我却没有着急投资。苏宁走后，我和江若兰公司上的事也谈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开始闲聊了。公司现在怎么样？大家状态还好吧？您放心吧，大家都打了鸡血一样吗？都巴不得超总给点事给他们做。说实话，这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大家都主动想做事吗？不会是为了哄你高兴吧？真的不是，等你去公司就知道了。要不现在去公司看一看，大家也很想见见超总呢。这样啊，那也行，买点东西去慰问一下大家吧。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了，刚好今天把项目的事也和大家说一下。好的，我先去点咖啡，超总看那会儿咱们再买点什么给大家。江若兰去前台点了几十杯咖啡，拿着这么多咖啡，我也不好再骑张武那破自行车去公司。我打了个电话给张武，小武，你在哪？我在宿舍呢，超哥。你有时间过来把你的自行车骑走吗？我临时有点事。行啊，你把位置给我就好了，我这就来。张武刚挂了电话，宿舍里的人就有些阴阳怪气。哟，真是抱上大腿了啊，老张，小超都给你打电话了。可不是嘛，我们可没有人家那脸皮，之前欺负小超，现在还好意思献殷勤，跟狗一样。你们懂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咱们可没有老张这觉悟。是呀，我是抱上大腿了，还是特别粗的大腿。超哥可是答应了，我毕业就让我进他公司，而有些人呢，就是给超哥做狗都不够资格，你们说对吧？几人冷哼一声不说话，他挂了电话就赶到了我那里。江小姐好。你好。给你的小五，挂在把手两边骑回去也没问题，要是怕洒了你就去那家店吃完再走吧，我在那买的。给我的。对，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东西拿好。张武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吃的，神色复杂，还有些愧疚。我以前真该死了。要是系统能检测到张武的愧疚值，那指数估计已经爆表了。超哥，以后我就是你最忠实的小弟。
我和江若兰一起回了公司，门口站了2个颜值很高的保安，一身保安制服穿在他们身上就跟拍电影似的，2人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超总，楠姐，我浅笑着点点头，便进去。超总还挺和气的，和那些老板一点也不一样。其实越是大老板越谦虚，我爸是这样说的。进门后，迎面就是2个双胞胎美女迎宾。超总好，我也笑着点头。我出现后，办公室的所有人都抬起来。是超总啊！我的天，好紧张！上次面试我都不敢看他来着，太帅了！是不是要给我们安排工作了？好期待啊！你说我去找超总要签名，他会不会把我赶出去？你傻呀！以后肯定有文件要超总签名的，等着就是了。我的出现让办公室的女员工们格外兴奋。超总，你的到来让大家很高兴呢。我勾起一个温和的笑容。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我人在外地没办法和大家多交流，这次回来以后好好犒劳大家一下，看大家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出去玩一玩，团建一下。辛苦。如果坐在办公室摸鱼打游戏、喝咖啡吃零食算辛苦的话，那他们确实嘴巴很辛苦。超总，那你有什么工作安排给我们吗？团建先不急的，工作重要呀。对呀，什么时候玩都不晚，工作要紧。工作已经来了，待会儿就让若兰告诉你们。办公室传来了一片欢呼声，隐藏在人群里的龙灿公司的卧底范红很不解。这群人怎么这样？有了工作还这么高兴，天天躺平不好吗？团建聚会还是要有的。首先第一步是需要各部门的同事都先彼此熟悉一下，这样也方便接下来的工作对接。若兰，把蛋糕和咖啡分下去给大家吧。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你和大家聊一下。等和大家聊完公司投资的事，我和江若兰都回了办公室以后，范红按捺不住自己策反的心思。你们说曹总前期是不是故意这么放任我们玩的？等他回来，可能大家就要加班了，说不定会很辛苦呢。不会的，超总不是那种人，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哎呀，就算加班我也乐意，这么高的加班费，我乐意加班。见旁边的2人这么说，范红梗了梗。看来想要瓦解环宇的内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另一边，江若兰接了个电话以后，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进来。超总，这边有个电影方问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见他们？他们已经带着剧本到楼下了。这么快？但我在微信上说了您明天有时间，结果他们那边可能比较急，现在就来了。那就让他们进来吧，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宋木收到消息后，脸上闪过一阵喜色。蚊子，超总答应见我们了，太好了，走。随后他又叹了一口气，希望这次能成功吧。2位双胞胎美女前台将宋木他们带到了会客室。2位先生请稍等，我们超总马上就来。宋木忐忑不安地等着我的到来。待我推门进来后，宋木和许文景赶忙起身过来握手，一阵简单的寒暄。我直接要求看剧本。我看剧本的时间并不长，当我合上剧本的时候，宋木心彻底凉了。超总连剧本都没有看完就合上了，难道是不喜欢我们的这个的故事吗？超总，您看了我们的剧本觉得怎么样呢？好，很好，这个电影我投了。开玩笑，这可是我上辈子的票房冠军啊！这不就是换了个主角和电影名字的我不是样神吗？经过文娱之星这个金手指的检测，这个剧本的评级是3S，3S 就是必定会爆火的剧本。听到我的话，宋木和许文景2人愣了一下，转为狂喜。许文景激动的都快哽咽了。曹总，太感谢您了。超总，请问您大概能投资多少呢？我们这电影需要的投资其实挺多的。你们需要多少投资？2000万。我皱了皱眉。记得上辈子这部剧宣传的时候，似乎是投资了7000多万，怎么变成2000万了？超总，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们保证这些钱都会用到电影制作上，这个您可以派人去监督我们，而且我们不会用这个钱去请大牌演员，先保证故事足够好看，演员是其次。2000万我当然可以直接投，但是不如借这个机会去拉拢一些大佬，比如孔晓荷的爸爸。想要做电影投资界的神话，淮海的大佬圈子，我势必要融入。单打独斗是危险的，靠着电影的大火，一定可以拉拢一波大佬们的人情。只是不知道孔晓荷的爸爸有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先去摸摸底看看吧，能拉到几百万也是不错的。我可以先投1000万，那剩下的钱你们要是拉不到投资怎么办？无论如何，这个电影我一定要拍出来，办法都是想出来的，总有办法的。你的电影剧本可以多给我一份吗？您是需要再看一遍还是？我可以帮你们拉投资。我的话属实是把2人感动住了。别的不说了，能不能拉到也不一定，但是我可以去试试。超总，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您吃个饭吧。等我真的拉到投资了，你们再请我吃饭吧。关于电影方面的事，我会找人专门和你们对接，加油吧。超总，我实在没想到您会这么相信我们，因为这个电影的意义确实不一般，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们会改变这个世界。至少在上一世，那部电影就在当时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最后甚至改变了法。送走宋木以后，我给孔晓荷发去了消息。曾拥有过一个只会为你付出而不求回报的贤妻良母。和宋木谈好电影投资的事以后，他给我留下了一份剧本，我马上给孔晓荷发去了消息。小荷，最近方便去你家拜访吗？这周6就可以的，超哥。之前是看你刚回来就没好意思说这事，想着等你休息几天再提的。实不相瞒，
我这边有个很好的电影剧本，想问问你家里有没有这个投资的意向？我准备投资1000万，你相信我，这电影一定会火。超哥，你那边还需要多少万啊？还需要1000万，可以让你爸爸带他朋友一起投，保证赚钱。1000万没问题的，周6见啊！我愣住了，1000万没问题。孔小荷答应的这么爽快，他家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想了想，给苏宁发去了消息。在吗，宁宁，想问你一个事儿。需要人家的时候就叫人家宁宁，不需要人家了就是苏宁。怎么了？你说。你认识孔小荷吗？或者说淮海有什么富商是姓孔的吗？我知道这个人，但是不认识他。他是淮海首富的儿子啊，淮海首富就姓孔，你不知道吗？什么？我直接惊呆了，随手一帮的人居然就是淮海首富的儿子。我查了一下孔小荷的首富父亲叫孔魏征。好家伙，福布斯排行榜，身价2200亿，那孔小荷安排的这饭局只怕不简单。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接下来的行程。若兰，取消这周6去 A 省的行程，周6陪我去另一个饭局吧。好的，超总。对此，江若兰没有疑问，她向来是相信我的一切决定。紧接着，我们又聊起了短视频的事情。江若兰叫来了视频部主管。软件开发的怎么样了？已经快完成了，超总要不要先看一下？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好早一点改正。预计下个月就可以在手机 app 上架了。不错，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那我们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呢？就叫魔音吧。之后的几天，我就在学校和公司两边忙碌着。中午的时候，尤曼会来公司送饭。尤曼生得漂亮，人又温柔，大家都很喜欢她。曼姐来啦，今天又是什么好吃的呀？你们超总今天在吗？在的，在总裁办公室呢。谢谢小颖了。他从另一个袋子拿出一份饭菜，便走向了我的办公室。你的魅特60 Pro 肉已送达，请签收。好的，谢谢。等尤曼走了以后，大家便开始好奇的八卦起来。曼姐和咱们超总什么关系呀？好像她每次都会单独给超总送饭。嗨，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了。曼姐说过她是超总的姐姐，可能是亲戚吧。不会吧，曼姐长得和超总一点也不像啊。你们说我去追曼姐有戏吗？你要是有超总这种帅弟弟，还能看得上普通人？也许曼姐只是不想让大家猜测呢，说不定她和超总关系不一般。就算是姐弟恋，那也很般配呀。两人都那么好看，曼姐这样的女人谁不喜欢？换做我也喜欢的不得了。不过我还是比较看好兰姐，兰姐也很好，我磕的 CP 不能比。我的天，你也偷偷磕他们俩嘛？我也是嘞。范红本来还想带节奏，结果话题已经偏到了大西洋了。他郁闷地扒了一口饭。办公室里，这个鸡汤给你补补身体，你多喝点儿。这个虾仁是我一早去买的，很新鲜的虾，你尝尝。这螃蟹的肉我都已经弄出来了，你直接吃就好了。尤曼一边看着我吃，一边给我夹菜。每天我的这份饭都是最特别的。好吃吗，小超？曼姐做的饭当然好吃。他弯了弯眼睛，不难看出他的好心情。尤曼难得见一次我，心里当然是高兴的很。我看他忙来忙去的，便拉着他坐下。快歇会儿，办公室有保洁阿姨打扫的，我怎么能让你做这个呢？没事呀，我闲着也是闲着，帮你做点事我高兴。我有点心疼，我怎么感觉这走了几天你都累瘦啊？是不是店里太忙了？店里有老海呢，我不忙，就是挂念你。女人的眼中满是爱意。抱歉，这段时间太忙，忽略你了，是我不好。男人要做大事肯定是很忙的，我都理解，你别觉得愧疚什么的，而且你也不需要对我交代什么，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喜欢你的呀。说完后，他温柔地给我整理了一下衣服。能见到你我就高兴了，你好好做你的事业，别有负担，知道吗？我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尤曼许多，我知道尤曼更需要的是陪伴。曼姐今晚去我家做客好不好？你还没去过呢。好呀，我也想小超了，正好去看看小超的家是什么样的。那等我下午上了那节大课，咱们出去逛逛。说起来，我都还没陪你出去逛过街呢。都好，只要能和你待在一起就好。尤曼漂亮的眼睛像是柔柔的春风，明亮又温柔。我忍不住摸了摸她的长发，她的笑仿佛3月的暖阳，可以融化冰雪。半晌后，我吃完了饭。我在你办公室这么久，会影响到你的员工上班吧？办公室的门我锁了，你别担心。什么时候锁的？我都没看你过去。手机可以控制的。上次办公室被人装了监控以后，若兰就给我换了门锁。说到江若兰，尤曼的表情有点不自在。原来是这样，江小姐真的很能干。怎么吃醋了？没有，你身边需要这样的人，我不会那么不懂事。尤曼垂下眼，神情黯淡下来。他只是觉得自卑，和江若兰这样优秀的人比起来，如果他能再优秀一点就好了。他总想帮我做点什么，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想为他付出。曼姐，你有你的好，不用和任何人做比较，在感情这方面，谁也不能和你比。尤曼心里好受了很多，看来我还是在乎他多一点。我这么说吧，如果我今天不是事业有成，你还会喜欢吗？当然会呀，我又不是喜欢小超的钱。曼姐，我一样，我喜欢你就是纯粹喜欢你这个人，喜欢你的温柔和善良，还有你骨子里的那种坚韧不拔和你面对生活从不服输的勇气。
和你能不能帮我处理公事无关，和你是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也无关。再好再优秀的人都不是曼姐，曼姐就是曼姐，在我心里是独一无二的。林七七都要为我鼓掌叫好了。他在工作守则上写下一句话：一个合格的情圣必须会说动人的情话。尤曼的眼睛一下就红了。我哪有小超说的这么好呢？我觉得你好，别人说了都不算。尤曼紧紧抱住小超，谢谢你喜欢我，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好了，快别哭了，不然待会红着眼出去，大家要以为我欺负你了。我边替他擦眼泪，边哄他开心。没多久，尤曼脸上就笑容满满。尤曼走后，我先是回去上了一节课。下课后，苏宁叫住了我。小超，苏宁啊，怎么了？你那天不是问我孔小荷的事吗？我知道一点，又跟我哥哥打听了一下，今天正好可以和你说说。我立马换了一副嘴脸。真是麻烦你了，宁宁。超，喜欢姐姐给你准备的惊喜吗？苏宁开始给我详细讲述孔小荷的事情。孔小荷从小身体不好，他爸爸到处带他寻医问药，只是多年来一直不见效果。我哥哥也曾经帮忙介绍过一个医生给他。看来他爸爸很重视他。那当然。学校人多眼杂，我和苏宁换了个咖啡厅继续聊。那天忙着公司的事没顾上你，抱歉啊。没事，我明白，我哥忙起来也是这样。你怎么突然对他好奇起来了？对于苏宁的询问，我也没有隐瞒他。那次我去 A 省比赛，孔小荷和我是一个队的，我看他身体不太好，就替他治好了。他为了感谢我，就要带我去见他爸爸，也是为了给我介绍人脉吧。苏宁愣住了，脸上难掩震惊之色。你治好了孔小荷的病啊？不怪苏宁震惊，孔小荷这病多少人花了心思和金钱都没有起色呢，竟然被一个非医科大学生治好了。以前学过一点医术，中医方面。苏宁真是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呢？我就没见过比你更聪明的人了。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中医可难学了。是啊，是很难，我也只是试一试，没想到真的治好了他。看来你那时候还不知道孔小荷的身份吧？的确不知道，是后来察觉出来他的身份不简单，所以问了你。苏宁感叹于我的善良，眼神柔软了几分。他是孔家的独子吗？不是，他还有个姐姐呢。之前我哥哥还追过人家，只不过人家没看上我哥。你哥这样的都看不上，这女孩眼神挺高。他的确眼光很高，但那是应该的，因为他就是孔家以后的继承人。不是孔小荷。以前孔小荷身体不好，他爸爸没考虑他，这么多年一直想治好他，估计也是没死心吧。如今孔小荷身体好起来了，这以后只怕不好说。说到这，苏宁忍不住叮嘱我，饭局他姐姐一定会去，到时候他对你是什么态度还不好说。反正你最好还是不要得罪他，反正孔家的事情也和你没有关系，不要牵扯进这种事情里面比较好。显然不管他了解不了解孔家，都不想让我陷入豪门内斗中。孔家的大小姐很厉害吗？我哥哥说她很不简单。苏宁把他所知道的孔家的事都大概和我讲一下。我俩从咖啡厅出来，正好旁边就是一家花店，我停下脚步。你喜欢什么花？我送你吧。苏宁咬着唇红了脸。我喜欢向日葵。我买下了店里剩下的所有向日葵，送给了苏宁。苏宁抱着那一大捧向日葵，眼中的笑意怎么都挡不住。和苏宁告别后，我又给尤曼买了一束冰蓝玫瑰。我开着劳斯莱斯来到尤曼过去快餐店的住处，邻居们都来看热闹。尤曼对面开的是一家烧烤店，不少喝酒的都开始恶意揣测起来。那快餐店的女的是不是傍大款了？都有劳斯莱斯停在楼下了。难怪老子之前追她被拒绝，原来是看不上我们这种老实人。说什么不喜欢有钱的，还不是被富二代泡走了？也未必是富二代啊，说不定年纪比咱们还大一轮呢。说不定人家就是来吃饭的呢。你见过哪个开劳斯莱斯的去小快餐店吃饭的？而且你没听说吗？人家现在去商业街开饭店了，可不是咱这种普通小市民啊。就在大家议论的时候，我抱着花从车子走了下来，贴心的替尤曼拉开了车门。曼姐，这花送你，咱们现在先去吃饭。好呀，谢谢啦，这花真漂亮。尤曼无视掉对面那些人嫉恨的目光，抱着花坐上了我的劳斯劳斯。以前吃的所有苦，仿佛在这一刻都扬眉吐气了出来。尤曼露出一个释怀的笑容。这一切都是小超给我的。我带着尤曼来到一家高档酒餐，订了一间包厢。刚才外面那么安静，我都不敢说话。我也是，现在进包厢了，就咱们俩，随意点。我们随意点了几个菜，当然都价值不菲。曼姐今天不像之前一样说让我接什么话的。因为现在你有这个实力了，而且你也是为了让我高兴呀。今天我就听你安排了。对于尤曼来说，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约会，他很珍惜，不会说扫兴的话。我握着他的手摩挲着，上面的茧子已经好了很多了。曼姐，我去美容院给你办个卡吧，你闲来无事就去美容，看你的手还有茧子，我心疼。怎么，小超是嫌我年纪大了？哪能呢，女人都是爱美的嘛。你以前忙没时间做这些，现在自己做老板闲下来了，当然就可以多去美容院享受享受。我是希望你能多享受生活，别把自己弄得太辛苦了。
我知道的，你是为我好，那我有时间也做做美容，打扮得越来越漂亮，这样你才不会离开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的。小超，我报了一个培训班，到时候会去外地上几天课。学什么的？餐饮管理。好，那你去之前跟我说一声，到时候我送你去。我俩又聊了聊培训班的事情。那以后有这方面的机会，我都告诉你。难得曼姐这么有事业心。我是为了追上你的脚步，只要别让我离你太远就好了。你已经给了我开店的机会，其他的我要自己好好把握。我不想让你失望，小超。尤曼的眼神坚定而真挚，我也明白了他的心意。吃完饭后，我又去商场给尤曼挑了几件礼物，就一起回了我家。曼姐，这个钥匙给你，你随时都可以来。女人紧紧地握住了那片钥匙，对她来说，这钥匙的意义不一样。好，那我就接下了。到时候我买点家具吧，你家里也太空了。好，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随时都可以过来住。两人相视一笑。你先去洗澡吧，小超，我把这花插好。尤曼把花插好以后，又替我把房子的卫生打扫。我从浴室出来后，曼姐唱的什么？怪好听的，是我家乡的小调，以前我妈妈喜欢唱，我听几遍就会了。下次我给你买几件旗袍吧，你穿旗袍肯定很美。哪种旗袍？正经的还是不正经的？都买，都买。接下来洗完澡的尤曼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惊喜，让我惊喜。1个小时后，小超，你会永远喜欢我吗？我永远都喜欢你。还是一样的答案。尤曼眼中溢出轻快的笑意。我永远都喜欢你。他笑着重复了一遍我的话，不管我是不是哄他开心的，至少在承诺的这一刻，他相信我是真心的。不过永远这种东西太遥远了，他知道这不现实。这个世界上能真的彼此相爱、度过一生的太少了。曼姐，你是不是害怕我离开你？你这么好，我当然害怕了。肯定不只是这个原因吧？我隐约猜到了一点。你是想结婚吗？我这一问，尤曼就沉默了。每个女人心中都曾经幻想过穿上漂亮的婚纱，嫁给自己最爱的男人，她也不例外。但她明白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摇摇头，不，我不想结婚。关于结婚这个话题，我无法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也没有再顺着话题说下去。一个晚上很快过去，第二天一亮，尤曼早早的起来，给我做好了早餐，就上班去了。我揉了揉困倦的眼睛，打开手机，微博粉丝已经有70多万，不少粉丝让我去参加歌手大赛这样的综艺。我沉思了一下，这新一季的歌手大赛已经开始筹备，如果我去了火了的话，那各个心动值和金钱又能暴涨一波。我给江若兰打去电话，之前节目组好像邀请我参加过，直接答应做好了。时间转眼来到周六，我和孔小何约好的吃饭时间到了，晚上6点，我带着江若兰准时赴约，在孔家旗下的高档酒楼前，孔小何在门口等着我，身边还站了一个女人。真不要啊！真不要，姐你就别逗我了。她长得可漂亮了，你不去探，可惜了呀。我对追星不感兴趣。人家可不是一般的明星，你这傻小子什么都不懂。孔小何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我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客人来了。孔小何看向我的车子，两人齐齐走了过来。超哥，气色好多了。这也是多亏了超总的缘故。你好，我是小何的姐姐孔怀瑾。人们无语了，我把孔小何当兄弟，他竟然想让我当姐姐。孔怀瑾看起来落落大方，漂亮的眼睛里充满了笑意。出现 SS 级攻略对象孔怀瑾。又是 SS 级？是的，他对你的初始心动值就很高，有30。这应该是因为孔小何的缘故吧？说是心动值，应该也只是一点普通的好感。这个女人只怕没有那么好攻略，连苏宁的哥哥都看不上，你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拿下她。钢丝球的花语是富贵和隐忍，我可以的。你好，我是小超，叫超总太客气了，就叫我小超吧。叫名字也太生疏了，你可是我们孔家的恩人，我比你大几岁，我叫你一声阿超行吗？当然可以。那你就随小何叫我姐姐吧。能管孔怀瑾叫姐姐的人可不多。我先上去和爸爸说一声，你们聊。你姐姐好温柔。温柔，也许吧。要是超哥你见过他那些英勇事迹，可能不会这么说了。我姐姐疼我，所以对我好的人她就格外温柔。孔怀瑾是个护弟狂魔，照顾弟弟和保护弟弟是他恪尽本分的事。惹了姐你是生死难料，惹了姐的弟是必达无疑。我和孔小何一起上了楼，进了包厢。孔怀瑾站在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旁边，正是淮海首富孔魏征。孔小何带着我进去后，并未落座，而是先走到了孔魏征的面前。超哥，这是我爸爸。孔叔叔好，我叫小超。我浅浅一笑，看起来不卑不亢。孔魏征这时候起身了，握住了我的手。小超啊，真是感谢你了。我家小何这身体治了多少年都不见好，要不是你呀，我这老头子还不知道要操多少心哟。叔叔您客气了，小何是我的朋友，能治好他的病我也高兴，谈感谢就太生疏了。孔魏征笑意更浓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坐下。我给你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客人，这是你东叔。东叔好。来，先加个联系方式。哎，怎么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你要不用这个试试？手机咋充电啊？
还真能充电这么高级呀！华为 Mate 60黑科技你喜欢，可以去我左下角领台。要到处拉新助力吧？不用，小何也领了台。爸，都用包浆了。儿子，你可不要忽悠我呀！你看，这么多人都领到了，他们一开始也不信，不过想着免费的手机试试呗。结果从左下角进去一打开，就看到手机领取界面了，都是全新的国行新机，好多人抢都抢不到呢。居然还有苹果15。苹果15是我争取的最新粉丝福利，一人限量一台，下载的人都有机会领，也是从左下角进去下载挂架升级，苹果、华为都任你选。我试试。你东叔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是开物流公司的，也投资一点别的小生意，以后有什么好项目，你可得带带我们。孔叔叔，看您刚才那话说的，应该是您几位提携我这个后辈才是，要是能和几位叔叔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小伙子真谦虚啊！听说你才大学就自己开公司了，真是年少有为。想想我大学的时候还在忙着泡妞呢，哪懂什么生意？是啊，小超倒是像老张，那位胡子花白的是你张叔，他是开制药公司的，他对你治好小何的事是赞叹不已，硬是要来看看你这位青年才俊。张明这人看着仙风道骨的，怎么看都不像个生意人。小超啊，你是学过医吗？学过的张叔。师承哪一派啊？这我也不知，我师傅就是个普通的中医，他从没和我说过这些。家师名号方便告知吗？可还在？他叫冯毅，已经不在了。那真是可惜了，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想必定是一位厉害的先生。这时张明忽然话锋一转，听说你有个电影要投资。我点点头。这电影成本2000万，还需要1000万的投资。张明没有接我的话茬。小超啊，我有个老朋友，他爸爸也是有个老毛病，一直不得好，看了多少老中医都没有。我想你去试试，说不定能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空。我倒是听出了他的意思，要是这个忙我帮上了，那这1000万他就投了。好啊，我随时有空。张叔，您到时候安排好了跟我说一声就行。好，年轻人说话就是爽快啊，待会儿咱们好好喝一杯。包厢里其乐融融，孔小何从江若兰那里拿了剧本进来，孔魏征决定投500万，另外的机会留给包厢里其他的大佬。这一顿饭下来，我得到了想要的。孔小何的父亲对我的印象还挺不错的。小超这个年轻人可教，我看他非池中之物，迟早要飞的。孔怀瑾深表赞同。我在想，小超到底是什么出身？看他这样子，应该也不是普通家庭养出来的孩子，大学就能有这个资本开公司，还投资1000万给电影公司，家里应该也是有底子的。姐，你好端端的好奇这个做什么？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怎么急着让你姐嫁出去啊？我只是好奇而已。你说他才19岁，怎么会有这个本事和见识呢？光说他的医术就已经很令人惊奇了。什么都没有命珍贵，他们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这个东西，说不定以后咱们还有需要他的时候。这世上得罪什么都别得罪医生，尤其是我这种比普通医生还厉害的人。孔怀瑾对我的心动值已经有57了，还不到喜欢，就是一个有好感好奇的状态。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来电的是他的好朋友，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女星骆冰清。怀瑾，我的演唱会你来不来呀？去呀，只不过我还没找到人一起呢。你就一个人来呗，我给你留个好位置。一个人看演唱会也太孤独了，反正你给我2个位置吧，到时候我找个人一起。两人聊了几句就挂掉了电话。是冰冰啊？呢，他又要开演唱会了，刚好在淮海，我就说去给他捧个场。我说你怎么非要让我去呢？原来是冰冰姐的演出。你不是不想去吗？我只能找别人了。这时候孔小何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道：你可以找超哥去啊，他唱歌可好听了，真的姐，不骗你。你有没有看过他唱摇滚的那个视频？我一个男的都要被迷住了。小超还会唱歌？孔怀瑾愣了愣，小超看着那么正经的一个人唱摇滚，这反差可真大。呵，他写了2首歌超级好听，我看他都能去做冰冰姐演唱会的嘉宾了。你好像很喜欢他呀，小超就这么有魅力啊？反正我挺喜欢他的，要是让他做我姐夫就更好了。孔怀瑾无奈的笑了笑，他可没有这个意思，他得婚姻注定要奉献给家族。你姐姐这个性子，谁能降得住她呀？小超那孩子看着太老实了。爸，你说什么呢？说的我跟个母老虎一样。你女儿我在外面可是很多人追求的。那怎么不见你带一个回来？一些歪瓜裂枣我看不上。那不就得了？你有时间也可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别整天把头埋在公司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这个做父亲的逼着你上班。又来了，男人哪有挣钱香啊？有了钱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你还不够有钱？那你现在找到了吗？按照你这个找法，这个标准，全华夏就没有和你一的男人。孔怀瑾笑了笑不说话。说起来，这么多人里，也就小超长得帅点。也就帅点，人家做明星都是观众饱眼福了。你要是找了他这样的对象，华夏得有一半的女人羡慕你。他要是找了我这样的女人，全华夏一半的男人都得羡慕他吧？那你俩在一起，让华夏一半的人羡慕去吧。3人全都笑了起来。
之后，孔小荷给孔怀瑾看了我那天唱歌的视频，这是他自己的歌啊。对啊，他好像还写了别的歌。我发给你冰冰姐看看。回到孔家后，孔怀瑾洗漱完毕，躺在床上休息。刚睡了一会儿，就接到了骆冰清的电话。怀瑾，你认识小超啊？认识啊，今晚还在一起吃饭呢。天呐，你能不能介绍他给我认识啊？孔怀瑾愣了愣。啊，什么情况？你喜欢他？我可喜欢他的歌了。你和他关系怎么样？算什么类型的朋友？是很熟还是一般？孔怀瑾很少看到骆冰清这么激动。算不上很熟，但是介绍你给他认识还是没问题的。要不然我约他去你的演唱会。可以啊，我过几天就到淮海了，到时候请你吃饭啊。行，要不要约上小超？你能约到就最好了，要是约不到就算了。放心吧，我一定给你约到他。孔怀瑾要是想约一个男人，那就没有约不到的。可惜这一次他在我这里碰壁了。今晚留下来好不好？在孔怀瑾这里，他这辈子几乎没有遭到过什么人的拒绝，一般都是别人求着他哄着他，能让他主动邀请的那都不是一般人。他给我发了个消息：阿超，下周3有空吗？我请你吃饭。此时的我正在请江若兰吃烧烤，我正贴心的给江若兰包了一只螃蟹，没顾上看手机。谢谢超总，都把你手给弄脏了。他和服务员要了一条毛巾，把手给我吧，我替你擦擦。我温柔的笑了笑，把手伸过去。对视间，一种暧昧的氛围再次萦绕在我俩身上。我俩的穿着和这夜市有些格格不入，不少男人喝多了直勾勾的望着江若兰。要不然把这些烤串打包，咱们去外面马路边上吃吧，那里人少。好啊，就是辛苦超总要和我一起在路边上吃东西了。这有什么？没事，走吧。我俩拿好东西，走到了不远处一个安静的马路边上坐了下来。坐在这和超总一起吃烧烤，让我想起了大学的时光，感觉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时候。下次来我学校逛逛吧，就是淮大的食堂比吉 A 大还是差了不少。好，我实在没想到有一天能和自己的老板正坐在马路边上吃烧烤。老板也是人，也不是所有老板都是坐在西餐厅里吃牛排和高档法餐的。我就喜欢吃点烟火气的，又轻松又享受。所以超总在我眼里和那些老板都不一样。江若兰对我的心动值越来越高了，她喜欢我与众不同的一面，尤其是这一面还只有她自己能看到的时候，她更会被打动。另一边，孔怀瑾给我发了信息后，等了又等，却一直没有收到我的消息。难道是睡觉了？他想都没想，又发了一条：睡了吗？我的手机再次亮了起来，这次我打开看了看，孔怀瑾居然主动约我，这似乎不太像他的风格啊。以他的心动值，应该也不会这么急切的约我。难道是谁病了，想让我出手？这么晚了还有人找啊？你猜猜是谁？这我可猜不到，超总朋友那么多，我也不是每个都认识。是今天那位孔家大小姐。这下江若兰是稍微惊讶了一下。难道超总的魅力已经这么大了，让那位眼里只有事业的大小姐都动了心？那他这个点找超总是？他说下周3请我吃饭。江若兰眼神暗淡了一下。果然如此，也是喜欢上超总也不是什么多令人惊讶的事。不过我不打算去。江若兰心动值+5，为什么不去呢？要是能和孔小姐打好关系，你在淮海的路会好走很多。既然不喜欢人家，就没必要去利用他。我要是去了，你会高兴吗？江若兰眼神又软了几分，她撩了撩发丝，心情大好。这是超总的事，我一个小助理可不敢过问。以前江若兰是不会和我这样开玩笑的，我看出来她说这句话是有点使小性子。哪能呢？你在我心里不只是一个助理。那是什么？江若兰挑衅的看着我，手碰到了我的手，也没有挪动半分。你希望是什么？我希望是什么就能是什么嘛。也许呢，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万一我说的却不是你想的那样呢？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他收紧手掌，不知道该不该捅破这层窗户纸。没什么，时间不早了，还是早点回去吧，超总。好啊，那我先送你回去。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吧。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我怎么放心？好吧，那就麻烦超总了。江若兰心里很乱，她只想快点回去，再这样下去，她就要忍不住。两人顺着原路返回，江若兰不知想什么想得出神，不小心踩到了一片落叶，差点滑倒。你没事吧？我扶住她，突然的身体接触让她脸都红到了耳朵。天黑，小心些。江若兰的脚腕好像崴到了，走了2步，疼得嘶了一声。别动，我看看。我体贴的看了她的脚腕，有点红肿。我背你去车上，上来吧。江若兰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上来了。超总，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对你好需要理由吗？要，因为你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好的，对吧？这句话也是江若兰的试探。那倒是。江若兰脸上也浮现出笑意来，看来我在她心里的确是有些不一样的。忽然有些可惜。可惜什么呢？要是超总有了女朋友，我就没有这个待遇了。那还远着呢。所以你还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情吗？我这个年纪正是该打拼的时候，暂时没有心思想那些。江若兰也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那有想过以后要找什么样的女友吗？至少要和你一样优秀吧。江若兰结语一颤，终于忍不住吻了我的侧脸。
若兰，你继续走吧，别管我好吗？就这一会儿，让我开心一下吧。我沉默了一下，只继续走着，没有说话。夜晚的风有些凉，女人轻柔的身体靠在我身上。江若兰的心动直到90了，宿主再接再厉啊！我把她扶到车上，路上我俩也不说话。我开车，江若兰装睡。到了，若兰，超总就送到这里吧，我自己上去就好。你的脚都还没好，别逞强，我背你上去。不了，我自己。还不等江若兰说完，我直接将她抱起来往前走。你家楼下有没有药店？有，前面100米内。我买了治跌打损伤的药，那店里的阿姨还夸了一句：像你这样贴心的男朋友不多了。我没多做解释，背着江若兰往她家走。刚才你怎么不否认阿姨的话？误会而已，没必要多聊，还是先送你回去要紧。这样了，我背着她到了门口。待会你就先把药涂在肿起来的地方，别拖着，我就先回去了。你今晚好好休息。我转身准备离开，江若兰却忍不住从身后抱住了我。今晚留下来好不好？我浑身一颤。若兰，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两人都是成年人了，这种举动和暗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知道，我想让你留下来。今天晚上，你不是我的上级，我也不是你的下属，我们只是一对普通的都市男女，好吗？给我一个机会吧。她一直都压抑着自己对我的感情，可她也是一个有情感需求的普通女人。时间久了，她自然也控制不住。再理智的人，遇上了爱情这种东西，也会开始失控。你先松开我，好吗，若兰？她开门后，我依然没有进去。若兰，你真的想好了吗？就算我们之间没有结果，就算我不对你负责。江若兰并不回答我的话，她直接用行动回应了我。来到房间，我故作不熟练的样子让江若兰笑了。原来超总什么也不懂。不是说今天我不是你的上级吗？怎么还叫超总？那我叫你什么呢？叫阿超好吗？你喜欢叫我什么都行。这一晚注定无眠，江若兰希望我可以永远记住这个夜晚，记住她。第二天正是周末，两人都不用去上班。江若兰一早就起来给我做好早餐，好香啊！阿超是说我还是说面条？都香，但是你更香。我轻笑一声。还记得你昨天怎么睡过去的吗？江若兰一脸的嗔怪。阿超不许说了，下次我绝对不会这样了。真的吗？啊，可是我们还会有下次吗？只要你想我了，就会有下次。不许骗我，你都让我变得不像自己了。以前我不觉得自己会是这么粘人的女人，但是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时时刻刻都想和你待在一起。不骗你，以后想我了，我就来陪你。江若兰这下高兴了，不管我爱不爱她，至少她可以得到我的陪伴，不至于让她的思念落空。我俩高高兴兴的吃了早饭，我这才想起要回孔怀瑾的消息。对于孔怀瑾的邀请，我直接拒绝了。对于这样的大小姐，有求必应会显得我和她身边那群舔狗一样。不好意思，孔小姐，我这周要上课，恐怕没办法赴约。孔怀瑾正在享受按摩死了，他看到我的消息，直接就被气笑了。什么是这么高兴啊？高兴，我是气的。烟，谁把我们孔大小姐气成这样啊？小姐孔怀瑾的邀请被我冷酷拒绝，气得面膜都飞了。烟，谁把我们孔大小姐气成这样啊？我好心邀请一个男人吃饭，他居然拒绝我。老娘这辈子就没被男的拒绝过，真是不识好歹。这是在男人身上碰壁了啊！什么样的男人居然敢拒绝你呢？他不知道你的身份吗？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清楚得很。即便这样，他也不应我的约。知道还拒绝你，这是不为钱财权势所动。这样的男人可不多见。我倒是巴不得他为我的权势钱财所动呢，省得我费别的心思和力气。那这样的男人不是一抓一大把？你又不喜欢这样的？那倒是。说完这句话，孔怀瑾又感觉有哪里不对。不对，我又不是喜欢他，我约他是有别的事。要是别的事，你这么生气干嘛？以前傅老板不同意和你合作，也没见你这么生气。孔怀瑾心里怪怪的，怎么都没有办法把我和那些生意场上的老头做比较，也可能是没想到我会拒绝，才会这么生气。没事，我有办法，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一个男人。那倒是，几个亿的单子都拿得下来，男人算什么？孔怀瑾没想到，他人生中第二次碰壁又在我这里发生。另一边，当我看到孔怀瑾只给我回了3个点时，挑眉笑了。应该是有些生气的吧？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小姐顺风顺水惯了，还真当自己是女版的道明寺呀。你笑什么呢？诺，孔小姐好像生我的气了。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害怕的？我和孔家的公司又没有往来，她不能把我怎么样。这又让我得到了江若兰的刮目相看，加上昨晚江若兰的心动值已经有97了，即将满点的状态。我在江若兰家吃完早饭就回到了自己家，我用指纹打开了锁，发现房间里有声音。进门一看，发现尤曼已经把房间都布置好了，很温馨。尤曼应该是听到了我开门的声音，从卧室出来，看到是我回来，笑着扑到了我的怀里。小超，渐渐的，他的笑容就凝固住了。他闻到了女人的香水味，又抬眼发现了我唇上的痕迹。遥控猝然落地，发出了声响，电池滚落到我脚边。尤曼赶紧垂下眼，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蹲在地上捡遥控的电池，手却依旧在颤抖。明知迟早会有这一天，
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失控了。我默默地蹲在他身边，接过了他手里的遥控和电池。我来吧，曼姐，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尤曼艰难地扯了扯嘴角，勾起一个难看的笑。没有，就是你突然回来了，我太高兴，就没拿好遥控。尤曼在试图逃避这个话题，他宁愿做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我边装电池边问道：曼姐什么时候来的？尤曼揪着自己的衣角，低头道：早上来的，我想着给你买点家具填填家里，不然看着太空了些。吃过早餐了吗？吃了的。看到我不在家，你不好奇我去哪里了吗？我扶着尤曼站起来，外面阳光正好，窗台的花也开得漂亮。尤曼心里却一片冰凉，他咬着牙，硬生生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依旧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你公司那么多事，我估计你在忙，所以就没有打扰你。那你现在猜到我做什么去了吗？尤曼不说话了。我以为你会生气的，原来在你心里，我也没有那么重要。尤曼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过问你的事。我宁愿看到你生气，甚至是打我，而不是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我看起来有些失魂落魄的，尤曼一下子又心疼了，害怕刚才的表现伤了我的心。我不敢问你，我怕你告诉我你有了女朋友，这样我以什么身份、什么名义待在你身边呢？所以我干脆装作不知道好了，这样起码我们还能装作是朋友。我温柔地替他擦了擦眼泪。我没有谈女朋友。真的吗？也不许骗我。真的，但是我也要和你坦白，昨晚我是在其他女人家过的夜。尤曼的手指微微蜷缩起来，他咬着唇齿间都在颤抖，这种滋味并不好受。我满脸愧疚。曼姐，我不想骗你，又不想看到你伤心。刚才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心里一下就后悔了。你生气的话就打我吧。其实我有10000种办法哄骗尤曼，但我还是选择了坦白。他是我唯一不想欺骗和伤害的人。如果不是必须一直攻略女神来完成系统任务，我也许真的会想和曼姐结婚，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吧。小超，我早就说过，我们之间不是恋爱关系，你不用那么顾及我的感受。我小心翼翼地抱住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曼姐，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当然会顾及你的感受。在所有人里，你永远是我的第一位。不管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对你实话实说的。尤曼心里好受了很多，原来我是这么在乎他的。只要你不骗我就好，别难受了。只要知道你心里是在乎我的，我就不难过了。我沉默着没说话，紧紧地抱着尤曼，像是在对他认错，弄得尤曼有些哭笑不得。好了，我都不难受了，你怎么又开始了呢？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如果一开始不认识我，你会不会过得开心一些？不会，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尤曼认真地望着我，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如果没有我，他依然在那个小快餐店，每天过着寡淡的日子，孤独而没有希望。是我的出现改变了他。小超，其实对我来说，你的出现已经让我黯淡无光的人生有了光。就算这份光不属于我，但是它也照亮了我，你能明白吗？我只希望你开心，小超。如果将来的事无法确定，那我们就珍惜当下吧。尤曼的爱情很简单，他只希望我开心，即便我的快乐里没有自己。曼姐，你不要总是把自己看得那么卑微，我也希望你开心啊。小超开心我就开心，他的喜怒哀乐都因我而存在。我没有说话，只是抱着他的手更紧了。好了，这个点你吃过早餐没有？要是饿了，我去给你做早餐吧。我不饿，就想和你说会儿话。我拉着尤曼在沙发上坐下，聊了些家具的事，气氛渐渐轻松起来。以后你有了喜欢的人，可以告诉我吗？我揉了揉他的发丝，还在想昨晚的事啊。只是有点好奇是什么样的女生。是江若兰，她昨晚对我告白了，但是她也知道我们之间没有结果，所以让我留下陪她一晚。尤曼愣了愣，江若兰那样优秀胜过我100倍女生，也得不到小超的爱吗？他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她那么优秀，长得漂亮，能力又好，你为什么不喜欢呢？忘了我上次说过的话吗？优秀的人有很多，但是曼姐只有一个。她想要我留下陪她一晚，我也答应了她，但是其他的我给不了她。或许真的只是小超昨晚心软了一次。尤曼心里的芥蒂就这样渐渐的消失了。我一是高兴你不喜欢她，一是又觉得她那样的女孩应该得到一个男人全心全意的爱。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尤曼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一场小小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周一，我上午第3节有课，我踩着点来到教室，发现张武的位置坐了一个人，是孔怀瑾。